肉，可男人却偏偏选择一旁遭人嫌弃的肥肠，而且一买就是20斤，就连摊主都看不下去，担心他贪便宜吃大亏。兄弟，这玩意便宜是便宜，但是弄不来可不好吃，又不如肉吃起方便，你要不然再考虑一下。不用了，我就要肥肠。老板，你这里的肥肠我都给你包圆，价格上能不能少点？这上面还有不少水分，这些都压秤。行，那就给你2毛8一斤，这里一共是20斤，我给你磨1角钱，你给我5块5就行。这小伙子怕不是傻呀，这么好的猪肉不买，却要那又腥又臭的肥肠，图便宜呗。这样的人我见多了，等回去做出来吃不成，有他后悔着呢。面对路人的指点和嘲讽，男人不以为然。就在刚刚，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80年代，前世自己被嫂子赶出家门，对象也因未婚先孕，受不了旁人的指指点点，最终跳了河。想到这些，男人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一番名堂，让这悲剧不再发生。于是男人便带着仅有的10块钱来买了20肥肠。他相信凭借前世的一手卤味，在这个年代轻轻松松就能赚到钱。提着这一大袋子肥肠，叶小飞接着又去买了一些需要的基础香料，10块钱最终还剩下8毛。这么大包小包的，我要是拿回春树庄，爸妈和哥嫂会把我骂死。只有去找方恒才是最好的办法。叶小飞的好朋友方恒就住在龙华公社，他很早就辍学了，爸妈都没了，只有一个爷爷跟他住在一起。但是他爷爷经常在乡下，只可惜后来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听说方恒在工地上出了意外没了。飞哥，你拿这么多东西来干啥？卖钱，我最近急需要用钱。飞哥，这肥肠做出来真的卖出去吗？等会儿做出来，保证香的你舌头都能吞下去。快去帮忙烧火，等会儿我要焯水炒料。经过叶小飞的一顿操作，没多久屋子里就飘满了香味，香的人的魂都能被勾走。来试试好不好吃？方恒口水直冒，接过来塞进口中，热腾腾的辣卤肥肠滋滋冒油，吃进去的时候满口都是油脂味，软糯 Q 弹。飞哥，你啥时候手艺这么好了？简直是神了！这肥肠被你弄得比肥肉都好吃，比啥肉都好吃。叶小飞忍不住乐了，他这卤肥肠的手艺可不是盖的，这么多香料和调料下去，想不好吃都难。随后带着一盆肥肠去了国营厂附近，现在快到下班时间，拿过去卖刚好合适。来一来看一看喽，特别下酒下饭的卤肥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就要拍大腿。小伙子，你这个是卤肥肠吗？怎么卖？大哥，卤肥肠是2块钱1斤，保准你吃了还想再吃。什么？居然要2块钱？几位大哥，你们肯定平时都是吃惯了好东西的，先尝尝味，要是不好吃，不买也没事。行，那我们就尝尝，要是不好吃，我们可不买。那是肯定的。不要钱不吃白不吃。那几个工人接过卤肥肠尝了尝，眼睛顿时就亮了。小伙子，你这个卤肥肠味儿真正啊，一吃就知道下酒。就是价格能不能稍微便宜点？铺子上肥肠才3毛1斤。大哥，这肥肠虽然便宜，但是能做到这么好吃，里面要放很多好料和油水，而且肥肠的损耗特别大，已经是实惠的价格了。这样吧，你买2斤以上，我再送半截给你们，行不行？行，那我们哥几个就要2斤。好嘞，2斤一共是4块钱。万事开头难，这生意只要开了头，后面就简单多了。而且叶小飞也不吝啬给人尝，几乎吃了卤肥肠的都买了。不到半个小时，盆子里的肥肠就一扫而空，就剩下了些卤汁。小兄弟，怎么不多做点呀？我们都还没买，以后你还来不来这买？卖啊！以后每天下班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摆摊，大哥大姐们不管买多少，咱都给送点。这里面的油水多，吃了心里舒坦。今天的肥肠一共只有11斤，不算上他天头送出去的那一点，卖到钱的只有10斤，一共卖了20块。飞哥，这卤肥肠居然这么受欢迎，你明天多买点，我帮你一起卖，早点把你需要的钱凑够。叶小飞也正有此意，他让方恒拿着东西先回去，自己拿着卖的20块钱又找到了农贸市场那个肉摊老板那里。老板，你这里明天能给我弄到50斤的肥肠吗？兄弟，我能弄到，可是你要这么多肥肠做什么？做点生意混口饭吃。老板，我要50斤，这个价格上你能不能再少点？以后的量说不定会越来越多。兄弟，我姓熊，咱们都是兄弟，我也不跟你乱说。肥肠的价格我最多给你2毛5，但是这建立在你每天要量不低的情况下，要是要的少，价格还是按照2毛8来。熊哥，我姓叶，以后你叫我小叶就行。你放心，我以后肥肠的药量只会越来越多，以后说不定还会要其他的。提前1天我会给1半的定金，你看这怎么样？行，叶老弟也是个爽快人。付了6块2毛5的定金。此时天色已晚，叶小飞不敢耽搁，急匆匆朝春树庄的家前，大嫂就对他一顿说教，就连父亲也觉得他不该在家休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上集，男人一天就赚了10块钱。要知道在这个年代，10块钱可是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老三这是回来了，一天天不上工到处跑，还要在家里吃白食，都这么大的人了，啥时候能懂点事？一天不下地还要往公社跑，明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上工。爸，我今天去公社是有正事。
有什么正事？爸，当初你要供老三读书，一学期出2块钱学费，我们都不说什么。可是他高中读完又没考上，现在还吃白饭，以后娶媳妇是不是还要我们哥嫂负责？爸妈，我们马上也有自己的娃了，你们也为我们考虑一下。爸妈，老三也是这么大的人了，还一直这样可不行呀，整天就往外跑，也不知道为家里干点事。大嫂、二嫂，我平时也没少去上工，今天去帮点自己的事也不行吗？既然你们对我这么有怨言，那就分家算了。前世叶小飞没有去公社，自然也没有现在这一出。与其窝囊等着以后被他们赶出去，还不如现在和他们分家。最好是这样，爸妈，你们也都听见了，这是小飞提出来的，这事情就这么定了。等明天下工后就去找村支书过来把家分了。老戴家的，老二家的，一家人不要赌气。小飞还小，哪有还没结婚就分家的？妈，你什么意思？老三这么大的人了，难不成还要让我们养他一辈子？偏心也不是你们这么偏的。老三肩不能提，手不能扛，以后你们老两口养老送终还不是要靠我们两房？我有手有脚，不需要任何人养，以后我也能孝顺爹妈。站着说话不腰疼，嘴皮上下一碰什么都能说出来，实际上工都不愿好好去上。老三，你别在你大嫂面前耍威风。一家人都咧咧啥？分家这件事可以，亲兄弟明算账，家里的东西要清楚算出来。还有就是灵儿的学费，不能因为分家了你们就不管。爸，这话我不爱听。我们两房养2个老的，为啥还要养小的？我们自己还要生娃，怕是累死都养不起。老子还没有咽气，难道我们老2个不能动了吗？这个家里现在还不是你做主？老大老二，灵儿是你们亲妹子，你们看着她长大的，现在一家凑5块钱都不愿意吗？灵儿的学费你们不愿意给，我来给。老三，你真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你知道供一个高中生1年要多少钱吗？生活费加上学费，至少20块钱。你用什么供？用嘴巴骂？你少说2句。我凭啥少说？这个家里啥都是靠你们2兄弟撑着，好手好脚的人不好好下地挣工分，整天就知道偷懒，说起大话来倒是一套一套的。你忍得了，我忍不了。我自有自己的办法赚钱，小妹的学费我会出，你要是再这样咄咄逼人，就不要怪我不客气。王凤没想到这个平常闷葫芦似的老三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只能不情不愿闭起了嘴。爸妈，我和磊子也实在是难，小妹是个女娃，读到高中已经很不错了，我当时想学还没毕业呢。秦美丽生怕叶家2老把主意打到他们身上，扔下这句话就迅速收拾好桌上的碗去洗，摆明了不愿意出钱的态度。爸妈，你们不用担心，既然我说了负责灵儿的学费，我就一定会负责到底。叶兆丽和刘月香对视一眼，两人眼神中染上点点欣慰。虽然知道小儿子没这个本事，但有这份心都是好的。很快到了第2天，一早叶小飞就去了龙华公社。叶老弟，这里是50斤肥肠。对了，叶老弟，这肥肠这么重，你住在哪儿？我让你嫂子来看摊子，家里有自行车，帮你送一趟。熊哥，这会不会有点麻烦你？兄弟之间哪里还需要说这些？看到熊哥的自行车，叶小飞的眼珠微微一转。现在要买自行车可不容易，不仅需要钱，还需要人脉和工业票。熊哥有自行车，兴许这方面有点门路。熊哥，你这自行车真亮堂啊，看着真气派。胖啊，叶老弟说话就是好听，毕竟是凤凰牌的自行车，不气派点也值不到那个钱。不瞒哥你说，我最近也想买一辆自行车，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门路，不知道熊哥有没有办法。叶老弟，这是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大舅哥在红庙子公社的自行车厂上班，他们员工买自行车不需要票，就是价格上面有点贵。那一辆自行车要多少钱？不要工业票的车是溢价车，要比有工业票的贵10块钱，要150才能买。熊哥，咱大舅哥的厂里有没有那种瑕疵品？能骑就行，我不挑。好像有，你要是想要，我帮你问问。外表不像全新车那么完美，那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100块钱肯定是要的。成，没问题。熊哥，实在是太谢谢你了。不麻烦，叶老弟你也太客气了。两人说着，没多久就到了方恒家门口。1个多小时后，叶小飞和方恒又带着做好的肥肠去了昨天的地方。小伙子，你怎么才来？我们都下班一会儿了，要不是实在想念昨天那一口，我们早就走了。就是，昨天我们没买到，今天可要好好尝一尝。叶小飞和方恒被一群人围着，两人一边回应，一边将东西全部放好，然后按照排队顺序称重切好。才1个小时不到，满满的一大盆卤肥肠又再次卖光了。这时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中年男人过来搭话：小兄弟的手艺不错，我看你连着2天来卖都卖空了，连里面的山水都有人要，也就是混口饭吃。随意的回了一句，叶小飞便没再多说，他对这人有点印象，他的生意很一般，刚才不忙的时候似乎一直盯着这边。收摊之后，叶小飞又急匆匆的向家赶去，他可还记得今天要分家的事，嫂子却要和他分家。这一幕可把一旁的支书惊呆了，要知道小伙一天赚的钱比他几个月赚的都多。原来之前小伙整天睡觉不干活，直到前天才幡然醒悟，知道努力去赚钱，可毫不知情的嫂子却对他早已忍无可忍。
都要分家了，还要成天往外跑，真是没救了。胡叔，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爸妈以后是要跟着我们上面两房一起生活的，这分给我们两房的东西可不能少了。叔，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分家不分心，家里就只有这么些房子，分给老三一间屋，等今年的粮食下来了，再分给他30斤粮食。不行，那些粮食都是我们种的，最多给他10斤粮食，把坎上的老房子分给他。这里的房子我们自己都不够住，他有脚有手，还不能自己去挣口饭吃吗？我也不想和谁争得面红耳赤，你们要让我去住老房子，我就去住。但我先说好，那块宅基地就归我了。另外，我每个月给爸妈8斤口粮，这个家里除了小妹的学费，其余我不会再出1分钱。虽然老房子破旧，但有了宅基地，我就能向村里申请修新房，让小静嫁过来享福。分完家后，叶小飞刚回到房间，刘月香就跟进来了，一进来就朝他手心里塞了一叠钱。妈，你这是干什么？小飞，这些钱你就拿着，爸妈也是没办法，现在老了还要靠着你哥嫂，妈知道你受委屈了，这些钱你拿着，自己买点粮食吃。刘月香生怕被人看见，说完话就匆匆离开了。叶小飞看着手里的这8块钱，心里五味杂陈。第二天一早，他先去找了贺静家。小飞，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我最近一直在忙着做生意，你在家里没事吧？叔叔阿姨有没有说什么？我爸的车队这次去了外省，还要1个星期才能回来。我妈也要上班，就周日休息。小飞，我好像有了。小静，你放心，等1个星期后我就上门来提亲，别人有的3转1响，我一定会都给你。你不要太累了，就算你什么都不拿，我也会让我爸同意。你这么为我考虑，我也要为你考虑。要是你什么都不要就嫁给我，你们会被别人笑话的。事不宜迟，告诉了贺静家可以去方恒家找自己之后，叶小飞又去找熊哥拿肥肠。叶老弟，你昨天让我问的事情我问到了，这车漆上的没有卖品那么好，但是车的每个部件都是崭新没问题的，要110块钱。这辆车问题小，可抢手了。要不是看叶老弟你人耿直，这车昨天就有人推走。熊哥，这件事真的是要感谢你，这车我要了，但是钱我这里暂时只给得起50，其他的明天就能拿来。兄弟之间这么客气做什么？明天你拿来钱就成了。今天叶小飞可是要了整整100斤的肥肠，哪怕熊哥赚的少，这么多肥肠薄利多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样的顾客，熊哥当然要尽力留住。飞哥，你这辆自行车哪来的？太帅了！当然是咱这几天卖卤肥肠赚的，咱们一起好好干，到时候给你也买一辆。我就是随口一说。飞哥，你攒钱是要来买自行车吗？不是，是要娶媳妇。是贺建家吗？对，等以后咱们哥俩有钱了，给你也找个漂亮媳妇。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去买点吃的，顺便看下我妹。把肥肠放到了方恒家，叶小飞便去了妹妹叶玲的学校。三哥，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在家里缺钱花？我这里只有这么多。看着叶玲手上这5毛钱，叶小飞又是感动又是无奈。家里每个星期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也不知道是攒了多久才攒下来的。玲玲，不用了，你的钱自己留着。我这次过来找你是给你拿钱的，这5块钱你拿去交学费，以后你的生活费我都会定时来送给你。三哥，这是家里拿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挣的。我和他们已经分家了，我答应了爸妈，以后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我都会负责，你就安心读书，不要想那么多，争取让咱家出个读书人。谢谢三哥。我们是兄妹，这么客气做什么？说完，叶小飞摸了摸妹妹的头。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道冷喝声：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林老师，三哥，这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林老师画画也特别厉害。原来这就是林老师，我是叶玲的哥哥，这次来看看叶玲，没打扰到您的工作吧？林老师没想到眼前的人居然是学生的家长，想起刚才自己居然误会他们2人在谈对象。原来是叶玲同学的哥哥，我还以为叶玲，快去上课吧，别耽误了。叶玲点点头，乖乖跟叶小飞再见，然后依依不舍地去了教室。到了下午，叶小飞和方恒2人又去了老地方卖肥肠，卖到还剩最后一点的时候，隔壁那个卖红薯的大叔笑着过来了。小兄弟，你这个肥肠能不能便宜点？我买点回去尝尝。叶小飞本能的不太喜欢这个人，但来问就是客，便拿出了那一套话术。哥，这卤肥肠的料和油水都给的足，加上缩水也严重，价格上真的便宜不了，已经是很实惠的价格了。油水和料给的多，但是你卖的也贵呀，2块钱1斤，可不便宜。说完，他还是很不情愿的把最后一点买了。收摊回到方恒家后，2人算了一下，今天一共卖了140块钱5毛3分。现在身上的本钱暂时够了，有必要考虑一下搭着卖些其。经过我高超的厨艺一顿操作，就能以10倍的价格高价卖出。眼看我的生意火爆，隔壁摊主也学我卖起了肥肠。面对同行的低价打压，我却一点也不慌。第二天一早，我一如既往的去找熊哥进货。熊哥，以后猪头肉也给我准备点，要是卖得好，以后我要的量会越来越大。叶老弟，你要什么就跟哥说，只要是肉摊子上能卖的，
我都能给你想办法。不过我也是去屠宰场找熟人才能拿这些东西。猪头肉你没有提前说，我就按照平常自己卖的量拿了2个，这都是今天早上现宰的，新鲜的很，你要不要？熊哥，你还是给个合适的价钱，我今天去试一试，要是卖的可以，以后猪头我也在你这里拿。那是当然，都是兄弟，算你2毛9一斤，我就赚个跑腿钱。现在的猪头并不受欢迎，不然也不能和肥肠一个价格。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们不会做，加上猪头上的肉也少，感觉大部分钱都是卖骨头。对了，叶老弟，你瞧我这个记性，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你最近是不是被人盯上了？熊哥，这话从何说起？这肥肠一般都很少有人买，买也就是买一点。我做肉摊生意这么久了，就你第一次买20斤，所以我印象很深。但是今早刚出摊的时候，有个大哥也要来买20斤。叶小飞听了这话微微挑眉，是谁心中已经有了猜测。那熊哥你卖给他了吗？肥肠不好卖，我每天就进你一个人买的量，哪里进得有他的？但是我看见他去其他几个肉摊上买了好几斤，但是肯定不多。熊哥，你放心，不管我以后进多少货，都会从你这里拿，但是你也只能供应我一个人的货。叶老弟，我也是看你是个人才，所以才愿意跟你合作。你看你每天进货的量都在稳步提升，可见是个有生意头脑的。我不可能傻到把货给别人，断了你这个大客户。听到这话，叶小飞这才满意。现在他还不算太正规，等正规之后，这事还要有个保障才行。飞哥，你咋拿2个这么大的猪头回来？这东西能卖得好吗？你难道还不相信我的手艺？这猪头肉做下韭菜可不比卤肥肠这些差，而且缩水还不严重。今天2人出去的早一些，叶小飞做了快80斤的卤肥肠和大半盆拌好的猪头肉。果然，旁边卖烤红薯的那个男人也一样卖起了卤肥肠。真是天真，以为尝一下我的卤肥肠就能复刻出同样的味道了吗？很快，工人们下班了，看到叶小飞新做的猪头肉，顿时眼睛发亮。兄弟，你这是什么肉啊？多少钱一斤？闻起来真香。哥，这是凉拌的猪肉，价格是2块5角一斤。给我来1斤尝尝。好嘞，哥，我再给你抓点算是送的，吃的味道好再来啊。我也要1斤，给我多打点油。你的卤肥肠也来半斤。好嘞。卖卤肥肠喽，又香又好吃的卤肥肠，只要1块8一斤。听到中年男人卖的卤肥肠只要1块8一斤，等着排队的不少人都过去了。众人一看他的卤肥肠一点油水都没有，立马嫌弃道：“你这肥肠怎么看起来水汪汪的，一点都没有油水？”是呀，都没有香味。人家隔壁那个老板的卤肥肠隔着老远就闻到香味了。都是卤肥肠，吃起来肯定都是一个味儿，就是我这个没那么辣，味道都是一样的。众人尝过之后，撇了撇嘴，又继续回叶小飞那里排队去了。最后叶小飞那边3大盆子都被一扫而空的时候，中年男人那小盆子里还剩下很多没卖完。收摊之后，叶小飞让方恒先回家，而他自己决定去做个招牌，随意找了这家店铺。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林老师，真巧啊，这家店是你们家的吗？对呀，是挺巧的。你是要来做什么东西吗？我想做一块招牌，名字就叫十里香卤味。林老师拿出一块板子，用显眼的笔在上面写好字，一块显眼的招牌就做好了。你看看这个效果行不行？做得很好，下次不要再做了。哈哈，开玩笑的，我很满意。这个一共是多少钱？就是举手之劳，不用给钱。叶小飞看着这家店的装潢，就知道林老师家里也并不宽裕，拿出2块钱放在桌上，急匆匆拿着木牌就走了。林老师，谢谢来啊。有了这个招牌之后，他第2天就带着这个招牌出摊了。老板，你这名字取得好，可不就是十里飘香吗？我们在厂里都闻到你这卤肥肠和猪头肉的香味了。大哥大姐们，你们喜欢吃就好。我做的肥肠和猪头肉都是早上才新鲜宰杀的，又下了好多咱平时舍不得的油水和调料，辛苦1天了，买回去尝尝，这才是滋润日子嘛。这话说进了大家的心坎里，他们每天辛苦上班，下班了吃点好的怎么不行？当即又是围着买东西，也都知道了十里香卤味这个名字。而旁边卖红薯的那个中年男人嗓子都喊哑了，面前的卤肥肠照样无人问津。接下来2天，叶小飞从熊哥那里拿的货越来越多，猪头从1天4个到1天6个，每天能凉拌70、80斤，卤肥肠1天也有100多斤，这么多，光是在工厂卖显然不行。所以下午的时候，叶小飞会单独骑着自行车去别处卖，晚上再去厂门口。短短2、3天时间，加上之前的钱，存款就达到了近800。飞哥，这些钱是不是够你娶媳妇用了？这些钱在别人看来挺多，但是贺家人不一定看得上。这倒是，贺进家爸妈都是职工，想娶他家的女儿，800块钱不一定够用。飞哥，要不然你就换个女的娶，反正都是女的，都是一样的。滚蛋！我只喜欢小静，别的女的能比得上小静吗？确实比不上，我还没在龙华公社见过比贺静家更漂亮的人。大恒，你觉得我们这个卤味如果开店，开在哪里比较合适？飞哥，你的手艺这么好，开在哪里都不愁卖，香香辣辣的，让人一闻就有食欲。叶小飞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但是龙华公社的人流量有限，开店的选址必须高超厨艺的我仅用10块就在短短几天内赚到了800。眼看生意越来越好，我当即决定开个铺面，以便我把卤味卖往全国。为了找到一个好的铺面，第二天我去拿货的时候问了熊哥一嘴。哥，我最近想找个门面开店，但是对龙华公社并不是特别熟，你这边有没有认识的熟人想把房子租出去的？必须是底楼。叶老弟，你这话问对人了，要不怎么说咱们俩有缘呢？我老丈人家里就有房子要租，而且那房子还好，进面差不多3米，很宽，卖东西最好了。那房子在哪儿？哥，我是做生意，要是客流量太少了也不太好。你尽管放心，哥还能骗你。我老丈人以前是那边制鞋厂的主任，这是厂里分的，那房子挨着厂，平时工人下班都要走那里过。龙华公社找不出几个比那边人更多的了。走，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看到房子的一瞬间，叶小飞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不但位置好，空间还特别大，最主要的是后面还有一个院子。叶老弟，对这满意吧？满意，非常满意。熊哥，这房子我决定租下来，租金的事咱们商量一下。叶老弟，我们关系熟，这房子租金就不给你说虚的，1个月4块钱，你看看能不能接受？熊哥，你为人厚道，肯给我行这个方便把房子租给我，但是我得了你的好处，却不能太不厚道，这个价格太低了。自家兄弟这么客气干嘛？我这也是有私心，想着你以后肯定不止这点成就，要是有什么拉拔一下哥，大老爷们儿纠结那些做什么？叶小飞心里感动，有这样一个厚道的供应商，他做这个生意心里也更有底气。熊哥，我现在要扩大规模了，你供应的货量怕是还要往上涨一涨。那明天你要多少斤？我这边都尽量供应。明天我要200斤肥肠和10个猪头，如果可以的话，熊哥你尽量给我送到店这里来，以后说不定我还需要其他的。熊哥一口应下。自从他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屠宰场那边有多少货都是先供应他。屠宰场一天杀的猪不少，叶小飞要的量一点不成问题。熊哥走后，叶小飞又去叫上方恒来把这边打扫了一遍。大恒，你看现在卤味卖的这么好，如果让你单独卖，你感觉能不能胜任？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但是卤味生意这么好，我们2人一起忙才最轻松。我也是为你着想，卤味就是吃个新鲜味，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我就给你供应一些货，你四处拿着出去卖，本钱给我，赚了的钱是你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必须也要叫10里香卤味，这个是咱统一的名字。行，我的。方恒直接就答应了。叶小飞一天能赚几百块钱，说不眼热是假的。他没有自己好兄弟这么聪明，那就跟着聪明人的意见办事。小飞吃肉他喝汤，这个要求不高吧？好，就是要有魄力才行。到了下午，叶小飞还是继续去摆摊，并且告诉每位客人，以后可以直接去店里买。旁边那个竞争对手已经没有再做卤肥肠，又重新做回了烤红薯的生意，所以如今这条街道上只有叶小飞一家卤味。小伙子有本事，有一门这么好的手艺就不说了，而且更难得的是有拼劲。就是，要是有媳妇帮你就更好了。叶小飞认识这个大娘，姓蔡，是制鞋厂快要退休的老员工。媳妇确实想有，就是不认识人帮忙说。蔡大娘顿时眼睛一亮，说梅可是她的强项。你看上哪家姑娘了？哎呦喂，小伙子，你这算是说对人了，不是大娘吹，我在制鞋厂不知道撮合成了几对夫妻了，小日子都过得蜜里调油，不管是家里人还是他们都满意的很，挑不出错来。叶小飞和他说这话本来就有这个意思。蔡大娘的身份是工人，去双职工家庭说媒也合适，要是能请动她去贺家，自然再好不过。大娘，我就是有一件事要求你。随后叶小飞便把情况说给了蔡大娘听。小伙子，你尽管放心，你这条件不差，人又精神又俊，明天你准备好见面礼，跟着我一起去，大娘保证让你如愿。虽然城里没房子，但是蔡大娘知道叶小飞一天能赚个上百，帮这样的男娃说亲，蔡大娘一点都不带担心的。第二天就底气十足的去了贺家。你们来是有什么事吗？大妹子，我这是带着小飞上门提亲来了。大姐，我们女儿还不急着嫁人，你们快走吧。大妹子，你别着急啊，嫁汉穿衣吃饭，好女是不愁嫁，但是现在的好汉也不多，你可不要让女儿错过好姻缘。阿姨，我之前在学校那会儿还不懂事，但是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如果您能同意小静嫁给我，以后我保证让她一辈子都不吃苦，只享福。贺妈低头一看，叶小飞拿来的都是时下最受欢迎的糕点，甚至还提了一瓶他家老贺最喜欢喝的酒，价格是他小半个月的工资。这一堆东西加在一起，少说也有60-70块钱。若是在乡下娶个媳妇，这些钱都够了。而且看着叶小飞的确比上学时候看着帅气端正多了，脸色也缓和了许多。你买这么多东西来做什么？问虽然这么问，但还是让他们进门了。进门后，贺妈低声的向贺爸解释了2句。贺爸一听这是要来娶自己女儿的，顿时更仔细在他身上来回打量。你是做什么的？大兄弟，小飞这人行啊，在我们厂门口开了一家卤味店，生意特别好，一天能赚上100块，你们女儿嫁给他错不了。贺妈贺爸顿时惊了，一天就赚上100块，他们2口子1个月的工资都才这么多。小飞是吧？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生意的？什么时候做的？
贺叔，我就是觉得现在大家的日子都越来越好了，对生活和入口的食物要求都会越来越高，所以2周前才想着摆摊去做，后来越来越好，就想着开店了。不怕您二老笑话，我做这个也是想着，要是能赚钱，就能给小静更好的生活，让她嫁给我享福，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就像您二老一样宠着她。此话一出，贺爸贺妈眼神中也微微动容，他们就一个女儿，当然希望她能嫁个对她好的人家。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大妹子，这种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小飞每天赚那么多，对你们家女儿也上心，嫁了人有合适的房子，还怕买不起吗？小飞，阿姨知道你现在有出息了，挣的钱也多，但是我和你叔叔2个人，就小静这么一个女儿，我们2个人劳累了一辈子，都想着她能过得好。而且我们小静现在也马上有正式工作了，也不差。虽然说你能挣钱，但是你现在在公社也没房子，我也不太放心能把女儿嫁给你。贺静家一毕业，家里就找关系将她送进了食品厂，就等着几天后去上班了。妈，你说什么呢？我就愿意嫁给小飞，哪怕没有房子我也愿意。贺妈直接气得倒仰，她是为了谁啊？还没结婚，女儿就被叶小飞吃得死死的，以后要是结了婚还了得？叔叔阿姨，我虽然在公社没有房子，但是以后如果有房子买，我能随时买下来，而且我不会让小静没有地方住的。我在老家有一块宅基地，我会请工人去盖房子，过渡这一段时间。至于小静上班远，我给她买一辆自行车，有空的时候一定会接送她。小飞，你能考虑这么多，说明你确实对小静有感情，这门亲事我就同意了。我们家小静的标准不高，3转1响必须要有，其他的你看着来，反正不管你这边拿多少，我们这儿都还回去，还添嫁妆。叔，这些我都能办到，但是我就一个要求，我想这婚期定得近一点。你想好近？下个月。贺爸贺妈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就连蔡大娘都面露疑惑，但想着小伙子着急娶媳妇也正常，所以也帮着说好话。大兄弟大妹子，人家小飞都说了，彩礼和房子都没有问题，反正以后他就在公社做生意，结婚了也是多个儿子孝顺你们就同意了吧？小飞，这是我们给你个机会，半个月你要是能把你许诺的这些事情办到，那我们就双方父母见面，定下来婚期。叶小飞大喜，连忙谢过贺家爸妈，出来的时候对蔡大娘也感谢了又感谢。跟大娘客气啥？我就是看着你是个好小伙，觉得你肯定错不了。话虽然这么说，叶小飞晚上专门送了卤肥肠和猪头肉各1斤给这个蔡大娘。蔡大娘心里一贴，觉得自己这个忙帮的不错，小伙子是个懂得知恩。我利用前世高超的厨艺卖卤味赚钱，为了做大做强，早点娶上媳妇，我决定找一些加盟商帮自己卖货，实现合作双赢。正当我想着要怎么去找人之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惊喜的声音：小飞，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我就是出来看看。大娘，你家住在这里啊？对啊，哎呦，可真是巧了。小飞，你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坐，大娘给你端杯水喝，还多亏了你今天送的卤肥肠和拌猪头肉，家里2个小娃子都喜欢吃。蔡大娘硬要他进去坐着唠唠嗑，叶小飞想着这会儿也确实没什么头绪，就跟着大娘一起进了他家里。振东媳妇，快点出来，家里来客人了。叶小飞在一家人的盛情款待下入座，看见桌边放着不少花生、瓜子、零嘴，全都是大袋装，不由得愣了愣。叶兄弟，这些都是我卖的杂货，没有挡着你吧？没有，振东哥，我怎么没有在龙华公社看到过你？他哪里是在龙华公社卖，他是在隔壁的田家坝公社卖，每天走去卖货，风吹雨淋的。叶小飞心下顿时一动，田家坝公社就在龙华公社的隔壁，又恰好是自己没去考察过的地方，而且林振东本身又是个做生意的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比较合适。振东哥，你觉得我做的卤味怎么样？非常好吃，兄弟，你这手艺真不是盖的。那如果这些东西拿去田家坝公社，哥你觉得好不好卖？肯定好卖啊，兄弟，你放心，你这卤味这么好吃，要是拿到田家坝公社去，很快就能一抢而空。那边的人基本上都下重力活，最喜欢荤腥。那要是拿给你去卖呢？林振东顿住了，看着叶小飞的眼神有些猛。蔡大娘倒是瞬间眼神一亮，知道叶小飞是有正事要给自己儿子商量，连忙带着儿媳妇去了院子里，把空间完全留给了2人。兄弟，我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吧，兄弟，你明天跟着我一起去田家坝公社，我带你去认认路，你就知道哪些地方客人多了，保证生意好。哥，我是想和你谈合作，我本身在龙华公社有店，我是打算让你去田家坝公社帮我卖，我给你提供货，给你一个拿货价，你拿着卤味去卖，赚了多少钱都是你自己的。我一个人跑不转周围这么大的摊子，必须要有合作伙伴。兄弟，既然你说合作，我也愿意和你合作，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卖这样的货，你明天先给我一批，我去试试，要是我卖得好，我们以后就这么合作。好，哥你也是个爽快人，蔡大娘经常在我那里买东西，你应该也知道我的价格，但那是零售价格，我给供销商的价格是统一定的供货价格。卤肥肠是1块8一斤，拌猪头肉是2块2一斤，
林振东没什么意见，算下来卤肥肠给他们优惠了2角钱，凉拌猪头肉优惠了3角钱，一斤能有2-3角钱的利润，这可比他卖杂货赚钱多了。叶小飞停在院子里的自行车后面绑着一个盆子，里面有差不多5斤左右的拌猪头肉和卤肥肠。林振东称重后，便准备按照叶小飞说的价钱付款。林哥，你不用这么客气，大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感激还来不及。这些货你明天先拿去卖，卖了后再给我结账都行。如果卖不出去有剩，也可以退给我。行，既然兄弟你这么信任我，我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我敢肯定，这货在田家坝公社卖得很好。两人又说了2句，叶小飞才离开这里。如今有了娶媳妇的动力，叶小飞干劲十足。随后又去熊哥那里增加了拿货的量。当熊哥听见叶小飞将肥肠要到了300斤，猪头的量也要15个往上之后，脸上的神情只能用惊愕来形容。叶老弟，你买这么多东西，真的能全部卖完吗？之前在家里做好拿去卖，效果肯定大打折扣。现在有了自己的铺面，只要卖的时间拉长，然后再做好宣传，以后卖的量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叶老弟，你放心，你要的货我都尽量给你安排好，不耽误你的生意。熊哥，从我做生意开始，就一直在你这里拿货，你也帮了我很多，我心里都感激你。你的货质量都很好，但是现在每天的供货量上去了，如果哪一天断货，对我的生意影响很大，所以咱们必须有个保障。还是老弟你考虑的周全，那你说怎么才算是保障？好，还是熊哥明事理，既然咱们都说开了，我就直言不讳了。咱们合作共赢，以后我说不定还需要蔬菜供货商，反正生意肯定少不了。我对这些的要求就只有2点：第一，你的货只能供应给我，不能再和其他人合作；第二，这些货的质量都有高，如果不高，这一天的货我可能会不要。这2条都是叶小飞历来对合作原料商最基本的要求，目的就是为了真材实料，食材新鲜，这样卤出的卤味才能好吃，不管从味道和口感上都能碾压别处。没问题，这些都是行内规矩，兄弟你放心。熊哥，口头答应不算数，白纸黑字才算，还要写好如果没办到的违约金。叶小飞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合约给熊哥看，熊哥识字，接过这张合约大致浏览了一眼，脸色微微一变。叶小飞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违约，他们将赔偿违约金800，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叶老弟，我们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性格脾气，这种合约就没必要了吧？有必要，熊哥，如果咱们合作友好，这就是对你的保障，我不能停止和你的合作。如果咱们合作不好，这就是对我的保障，弥补我的损失。只要咱们通力合作，你不会有任何损失。说是这么说，道理谁都懂，只是想着800块钱这么大的金额写在这张纸上，熊哥心里就不自在。但想到屠宰场有关系能供应货物的猪肉商又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但是出手这么大方，要货这么多的客人可不多，熊哥也接受这个合约。叶老弟，你做生意实在是太精明了，怪不得能做这么好，真是天生的生意人。熊哥，这只是基本的保障，以后我们合作共赢。从熊哥家里出来，叶小飞直接去了林老师家的店里。这一次他不仅要做招牌，还要做一些这个年代还未出现的汤。经过我高超的厨艺一顿操作，就能以10倍的价格高价卖出。靠着这门手艺，我不仅开了店，还收到了一个漂亮的媳妇。为了能赚更多钱，早点走上人生巅峰，我决定设计一些这个年代还没出现的传单。叶林哥哥，你上次给的钱实在是多了。林老师，我叫叶小飞，我这次来还有东西要做，这些钱说不定还不够，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你想做什么？还是招牌吗？不只是招牌，我要做一个竖着的大招牌，还要做一些传单。传单？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宣传店铺的纸，可以人手一张发在别人手里，别人看了之后就知道上面是什么店，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还可以知道哪些是招牌。如果是认识字的年轻人看见你说的传单，肯定认识，但要是发给不认识字的人，是不是就没有效果？所以就要麻烦林老师一件事了。什么事？我听我妹妹说过，林老师的画画也很厉害，不如就把门面画下来，然后打印在传单上。行，你等我下，我去拿纸和画笔。拿好东西，林老师就和叶小飞一起去了他的店里。随后叶小飞让他坐在外面等着，等会做好了之后抓取满意的场景画下。说完之后，他又去后院和方恒一起清洗肥肠和猪头。飞哥，你上哪找的这么个大美女？该不会是你背着和进家的相好吧？去你的！这是我妹妹的老师，咱们新店开业必须要做点宣传，我让这位老师来画下咱们店里的景象，到时候好做宣传。你整天都在想什么？方恒一听是老师，顿时闭上了嘴。他平生最害怕的人除了自己爷爷，就是老师。叶小飞忙到卤味出锅的时候，工人已经下班了。大家都知道10里香卤味搬到了这里，一下班就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林老师没想到叶小飞的店生意这么好，看着这么多人哄抢，瞬间有了灵感。他停滞许久的画笔总算落到纸上，流畅的勾勒起来。图大概明天下午就能画出来，到时候我设计好了拿来给你看。行，那就辛苦你了。等到傍晚，叶小飞又去了蔡大娘家。小飞兄弟，你可算来了，你都不知道，今天我带着卤肥肠和凉拌猪头肉过去卖，生意有多好，大家没一会儿就抢完了，还有好多人都没买到。
哥，不瞒你说，我对我自己做的卤味就有这个信心。你考虑好了的话，咱们就合作，到时候田家坝公社那边的卤味就由你来卖。兄弟，你的货这么好，还需要考虑什么？肯定要合作。你是不知道，刚拿去，比我卖了这么久的杂货都卖得好。老弟，这是昨天的成本钱，我这次要拿50斤的货，拌猪头肉要30斤，卤肥肠一共20斤。哥，这次我这边只能供应你差不多30斤。叶小飞面露难色，他明天要回趟村，卤味数量不多，而且自己也要卖，能供应出去的货十分有限，所以自行车上只带来了30斤，不比昨天多多少。小飞，还能不能再多点？30斤实在是太少了，就算你拿40斤给我也行啊，这么少，一去他们就抢完了。哥，这次是我自己家里有点事，所以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我明天多拿点货过来，你说多少都行。行，小飞，你明天给我预留个60几斤的样子，卤肥肠和凉拌猪头肉都是下酒的好菜，大家都喜欢的很。没问题，哥你放心，明天保证按照你说的量做。既然咱们决定合作了，有些事情我们就要商量一下。昨天是我们刚准备合作，所以卤味我是直接拿过来给你，但是你也知道，做生意一般都要提前给本钱。那是肯定的，小飞你放心，我本身也是做生意的人，这些规矩我心里都清楚。哥，你是做过生意的人，和你说起这些就是方便。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要求，我想把我的卤味名号打响。田家坝公社那边我暂时还没有心力去开店，但是要让那些买主都知道这是10里香卤味。我到时候会做一个招牌，哥你去卖卤味的时候要把招牌放在边上，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卤味的名字。见林振东面露犹豫，叶小飞继续说：哥，我的手艺你已经尝过了，将来不可能一直是这个规模的，迟早会开分店做大。你在田家坝公社把名号扩大，以后田家坝公社如果要开分店，我也只会和你合作。这就是明晃晃在抛橄榄枝了。林振东不傻，一听这话，心下就是一动。从昨天卖卤味就能看出来，卖这个卤味非常有前途。要是以后真如叶小飞所言开了分店，赚的钱绝对不少。行，小飞，我就按照你说的办。你有空了就把招牌带来，我去田家坝公社的时候就拿上。哥你放心，我明天来送货的时候就把招牌给你带来。那就行，小飞啊，你放心，招牌的事我保证按你说的办。这是这2天的本钱，一共是180块钱，你数一数看看对不对得上。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兄弟，我相信你的为人，明天我就把货给你送过来。两边人既然要合作，这些事情上肯定不可能弄虚作假。等叶小飞回到铺子，方恒恰好也回来了。飞哥，今天我去了工地上，你都不知道这些卤味有多抢手，那些工人都抢着要，带了20斤，根本不够卖。方恒的脑子也灵活，知道去工地上叫卖，看到他也赚了钱，叶小飞很为他高兴。飞哥，明天我要50斤的货。叶小飞答应了，虽然他准备上午回春树庄，但是要办的事很快就能搞定，下午做出来1天需要的货没什么问题，实在不行就自己少卖点。转眼到了第2天，一早叶小飞就回了春树庄。回村后没有先回家，而是先去了村长家。小飞，你这次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不瞒你说，村长，上次我跟爸妈分家的事村支书也知道，当时就说老房子的宅基地归我，我现在要在宅基地上重新修房子，来找你批准一下。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点肉就当是给我几个侄子吃点好的。村长、嫂子，你们不要嫌弃。村长儿媳妇睁大眼睛仔细一看，叶小飞手里的那块肥肉得有2斤左右，而且几乎全都是肥的。小飞，你说这些就见外了，这么好的东西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嫌弃？现在你可是在城里有大出息了。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你直接去修就行了。多谢村长，不过还有一件事，我要请村长帮忙。我这房子确实要修，但是找不到什么工人，我就想着问问咱们村里有没有人愿意来修房子，我1天给1块钱的工钱，再包2顿饭。小飞兄弟，你这话就找对人了。你勇哥最近没有活干，他就可以去帮你。有勇哥我就放心了，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多找点人，别的不说，每顿来点荤腥也行的。小飞兄弟，这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嫂子帮你问一下。有王春梅帮着操心这件事，叶小飞就放心了，骑着自行车回到就吓得站不稳腿，再看到小伙掏出一把钞票，更是直接跌倒在地。小飞，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原来小伙之前是出了名的懒汉，2个嫂子不满便和他分了家，这才几天不见，小伙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这可把亲妈吓得腿都软了。小飞，你哪来的钱买自行车？这个该不会是你偷的吧？咱可都不兴做这样违法乱纪的事。妈，这都是我在街上自己赚钱买的。你做啥呀？这么赚钱？这自行车怕是要不少钱吧？你跟妈说实话。妈，你不用担心，我说的就是实话。我在街上摆摊挣的钱，每天挣的都不少。这些猪肉也都是我买来孝顺你们2老的。进门后，叶小飞又掏出一大捆钱，其中有零有整。妈，你看，这些就是我赚的钱，我没有骗你。刘月香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吓得呼吸都快停住了。但是这些钱有零有整，
说明儿子应该不是骗自己的，应该真的是他在公社摆摊赚的。这么多钱拿出来做什么？快点收起来！妈，你这下放心了吧？我没有骗你。放心了，放心了，我们家小飞有出息了。你休息休息，我去做饭。你哥嫂他们下地去了，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叶小飞坐在屋子里，还没缓一会儿，外面就响起了王凤的大嗓门。哎呦喂，这是谁的自行车停在我们院子里了？妈，咱家是来什么贵客了吗？这是谁的自行车？是小飞回来了，这是小飞的自行车。妈，你是不是大清早没睡醒还在说梦话？这咋可能是老三的车？他一天什么都不干的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自行车？就是啊妈，你知不知道自行车要多少钱？至少都要100几，咱们几年不吃不喝都不一定攒得下来，老三怎么可能买得起？怎么就不可能了？小飞脑子灵活，会赚钱。这次给我和他爸带了好几斤大肥肉。外面这么多人说话，叶小飞当然不可能装听不见，就从屋子里出来了。爸、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老三，妈说这自行车是你买的，说你还买了大肥肉拿回来，真的假的？出去几天不回来，你就这么厉害了？是我买的，大嫂，你也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老三，这人可不能撒谎偷盗，你这自行车要是偷回来的，大嫂劝你趁早还回去。你不信可以去龙华公社打听一下，现在自行车也不是家家都有，不要自己没本事就说谁都没本事。王凤被气得一噎，眼神惊疑不定，难不成叶小飞真有这么大的本事，真的只凭借自己就买上了自行车？小飞啊，你在公社做什么生意这么赚钱？这自行车要不少钱吧？没什么，就是小生意。我这不是想着你这么出息，带一带你二哥吗？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说是吧？二嫂这话真是搞笑，既然都分家了，这些事情也不能拎不清楚。秦美丽一肚子话就这么被堵了回来，吃饭的时候看着几个平日里难得吃到的肉菜都没有胃口。爸妈，我这次回来是有事情要和你们商量。老三，你有啥事就直接说。我准备娶媳妇了，坎上的老房子住不了人，所以要修新房子。谁家的姑娘啊？是哪的？老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都已经分出去了，当初是你当着村支书的面说了的，你只要砍上老房子的宅基地，其他什么都不要。现在你难不成还想让爸妈给你出钱修房子？老三，重新修个房子不是小数目，家里现在确实也没有能力帮你再修个房子了。谁说我要让你们出钱？我自己挣钱修房子，只是我在公社不方便经常来回，所以想请爸帮我盯着工人，工钱不会少了的。阴阳怪气些什么呢？我给我自己的儿子看着，哪里要什么钱？老三，你这是要请工人给盖房子？爸的岁数这么大了，不如就让你两哥哥去帮你看。叶父叶兆丽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下地很能下力气，他去帮叶小飞看房子不要工钱，损失的还不是他们。但要是让叶大哥和叶二哥去，叶小飞就是不拿工资都说不过去。不用了，我已经和村长说好了，让勇哥来帮忙看好工人，爸只需要在边上盯着就行了。大哥二哥还要下地，爸你考虑一下吧。叶小飞可不上当，说完就直接起身去了院子里。王凤气得不行，在桌前坐着骂道：还说什么一家人，宁愿请别人都不愿意请自家人，胳膊肘往外拐，真是白眼狼。够了，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叶兆丽脸色铁青，之前迫不及待要分家的是他们，现在看着小飞有出息了，骂小飞不帮忙的也是他们。叶兆丽骂完儿媳妇，又走到院子里，同意了帮忙看房子的事，还专门问叶小飞有没有想好修什么房子。要修砖房。你长大了，别和你那两个嫂子一般见识，过好你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修砖房的话，砖的事情你要上心。梨花公社那边好像有砖厂，你有空的时候在那边去问问。叶小飞点点头，若不是他爸告诉，他还真不知道砖厂在梨花公社那边。看来有空的时候要去梨花公社一趟了，正好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商机。想着到处的订货，叶小飞又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回了龙华车，小伙便冲上去直接把人撞倒，还对他破口大骂。这一幕可把周围人吓得不轻，要知道被撞那人可是厂主任的儿子。原来小伙刚刚来接未婚妻下班，就看见男人在骚扰自己未婚妻。小静，已经下班了，你一个姑娘走回去会不会太累了？要不然我骑车送你回去。徐大哥居然还有自行车啊！我早就买了，想着上下班方便一点。厉害了，徐大哥，这自行车可不是谁都买得起，你居然这么早就买了，有这个上下班就省时间了。小健，你可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拒绝徐大哥的一片好意。你既然对这件事这么心动，要不然你坐上去，让他把你送回去。小静，你开这个玩笑做什么？徐大哥说了是想送你。贺静佳一言不发，直接加快步伐想越过他们。徐瑞江连忙伸手去拉他，眼看着他的手马上就要拉住贺静佳，这时候叶小飞突然从另一边过来，直接将他往后用力一推。谁给你的胆子骚扰我媳妇？手脚这么不干净，怎么不把手砍了再来上班？你是不是活腻了？
我还想问你是不是活腻了？大街上你敢随便去牵别的女同志，谁知道你是不是作风不良？抓到公安局也要定你个流氓罪。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不过就是个没本事的小混混，老子1个月工资你知道多少钱吗？人家徐大哥是主任的儿子，1个月工资50多块钱，他是你1年都存不下来这么多钱吧？不说别的，那自行车就不是人人都能买的。贺静佳，你不要太傻了，要是错过徐大哥，够你后悔一辈子。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我一天挣的钱比你1年还挣得多，哪来的自信惦记我媳妇？50块钱的工资也好意思拿出来充大款？你简直吹牛不打草稿，你是印钱的吗？一天能赚600块，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牛皮都吹到天上去了，一天挣600块钱，你怕是做梦吧？做梦也要实际一点。你真要这么能挣钱，我徐瑞江就跪在地上用脸给你擦鞋。老子不稀罕你用脸给我擦鞋，没脸没皮的人哪里配？我嫌你脸脏，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天，就真以为世界就是自己面前的1亩3分地了。我告诉你，别想着用你爹的职位招摇过市，很快你就没这么嘚瑟了。嫉妒你就直接说出来，我知道你没有正式工作，嫉妒我工作好，你就是在奋斗8辈子都达不到我这高度，就是在眼红也没用。是啊，有些人自己没什么本事还不承认，徐大哥可是有自行车的人，还能随时给小静买零食吃。可不是嘛，口口声声这样看不起那样看不起，不知道有什么本事。见此，叶小飞嗤笑一声，也没心情再跟徐瑞江和罗芳2人在这里扯皮，直接带着贺静佳走到一边的自行车旁。小静，我给你买了点东西，你看看这些东西合不合胃口？罗芳直接瞪大眼睛，刚要说的话全部吞了进去。徐瑞江也不可置信瞪大双眼，不是说贺静佳的对象没有工作是个无业游民吗？那为什么他买得起自行车？小飞，今天闹得这么僵会不会不太好？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了？小静，你不用担心有没有彻底得罪他们，要是今天软弱了，以后他们就还敢故技重施。要是以后你上班不开心，你就在家里不用去上班了，别带着咱们的孩子整天去劳累。你男人现在一天赚的钱不少，你天天在家里帮我数钱就行。哪能一直在家里数钱？你又在说笑了。叶小飞一笑，现在他的规模还不大，每天暂时只能挣600块钱，但要是按照他的愿景扩展，以后的钱只会越来越多，到时候贺静佳不就是只需要坐着收钱？小飞，你明天还来接我吗？我明天来不了，我后天来行不行？叶小飞明天有事，他要回春树庄，问王春梅有没有把工人找齐，而且还打算去梨花公社看一下砖厂的事，要建砖瓦房，需要的砖可不是小数目。好吧，那你后天一定要来啊。我肯定会来的。等叶小飞回到铺子的时候，方恒已经把肥肠卤好了。卤肥肠的步骤操作很简单，最重要的其实是卤水的制作。大恒，我先去给人送趟货，你吃饭了没？吃了，那你快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吧。行，对了，我明天还得再回去一趟，这里就多麻烦你了。等回来我就去招2个人，到时候就不用这么累了。好，明天的卤水够了，没有问题的。叶小飞从铺子里出来，就去了林振东家。他的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大盆子，里面装着昨天连夜做的60斤卤味。小飞，你可算是来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哥，咋了？小飞，你都不知道昨天的生意有多好，30斤卤味，我刚到就抢完了，还有好多人都没抢到。今天跟我预定的都有差不多60斤，我就怕你今天不来，我交不了差。哥，你就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那就肯定会来。小飞，我当然相信你的为人。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你商量，明天我这边的卤味供应要到100斤，你这边能不能给到？这么多，大哥，你确定要100斤吗？我确定，小飞，你完全不用担心，田家坝公社的人都喜欢得很，我感觉别说100斤，以后说不定能爬上200斤。哥，你有这个魄力，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又聊了几句，叶小飞便回去了。转眼到了第2天，一早叶小飞就直接骑车回了春树庄，直奔骑了下自行车就被村民骂个不停。不就是有一辆自行车吗？就大路朝边眼睛望天了，不知道得意什么。就是平常在家里躺着无所事事，突然就买了自行车，不算，还要盖房，谁知道这钱的来路正当不正当？美丽，你们说是吧？谁知道呢？反正我们都已经分家了，他要真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那也不关我们的事，就等着慢慢看吧，迟早他要跌个大跟头，到时候别想来赖上我们。面对村民的议论纷纷，叶小飞不以为然。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自行车可不是谁都买得起的，为了娶上媳妇，他还要在村里盖砖房。一个出了名的穷逼突然变得有钱，怎能不遭人嫉妒呢？小飞，你回来的正好，那天你吩咐嫂子的事我可上心了，这些都是我们找出来的人，你看下行不行？多谢嫂子了，这些人都行，就是不知道大家修不修得来砖房。砖房和平常的房子差距也不大，以前我也跟着人家学过，就是砖的数量要不少。这个没问题，我很快就能把砖拿回来，
这几天你们就把老房子拆了。嫂子，你也知道我没时间给大伙煮饭吃，以后我把东西给你送来，辛苦你给大家伙做吃的，我到时候也按天给你发工资，但是没有勇哥那么多，一天只有1块钱。小飞，你说的可是真的？嫂子，肯定是真的。那好，小飞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就包在嫂子身上，保准让你不用操心。我这里每天包2顿饭，都会有荤腥，每天的工资是1块钱，唯一的要求就是大家认真干活。我这个人平时很好说话，但前提是房子一定要修得好。小飞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保证认真干活。在村长家吃了饭，叶小飞又骑着自行车回了爸妈家。小飞，早就听说你回来了，中午去哪儿了？哼，还能去哪里？肯定是去村长家吃饭了。胳膊肘朝外拐的家伙，有点啥好事都朝着别人家里送。要不是看在你现在身体不方便的份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口口声声说我胳膊肘朝外拐，你却阴阳怪气，不把我当自家人，你又怎么解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宽容。如果以后我再听见你在我面前嚼舌根，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老三，你大嫂就快生了，你注意你自己说话的态度。大哥，我是来找爸说事的，而不是来这里吵架的。但对于你媳妇的容忍，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你是个男人，要学会把自己的媳妇管好。撂下这句话，叶小飞没再继续和他们吵，又和父亲说起了看房子的事。我知道了，到时候砖送过来，我有空多去上面转转。爸，这些钱你都拿着。老三，我是你亲爸，我给你看房子不是应该的吗？你这是干什么？爸，我给那些工人的工资是1天1块钱，这些钱不多，你也跟着一起去看，肯定不能少了你的。说完，叶小飞硬把这钱塞进了叶兆丽的口袋里。如果你不愿意拿工资，就当这是儿子孝敬给你的，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谁都不能给你看脸色。这话一出，叶兆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老三这是担心前头2个儿子给自己脸色看，故意在他们面前为自己撑腰，当即把钱也收了起来。说完正事之后，叶小飞又前往了梨花公社，但是梨花公社他根本没来过，也不知道哪里是砖厂，便找了一家人问路。嫂子，你知不知道你们公社哪里有砖厂？我人生地不熟的，在这里转了半天都没看见。你是要买砖修房子啊？不瞒你说，小兄弟，我男人开了一个烧砖的小窑，规模肯定没有砖厂那么大，但是我们的砖便宜，质量又好，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的砖？嫂子，如果质量差不多，我当然愿意，但是你也知道，砖是要修房子用，质量上面我肯定有要求，要是不行，我不会贪那一点便宜的。这点你放心，我家里就码着不少我们砖窑里烧出来的砖，你去看看就知道质量咋样了。说着，那嫂子就带着叶小飞进了院子。叶小飞一眼就注意到了院子角落摆着的红砖，他拿起其中1块砖仔细看了看，十分坚硬，大小也比较均匀。小兄弟，你也看见这些砖的质量了，这砖真心不比谁的差，我也是个实诚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嫂子，你们这砖的质量的确不错，价钱不知道是怎么算的？砖厂里面1块砖卖你3分钱，我们这里1块砖就要2分5厘，砖厂的价格我们也说不了谎。要是兄弟你不相信，大可以出去问一下，砖厂就在梨花公社，我也不可能撒谎。叶小飞自然知道他不可能说谎，其实如果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他当然更倾向于买这家的砖。现在的砖厂都属于公家，根本不缺订单，自己一间房子的砖人家根本不在意，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排到自己。那如果在这里买，多久可以把砖送到？最迟3天，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送过去。梨花公社和龙华公社隔着这么远，要是途中有破损，我们还可以不要钱重新补。行，嫂子为人爽快，那我就在你这里订。叶小飞担心的也恰好是能不能送货，没想到这些事也不需要自己操心，当即就给了定金和地址，让他到时候直接送到那里去。等叶小飞火急火燎回到龙华公社之后，已经超过了平时开店的时间。方恒正满头大汗忙着招呼客人，今天他见叶小飞迟迟没回来，就没有出去卖货，而是在店里帮着卖东西。飞哥，你今天到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去了一趟梨花公社，修房子要去那边买砖。飞哥，你真牛逼！大恒，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招人。飞哥，跟我有什么好客气的？想到自己在这也不认识什么人，第2天一大早，叶小飞就去了熊哥那里。熊哥现在都是按时给叶小飞把货送到店里，两人已经许久没有碰过面了。见叶小飞突然来了这边，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小飞，你是有什么事吗？熊哥，我这会儿来找你是有件事想问问你。我最近打算找点人去我店里上班，但是我不知道咱公社要去哪里招工，主要是要找勤快肯干的。小飞，这事我只有让我老婆去妇联帮你问一问。行，熊哥，那就麻烦你了。反正我这边的待遇就是1天1块钱，包吃不包住，尽量快一点。最近事情多，店里都快忙不过来了。熊哥现在每天供应的货都能超过600斤，他现在已经主做供货这一条路了，自然对叶小飞拜托的事情格外包吃不包住。就这样的条件还有人抢着干，只赢1块在这个年代可是非常高的工资了。小飞，你拜托我们帮你问的事情有眉目了，
这2个大姐，一个姓钱，一个姓孙，都住在咱们龙华公社，平时都是家务的一把好手，手脚麻利的很。熊哥说话的时候，叶小飞也在打量面前的2个大姐，2个人的面相都老实又亲切，看起来就是本分没有花花心肠的人。又让他们试着清洗了一下盆子里的肥肠和猪头，上手也非常麻利。叶小飞顿时就决定招下他们。熊哥，从明天开始，你每天给我送100斤的素菜来，比如土豆和藕片，还有菌菇类都行。小飞，你卖这个卤味已经能赚不少钱了，素菜怕是卖不了什么钱吧？素菜不一定会比肉赚的少。熊哥走后，叶小飞又给2位大姐讲了一下流程和注意事项，随后便去接贺进家了。他并不担心钱的问题，熊哥每天送的货都有记录，他做了那么久的卤味、猪头肉和肥肠的损耗都了如指掌，只需要根据每天送货的量来推算，就知道一天能卖多少钱。要是2个大姐手脚不干净，直接辞退了就行。小静，我爸都说了，等下个星期的展销会，他会给我买1块梅花手表。你要是愿意和我在一起，到时候我就把那块梅花手表送给你。徐大哥，梅花手表的价格可不便宜，那可是400块钱，你这也太大方了，说送就要送啊！那是当然，不就是1块400块钱的手表吗？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小静，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小健，这种事情你还要考虑吗？那可是梅花手表，你只要脑子正常，都说不出拒绝的话来。你别做梦了，罗芳，你既然那么喜欢梅花手表，那就让徐瑞江送给你，别来扯上我，我嫌恶心。说完，贺进家直接加快脚步，将这2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贺进家，你不要后悔。400块钱的梅花手表都不在乎，有他肠子都悔青的时候。徐大哥，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龙华公社下周就有展销会了。是啊，这都是我爸亲口说的，到时候那上面多的是好东西，想买什么都能买到，还有外地的人会来，梅花手表和唱片机、大哥大电话这些全部都有。贺进家直接装作没听见，况且他刚出去就看见了叶小飞，直接兴奋跑到了叶小飞面前。怎么样，我准不准时？准时准时，你最准时了。小静，今天累不累？你吐吗？我不想吐，我感觉他肯定很乖。那就好，今天有没有人再让你不高兴？贺进家从来不会在叶小飞面前撒谎，于是就把刚才发生的事都说了一遍。说完，恰好这时候到了贺家门口，叶小飞停下车，拿出厚厚的几捆钱递给贺进家。小飞，你这是做什么？你快点把钱收起来，要是被人看到就不好了。那你就快点收起来。这得是多少钱啊？我不能要这么多钱。小飞，傻瓜，老婆就是要帮忙管钱啊！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媳妇管钱聚财，而且你老公很能挣钱的，我现在一天就能挣600-700，这些钱你先拿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要亏待了自己和孩子。我挣钱就是给你们用的。我们还没结婚呢。那你也是我老婆，改不了的。展销会上你喜欢的东西，直接去买就行了。那个徐瑞江如果敢在你面前再说3道4，你就拿钱砸晕他。这么多钱我也不好随便带着啊。放在哪里都可以，只要看你拿着我就高兴，自己多买点好吃的。回去的路上，叶小飞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路，那个下周就要举办的展销会，也是一个很好的销路。如果没记错的话，展销会应该都是工商局统一管理，明天我就去工商局问一问，说不定还真能抢到一个摊位。第二天一早，叶小飞特意起了个大早，去了一趟龙华公社的黑市，花了220的巨资买了2条阿诗玛。我叫文展，平时人家都喊我蚊子，你要是下次还需要什么都可以来这儿找我，基本上市面上能弄到的我都能弄到，还有一些东西要票的，如果你没有票，我这儿也能试着帮你弄一下。行，以后有需要我肯定来找你。说完之后，叶小飞便直奔工商会。小伙子，你是有什么事吗？领导你好，我叫叶小飞，这次贸然来工商会，是听说了展销会的事情，想和您谈一下合作，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面前的男人姓刘，是工商会的2把手主任。此时刘主任听他说起展销会，眉眼中忍不住带上了审视。这种比较内部的消息，叶小飞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叶小飞是吧？你说你有展销会的事情想和我谈合作，那你现在说一下你的想法。刘主任，不瞒你说，我也是在龙华公社做生意，偶然间得知了下周要开展销会，到时候顾客肯定会成倍增长，所以我想在展销会上租一个铺位，付租金都愿意。说着，叶小飞把包里的2条阿诗玛拿出来，放在了刘主任的办公桌上。小伙子，有前途啊！展销会的确还有一个空摊位，租金一天要20块钱。本来这个摊位我们想着摆一些工作成果展示，你考虑一下。多谢刘主任给我这个机会，不需要考虑，我要租下来。只是我这个摊位偏不偏？不偏，位置可以说非常好。原先刘主任他们就打算用来放工商会的成果展示，但也想过会不会浪费摊位，一直在纠结之中。叶小飞的出现刚好帮他们解决了这个纠结的点。接下来的2天时间，叶小飞非常忙，不仅要忙着制作卤味，还要布置摊位、培训2个大姐等等，这些都要他亲自出马。
而且熊哥那边的效率很高，每天大批大批的原材料送来，他也要做好质量把关，给熊哥结账。这天他刚忙完从外面回来，就见一位中年妇女在店门口坐着。老板，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不是按照你给的地址给你送砖吗？但是你们村子里的人不要我们的车进去，说是要把路压坏。是谁不要你们进去？好像说是你们村子里的村支书，说砖的重量大，要是我们一定要运过去，必须给路面维修费。你们明天再去送，我回去说一说。听了这话，中年妇女这才松了口气，又说了2句才走了。次日，叶小飞把公社这边的事情安排好，直接回了春树庄。勇哥，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事情跟你商量。我之前不是买了砖吗？让人把砖送来，但是村支书那边说要损坏路面，要让我给路面维修费。路面维修费？我怎么没听过？他真这么说的？叶小飞修房子的事是他儿子主要负责，儿媳妇也在忙这件事。村长对于这事自然是大力支持的。人老成精，他一下就听出了村支书蓄意为难的意思。是和我合作的老板亲口说的，是村支书不要他们进来。不，咱们村子里的泥巴路有什么好损坏的？下雨了走那里过，人都要踩2个坑。要按照这个说法，岂不是每个人都要给钱？小飞，这件事你就放心，你让那边的人下午就把砖送来，肯定不收路面维修费。有你和嫂子的话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这边忙，这次我特意多带了些肉和菜回来，这些就做给兄弟们吃。说着，叶小飞把这次带的物资拿出来。王春梅看着这么多肉菜，顿时双目一亮。哎呦，小飞，你实在是个太实诚的人了，这么多东西，兄弟们可是有口福了。这次的事情你就放10000个心，我们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村支书这件事，只要他去村子里宣扬一番，多的是人站在他这边。不少村民家里的人都在叶小飞手下干活，赚着1天1块钱的工资呢。那就谢谢嫂子和叔了。叶小飞道谢完，马不停蹄又回了公社，马上就要到展销会了。他非常忙，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带走自行车。重回80的我，利用如此高超的营销手段，瞬间就让我的生意爆火。抽奖免费送自行车，简直是疯了！一辆自行车要多少钱？他赚的钱怕是连自行车的本钱都回不来。就是啊，他卖的就是些吃食，一个订单才能赚多少钱？老板，你刚才说你们这里能抽奖免费带走自行车，真的还是假的？你们这怎么抽奖？我现在就可以抽奖了吗？请大家稍安勿躁，刚才我说的话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见了。我在此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活动是真实有效的，只要获得抽奖的资格，抽中了就可以免费带走崭新的自行车。怎么才能得到抽奖的资格？很简单，只要在十里香卤味店单次消费满3块钱，凭借我们十里香卤味的凭证，就能获得1次抽奖的机会。单次如果没有抽成也不需要气馁，我们还有呼朋唤友计划。假如你们带着自己的朋友来购买，满足了数额的话，你们2人都可以分别再获得1次抽奖的机会。3块钱才有这个机会，这么多人在这里，谁能保证自己一定那么幸运？抽中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啊。确实不一定每个人都那么幸运，但是3块钱也不是打水漂。我们十里香卤味绝对让每个客人都感觉物超所值。抽中自行车只是附加的福利，而且我们不仅仅只有自行车，还有鸡蛋可以抽。在这7天之中，我们的自行车是每天3辆。如果今天抽奖箱里的纸条全部被抽完，自行车全部被带走，那明天还会有3辆，天天都有3辆。只要每个客户多带几个客户来促进成交，机会是不是就会更多？旁边的箱子里，叶小飞起码放了好几千张纸条，要是1天就能把里面的纸条全部抽完，他的营业额至少都能破万。届时400多块钱的自行车算什么？谁知道你这抽奖箱里有没有写着自行车的纸条？万一你是骗我们的怎么办？欢迎广大顾客来这里打假。如果某一天我的抽奖箱全部抽完了，都没有人抽到自行车，我就送在场的所有人1辆自行车。此话一出，大家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哪怕1次没中，但只要多拉几个朋友来买，他们就可以一直获得抽奖机会。意识到这点，一群人就打了鸡血一样，全都争先恐后扑向十里香卤味的售卖区域。这是卤肥肠吧？你们这里标志2块钱1斤，我要2斤。凉拌猪头肉闻起来真香，我要2斤。你们卤素菜给我来个2斤吧，再要1斤卤肥肠。大家都有序一点，不用着急，奖品都在这里放着呢，不会莫名其妙溜走。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哄抢，东西多的是。叶小飞见他们这么激动，连忙出言提醒，可惜现在大家一门心思要去抢卤味，根本没把叶小飞的话听进去。叶小飞要看着抽奖区域，想去帮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此时，在十里香卤味店的不远处，徐瑞江正和罗芳等人站在外面，其中还包括了贺静佳，还有他新交到的好朋友李梅。这边的展销会就是热闹，等会去吃的东西肯定也比厂里的食堂好吃。小静，不然我们还是先走吧，这边好像都没什么吃的。我们不是说要来展销会吃点好的吗？食品厂在展销会也有摊位，徐瑞江专门负责这一块，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非要让他们几个女同志一起来协助。李梅一早就料到徐瑞江肯定没什么好事，所以此时她下意识想拉着贺静佳走开。大家都是同事，你们走开做什么啊？今天徐大哥要买手表，你们肯定没见过吧？
就是小静，你就稍微等一下，我买手表很快的，你也跟着看看喜欢哪一款，我买了送给你。不用了，我对象知道给我买，你还是自己选吧。贺静佳，你对象说笑的话你还真信啊？你与其相信他一天就能挣600块钱，还不如相信天上掉馅饼。小静，你不要被骗了，他怎么可能一天就能挣别人1年的工资？吹牛也要有个度，做什么能这么赚钱？真要有这么赚钱的路子，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逼了。他是做卤味生意的，就和那个摊子一样，这里的生意这么好，我家小飞一天赚600块钱很难吗？你知道展销会上什么人能来吗？那都是有能力有见识的成功人士，你对象那就是个混混，怎么能跟人家比？丽梅，咱们去其他地方转转吧，这里人太多了。说完两人就转去了其他地方。展销会上这么热闹，没必要浪费时间和这2个人进行无意义的争吵。老板，你们这个抽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么多人到这里来买东西，怎么一个人都没抽到自行车？叶小飞就当没听见，刚才他已经当着那么多人解释了，说得非常清楚，这人只是因为自己没抽到不高兴罢了。这么多人都抽不到，说不定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自行车。老板打算等收摊的时候写点丢进去吧，不可能抽到的。就在这时，正在抽奖的一位大姐紧紧地盯着手中的纸条不说话，叶小飞便疑惑地问道：大姐，你抽到了什么？肯定什么都没抽到，人都呆住了。连鸡蛋都没有抽到啊！老板，我没看错吧？你看看我这上面写的是不是自行车？叶小飞接过纸条一看，只见纸条上面果然写着自行车3个字。大姐，你没看错，你确实是抽到了自行车。什么？他居然真的抽到了自行车？看来这家卤味店的活动是真的，要是我也有这个大姐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大姐，接下来7天你还可以带朋友来这里买东西，或者自己买东西再赢得抽奖机会。谢谢老板提醒，我后面也要推荐我的那些姐妹来的，大家也都看见了，这家的活动是真实的，真的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在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大姐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离开了。此时，外面的徐瑞江讲价了又讲价，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才终于用408块的价格买下了一块手表。徐大哥，之前就只是知道这块手表贵，没想到质感这么好，恐怕没人不喜欢。这题大满足了徐瑞江的虚荣心，他得意地笑着，目光扫了扫，见没有贺静佳的身影，眼神中闪过一抹可惜。这家的卤味有那么好吃吗？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围着买？这么久了都还有这么多人。这样吧，你们跟着一起出来也实在是辛苦了，这次我做东，买些卤菜回去大家一起吃。徐大哥就是大方，不便宜的卤味也是说请就请。两人排到最后，总算抢到了最后一点卤味，拿着抽奖资格去准备抽奖，谁知道却在这里看见了熟悉有机会带走自行车。利用如此高超的营销手段，我在80年代混得风生水起。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天死对头居然来我店里获得了抽奖资格。要知道如今剩下的几张奖券里，可是还有一辆自行车，这要是被他抽走，自己还不得气死。你们来干嘛？叶小飞是吧？看来你真是满嘴谎话，之前说自己一天能挣600块钱，说自己开店，看来都是假的，你就是个吹牛的打工的。看到叶小飞的一瞬间，他也愣住了，但仔细一看，叶小飞忙得满头是汗，里面却有另一个男人在坐着休息，就猜到叶小飞肯定是来打工的。就是啊，说的好像自己多牛逼似的，结果原来就是给卤味店打工。要是你吹牛的话让你老板听见，你猜猜他会不会把你辞了？恰好这个时候方恒休息结束便走了过来帮忙。你们是要抽奖吗？你是这家10里香卤味店的老板对吧？不是啊，老板是飞哥，我就是来帮飞哥打工的。你们还抽不抽奖？我们还忙着呢。听到这话，他们顿时彻底傻眼了。不是说没有人脉的人没办法参加展销会吗？叶小飞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的混混，怎么可能有这些人脉？叶小飞，你怎么可能是这里的老板？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认识能来展销会的人脉？飞哥的厉害你们当然想象不到，要是人人都能成他这样，还不断套吧？行了，你们既然不想抽奖就让开，别耽误了别人。谁说我们不想抽奖的？我们要抽。在他们说话过程中，早已有几人从抽奖箱里拿了纸条，抽奖箱看起来空空如也。徐瑞将大致朝着里面扫了一眼，看里面都没有了，顿觉无趣。没中自行车，中了100鸡蛋。我也没抽中自行车。老板，你之前说保证不会做假自行车的数量，结果今天的纸条都抽完了，你的自行车却还剩下1辆没抽出去，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啊，你之前可是说了，要是说话不算数，就见者有份，每个人都送1辆自行车。徐瑞江瞬间转怒为喜，一把将自己手里的抽奖凭证撕得粉碎，出言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就没有这样的道理，不是把咱们大家伙当傻子骗吗？说好了3辆自行车，结果就只放2辆自行车，必须每人赔1辆。就是每人赔偿1辆。没有这样的道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面对这样的情形，叶小飞不慌不忙拿起抽奖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抽奖箱朝下抖了抖。只见一个纸条从口子处落了下来，众人瞬间噤声。原来有一张纸条位置隐蔽，他们并没有看见。大家也看见了，还有最后一张纸条，我刚才拿起箱子的时候，你们也看见了。这张纸条是原先就在里面的，只是刚才没注意到。我们十里香卤味店尊重每一个顾客，说一不二，绝对不可能在这件事上作假。大家放心好了。原来是误会，确实这家十里香卤味大气，展销会这么多铺子，就他们家愿意抽自行车，看来不是骗人的。这么说，那最后一张纸条肯定就是最后一辆自行车了。还有没有谁要抽奖？这里还有最后一张纸条。我没有抽，我要抽。运气是真的好啊，早知道我们刚才就晚点抽了。3块钱的可以抽到100好几的凤凰牌自行车，怕是睡着了都要笑醒，简直血赚。你的抽奖凭证呢？要有抽奖凭证才能抽奖。徐瑞江神色一僵，刚才他想激怒众人打假叶小飞，直接一把将抽奖凭证撕了个粉碎，这会儿哪里还能拿出来？我刚才结了账的，凭证只是撕了，本来就该我抽。你看看这里怎么写的，撕毁是做自动放弃。是啊，你的凭证被你自己撕了，你没有凭证当然没办法抽奖，该我抽了。排在徐瑞江后面的大哥看了，立马往前走去。他本来以为没赶上，谁知道前面这个傻逼居然主动撕毁了凭证，到手的自行车都能丢掉。肯定是这人抽到自行车了，真是运气好啊！简直是命里就有这辆自行车，遇见了那么傻的人。就是，好端端的手痒干什么？非要把抽奖凭证撕了，败家子！其他没抽到自行车的顾客忍不住嘲笑起了徐瑞江。他们虽然没抽到，但是只能证明运气不好。徐瑞江才是真的傻逼。假如他不撕毁那一张凭证，自行车的主人板上钉钉就是他。这么一对比，顾客们心里顿时就舒服了。等那人把纸条打开，纸条上的确写着自行车3个字，大家更相信叶小飞了。恭喜你抽走了今天的最后一辆自行车，请把车推好。这辆自行车本来该是我的，叶小飞，你就是因为我们俩的私人恩怨针对我。什么私人恩怨？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是你亲自撕了抽奖凭证，现在硬要怪到老板身上，是什么道理？就是，刚才我就想说你了，这么大的人类要有担当，自己做的事情难道还不认了？你也听见了，且不提我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何，这件事我一点都没有针对你。但凡你不撕碎那个凭证，刚才那一辆自行车都是你的，你自己动的手，又不是我逼着你撕的，我有什么办法？叶小飞，你不要得意，不就是一辆自行车吗？你知道我今天来展销会是干什么的吗？我买了一块手表，价值足足408块钱，可比你的破自行车贵多了。没抽到就没抽到，我还不稀罕。就是自行车哪里比得过徐大哥的手表？那质感都是不一样的，没有身份的人根本买不起。趁着这个顾客的话，我也要宣布一件事：十里香卤味店接下来7天抽奖活动都继续，除了3辆自行车之外，还有一个1等奖名额，那就是和他一模一样的手表。反正400块钱对他现在的生意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3辆自行车能让众人这么疯狂，那加上手表之后只会更加给力。这7天他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什么400块钱的手表也说抽就抽？老板大气，我明天一定要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来买卤味抽奖。太好了，希望明天我的运气好一点。对了，徐瑞江，从现在开始，我这里不欢迎你，以后我的卤味也不会卖给你，包括你的朋友。叶小飞的话啪啪啪打在了徐瑞江脸上，但他也只能瞪了叶小飞一眼，甚至连周围人的目光都不敢看，气冲冲走了。罗芳也连忙跟上，今天真是丢脸丢。老板却满脸笑容，就连店员也坐在地上不知打扫。就在第1集，叶小飞意外回到80年代，为了改变命运，他凭借前世的一手卤味和过人的营销手段，仅用半天就把全部卤货全部卖光。一顿忙碌下来，所有人都累得直接站不起来。飞哥，我简直太佩服你了，这么多货，你居然半天就卖完了，以后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你，你让我走东边我不走西边，你一直拿我打呢。少在这里贫嘴，今天所有的货全部都卖完了，你去多找5个人来帮我们一起卤制。方恒是在龙华公社长大的，他对龙华公社的熟悉程度比自己高，这件事情暂时就让方恒去办。接着他又转头对2位大姐说，大姐，这几天就要辛苦下你们了，这次的货全部都卖空了，明天能不能准时卖货还要看我们大家伙的速度，店里还有那么多货没有卤，你们先回去卤。今天2位辛苦，手脚也非常麻利，这几天再接再厉，等这几天过了，这个月我给大家发3倍工资。2位大姐顿时乐得见牙不见眼，3倍的工资，这可比那些正式工人的工资高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他们跟着一个普通卤味老板一起干活，却能挣到这么高的工资。老板你就放心吧，店里那边交给我们，肯定没问题。飞哥，那我呢？我还能少得了你的好处吗？快点帮我把这里收拾收拾。收拾好现场，方恒和叶小飞一起提着钱刚准备去银行，就遇见了贺静佳和李梅。小静，你怎么在这里？贺静佳懵了。徐瑞江说这里的摊位可不是一般人能租到的，可他现在居然亲眼看到自己男人从这个十里香卤味店铺子里出来。
叶小飞，我们还正准备去找你呢。我听静家说你做卤味生意，这个铺子应该就是你开的吧？是，可惜今天早上的生意好，这会儿已经全部卖完了。有空你一定来这边，下次招待你尝尝。你们说要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今天我爸过生日，我姑父他们都要来，我爸说让你回去吃个饭。行，小静，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忙完，等我忙完了一定过去给叔叔过生日。好，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你记得到时候来锦绣三江，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又聊了几句，方恒和叶小飞便提着钱去了银行。今天一天下来，他们居然卖了2万多。飞哥，我之前觉得你一天赚100块钱已经非常厉害了，结果你现在居然可以一天赚2万了。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天天有？多亏了展销会，各种各样的商铺吸引了绝大多数的顾客，又加上了抽奖的噱头，这些缺一不可。这么好的营业额，最多只有3天，后面哪怕还是有抽奖活动，肯定也没有前面3天这么足。那也很牛了，如果营业额能稳住，这7天的时间很可能卖到10万。飞哥，我这就去找人，争取今天多做点。好，你去吧。叶小飞则是直奔熊哥家而去。熊哥，你尽量在晚上的时候再拉一批货过去，尽你所能去收，有多少我要多少。叶老弟，今天早上不是才送了一批货过去吗？那些货还不够？不够，差的很多。熊哥，辛苦你抓紧时间去收货，不管收了多少都可以送来，越多越好，不管荤素都是如此。还有自行车，每天3辆自行车，哥你别忘了。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老弟，我不会忘的。自从叶小飞的供货量超过上千斤之后，他已经没再继续卖猪肉，而是专心做供货。此时，贺静家一家人来到锦绣三江，小姑贺玉琴一家早就到了，还有爷爷贺新立、奶奶于桂芬。贺静家大致一扫，发现小姑父冯望明身边还有一个面熟的年轻人，顿时脸色一变。望明，你这身边这个年轻人怎么没见过啊？这是胡德志，我们厂长的儿子，还是咱们小静的同班同学呢。一说是来给你庆生，小伙子主动就要来，看来是对咱们小静很上心啊。小静正好也毕业有段时间了，工作也就是个普通的食品厂工人，要是能和小胡结缘，那可是再好不过了。胡德志是她老公上司的儿子，要是能撮合这门亲事，以后在机械厂，她老公就是名副其实的2把手了。小妹，我不是都说了，今天我要让小静的对象来，小静已经有对象了，你还整这出做什么？贺静家，你那个对象该不会是叶小飞那个混子吧？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小飞才不是混混。哼，伯父伯母，你们还不知道吧？叶小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混混，而且家里穷的不行，就是个穷逼。你们真的放心让小静和他谈对象吗？我家里的条件直接甩他8条街，要是小静和我在一起，48条腿全部配齐，我们家还直接给1辆自行车做彩礼。给嫂子，你们也听见了，人家胡家愿意直接给1辆自行车，快别让小静和那个混混在一起了。别说自行车了，他怕是连48条腿都买不起。你以为1辆自行车就很了不起了吗？要是早知道今天你们安排了这样的事，我们一家人根本不会来。小静，你怎么跟你小姑和小姑父说话的？今天这饭店的消费可是你小姑父给的钱，他们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要跟着混子就学坏了。都是一家人，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些话虽然哥嫂你们不喜欢听，但是我也要说，小静糊涂，你们不能跟着他一起糊涂，他的另一半哪能随便乱找呢？就是德志这小伙子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哪方面都没得说，关键是人家家里的收入高，一个月有差不多300多块钱，这才是好女婿的标准嘛。是啊，望明确实好的没话说，是好女婿。小静，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要糊涂。小姑、姑父，小飞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差，他有自己的事业，挣的钱也不少，不比在场的任何人差。而且我和他的感情不是你们3两句嘲讽就能磨灭的。小静，你这话可就太扯了，你口口声声说叶小飞不差，那也只是你自己暂时认为，他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也不知道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冯叔，你可知道我爸说了什么的？你要是办不妥当，空出来那个职位可就不一定是你了。胡德志毫不遮掩，把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出来。贺静家顿时明白了，他说冯望明怎么会那么好心，主动订这么贵的地方给他爸庆祝，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冯望明，你这个卑鄙小人，原来你是打的这个主意。我告诉你，我女儿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哥，我这不是怕你让小静嫁给一个混混吗？你没听德志说的，那就是个混子。不仅是个混子，而且穷的掉渣，他还有2个哥，哪像我是独生子，
贺静佳，你和他处对象的时候，他怕是1分钱都没给你花过吧？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钱来。谁说他没给我花钱？他前2天才给了我1000块钱。什么1000块钱？我没听错吧？叶小飞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钱，简直在吹牛！这么多钱都差不多是我的全部存款了，他一个穷逼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贺静佳，你这是在给他撑面子呢？这么年轻就有1000块钱的存款，的确很不错。那这是当然，所以说哥嫂也是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明明给小静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象，还不领情。你说小飞没有1000块钱，那只是认为，实际上他在展销会做生意，存款只会比1000块钱多，而不会比这个少。展销会，你居然知道展销会？展销会将所有不同的产品与销售结合起来，而且也是最近才兴起的东西。龙华公社是第1次举办，都是每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参加。小静，听到没有？有本事才能参加，你那个对象有啥本事？对啊，而且那里的摊位1天租金是20块钱，都是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了。叶小飞租得起，怕是只能做梦才租得起。1天的租金居然要20块钱，这么贵，那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就在此时，叶小飞来到饭店，一眼就看出了这群人的剑拔弩张，尤其是岳父一家脸上的不高兴。小静，这是哪个不长眼睛的惹你们？就敢逼我老婆嫁给他？不仅旁边小姑一家极力讨好，就连爷爷奶奶也非常赞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1天的收入就是那人几年都赚不来的。哟，叶小飞，我还以为你毕业之后长本事了。贺静家都说你做起生意了，结果你来吃饭穿得浑身汗臭，是不是才去收了废品来呀？我奉劝你，癞蛤蟆就不要想着吃天鹅肉了，底层人就该好好当你的底层人，真以为捡那些垃圾废品能挣大钱？小健，你看看你找的是啥人？这么多人都在，又在这么高级的饭店，简直是来拉低档次的。饭店的档次怎么样，是他们自身的接待标准决定的，和顾客有什么关系？叔叔阿姨，不好意思，今天太忙了，没来得及换洗就过来了，你们多担待。这没什么的，忙是好事。刚关店你就第一时间赶过来，足以看出你对小静的重视，叔叔阿姨都很高兴。叶小飞，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还骗小静说去展销会做生意。就你这种满口谎话的小混混，就不配来这种高档的饭店，简直就是拉低了饭店的档次。你档次这么高，怎么不开个包间？包间，你说的倒是轻巧，嘴皮上下一碰就出来了。你知道开包间要多少钱吗？这里的包间最低消费可是50块，你能给得起吗？你身上怕是连5块钱都没有吧？就是啊，一来就要开包间，看来你是便宜还没占够，还想占到我们身上来。看着他们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叶小飞冷笑2声，直接叫来了服务员。今天我老丈人的生日，给我们开个包间。好的，你们稍等一下，我去看看哪个包间还空着。叶小飞，你是不是发烧了？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真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我看等会你肯定会找个借口不去包厢，然后留在这里混吃吧。蠢货，自己穷就以为所有人都穷了。先生，2楼还有个包间是空的，您这边看可以吗？楼上的包间我们要了，顺便再把你们店里的好酒上到包间里。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小飞也没必要非要去包间，我们就在这里吃点也是一样的，你有这个孝心就够了。看到叶小飞真的定下包厢，胡德志几人都愣住了。贺新丽和于桂芬对视一眼，觉得叶小飞不像装的，立马就变了嘴脸。既然后辈有这个孝心，你就受着，小飞也是一片好意。你就嘚瑟吧，真以为赚了钱就了不起？做生意可不是上班，说不定哪天就亏了。今天是我老丈人的生日，我们一起来给我老丈人庆生。你一个外人是不是可以走了？秦怡和汪明书让我来这里吃饭，你竟敢赶走我？德志是我胡哥的儿子，大家都是一家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那也是外人，一家人吃饭，有个外人来掺和算什么事？确实不太合适。既然是小飞请客去包间，那就是他说了算，就让德志先回去吧。德志毕竟是我朋友的儿子，就是一起吃个饭，这都是小事。谁说是小事？都说了我们是家宴，一个和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可以跟着一起吃？小飞，这也是你的同学，朋友之间不要这么斤斤计较。他明知道我和小静在一起，还要来插足，他这样的人可不配给我当朋友。行了，小飞说的对，这次都是我们一家人吃饭，要商量他和小静的婚事，你就把小胡送出去吧。贺新丽是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人，也是地位最高的，
就连冯望明和贺玉琴都不敢忤逆他，所以只能不情不愿闭嘴，一脸为难看向胡德志。走就走，以为谁稀罕？叶小飞，你今天这么对我，你迟早会后悔的。生意好只是暂时的，等以后风向变了，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冯望明夫妻俩看着胡德志就这么走了，两人脸色难看无比。胡德志这么生气，可想而知回去之后会在家里说些什么。自家升职的美梦已然破碎。贺新丽和于贵芬本来就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饭店，现在又能去包间吃饭，顿时对叶小飞刮目相看，甚至主动问起了两人的婚事。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来这里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与小静的婚事。结婚这件事好说，两个年轻人合适，我们自然没有任何意见。爸妈，我来之前就看过日子了，半个月后就是个好日子，就把那个时候定为婚期。半个月会不会太紧了？买结婚用的东西也要那么久，半个月能凑齐吗？放心吧，半个月我肯定什么都能准备好。哼，就没听说过哪家结婚准备时间那么短的。你别不是想趁着把时间缩短，就什么都不买吧？你觉得可能吗？那些钱对你来说不得了，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只是想快点成家立业。小飞有本事，这些钱也不在乎。那婚事就你们多上点心，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小飞，我有点想吐。想吐？那我们出去走走，上菜也有一会的。叶小飞见贺静佳点头，便以上厕所为借口，带着贺静佳一起出去了。叶小飞在厕所外等着贺静佳的时候，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了一道愤怒的男音：“我都说了，这次来的是两个大人物，省里的人家特意定了我们这里的位置，说了喜欢吃点卤货，你们做出来的味道那么差，我到时候哪有脸去见领导？”老板，我们也没办法，龙华公社哪有饭店会做这些？我们照着那边传来的方子仔细研究了，就是这个味道。放呸！要真是把这些卤菜端上桌，我们锦绣三江肯定名声尽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叶小飞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当下心里就是一动。记得前世就在今天晚上，有两位重要的领导准备在这喝酒，结果因为招待不周便离开了。谁知道在路口的时候碰见抢劫，两个领导就这么丢了命。想到这，叶小飞当即走了过去，看着两人道：“哥，你们是要卤货？”叶小飞突然从一边冒出来，把原本在说话的两人吓了一大跳，又赶紧解释道：“你们别误会，我是来这里吃饭的顾客，恰好也做着卤货生意。上洗手间听到你们两个说话了。”你是想和我们合作？也不是合作，就是想着帮个忙。兄弟，我姓关，叫关建军。你说你能提供卤货，但是我们这次招待的是大领导，要是味道不过关，肯定不行。关哥，我叫叶小飞，你叫我小飞就行。我的卤味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看看，保证好吃。那什么时候能去尝尝味道？要是能满足我的要求，酬劳你随便提。傍晚就可以，我这会儿还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等会要去店里，今天店里还要通宵赶货。一听叶小飞还有店，关建军的心里就更放心了。要是味道不好，能通宵赶货吗？小飞，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们今天在哪里吃饭？这一顿算我请的。关哥，你实在是太客气了。这次来的人物真的很大吗？看你急成这样了，能不大吗？这可是关乎着龙华公社的未来。要是这次的人能招待好，他们考察合格，说不定咱这里就也能开发起来了。叶小飞眼神微闪，看来自己并没有猜错，一切都和自己猜的一模一样。和关建军交换了地址，两人便快1斤，可男人偏偏要给老板21斤。旁人都认为老板运气好，遇到一个冤大头，但令人震惊的是，老板不仅不要他钱，还答应免费送货上门。原来那个冤大头是一个饭店老板，明天将有2个大人物去他店里吃饭，而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叶小飞能做出2位大人物喜欢吃的卤肥肠。关哥，你觉得怎么样？太好吃了，小飞，你这手艺真是杠杠的。这要是拿给领导吃，领导保准很满意。小飞，真是多亏了你啊！你放心，我绝对不占你便宜。你送多点过去，我就按20块1斤来收。关哥，这点吃的你给那么多钱做什么？我主要是想给你交个朋友。关建军认识龙华公社很多领导，甚至和省上的领导都有关系。要是能因此和关建军打好关系，对他未来肯定相当有利。这不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给？这样吧，你到时候也一起来，咱们一起吃个饭。关哥，你没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给你开玩笑的样子吗？虽然领导身份不一般，但是包间大，一起去吃个饭很正常。关建军的性子很直，属于别人敬他1尺，他敬别人1丈的典型。要是叶小飞今天真答应了20块钱1斤的报酬，那肯定就是这样了。但正因为叶小飞这么客气，他便把谢礼翻了几倍，一个和领导一起吃饭喝酒的机会。行，那就谢谢哥了。我明天带新鲜的卤货来，多泡1晚上才能更入味。好，辛苦你了，小飞，那我就先走了。行，哥你慢走。第二天一早，展销会的10里香卤味又开门了。今天因为有梅花手表的加入，加上货也备足了，
比起昨天的生意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走进展销会的几个中年男人，目光也一下就被吸引了。那个摊子是卖什么的？看起来生意真不错。是卖卤味的。卖卤味的，生意这么好，肯定味道非常不错。刘同志不错，这个展销会看起来才有展销会的样子，大家都很热情，可见你是用了心的。刘先锋一脸高兴的应下，心里别提多庆幸了。还好他当时答应和叶小飞合作了，看来这还真是个人才，生意居然能这么好。正好我也喜欢吃这个卤味，既然生意好，那咱们也都去看看。也是他们运气好，走过来的时候梅花手表刚被抽走，自行车也都被抽完的情况下，人群以极快的速度散开，但是货还剩下一些。几位，你们要点什么？老板，给我们来点卤肥肠和猪头肉。好嘞，几位客人，要不要抽个奖？你们的购买额超过了3块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一次。抽奖？这是什么？叶小飞仔仔细细把规则说了一遍，包括抽奖的条件。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真是有意思。行，那我就来抽一下，看看能抽到什么。孟太很快从抽奖箱里拿出了纸条，递给了叶小飞。你看看我抽到了什么？展开纸条后，叶小飞似乎是惊了，过了片刻才道：哥，你运气真好啊，一来就抽中了梅花手表。孟太从来都是听别人喊他孟菊，还从来没听人叫过哥，尤其还是这么个年轻小伙子，不由得倍感新鲜。拿着梅花手表走的时候，他还特意出言鼓励了叶小飞一番。飞哥，咱们的梅花手表不是已经被抽走了吗？怎么突然又多了个梅花手表？当然不是梅花手表，不过他的身份在那里，他抽的肯定只能是梅花手表。大恒，剩下这点就先不卖了，我们先去银行存完钱出来。叶小飞拿出1摞钱递给了方恒。这2天你也辛苦了，拿着钱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飞哥，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生意能这么好都是你的头脑，这钱跟我没关系，我不能收。下午我有事来不了，要真是觉得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你就去帮我看着点店里的员工。飞哥，这太多了。之前卤味刚起步的时候，多亏了你帮我。男人这么婆婆妈妈的干什么？钱你就收着，以后咱们兄弟俩好好干，这点钱算什么？飞哥，你对我真好，我以后一辈子都跟你好。滚滚滚，可别恶心我了。飞哥，你放心，下午店里就交给我吧。等2人刚回到店门口，就遇到了来找叶小飞的林老师。林老师，你怎么来了？招牌好了，我特意来通知你一声。行，等会我让人去拿，我下午有事就不自己去拿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最近叶灵状态有点不对。他怎么了？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不是身体，我单独找他问过，但是他好像不愿意跟我说。你是他亲哥，要是这几天有空你就来学校看一下他，可能他愿意和你谈。好，谢谢你了林老师。除了今天下午他没有时间，后面下午应该都能抽出时间来，正好距离上次拿钱已经有那么久了，现在他不缺钱，正好给妹妹多送一点去。等林老师走后，叶小飞就前往了锦绣三江饭店。小伙子，我们居然又在这里遇见了，看来还真是有些缘分。孟菊、小飞，你们认识？这是说来也巧，今天上午孟菊他们才来照顾了我的生意。哈哈，今天我的收获可大了，既吃到了最合口味的卤菜，又抽到了手表，还是要多亏了小伙子你啊！您实在是谬赞了，都是您运气好。等吃完饭后，孟太提出想去距离锦绣三江仅一条街的龙华酒馆尝一尝那里的酒。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平常喜欢小酌2口。小飞呀，不如我们一起去。孟菊，龙华酒馆的酒虽然出名，但是锦绣三江的也不差。我这次特意带了卤菜来，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喝。那可太好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尝到你的卤菜味道很好，肯定是下酒好菜。没想到今晚上还能大饱口福。孟太果然非常高兴，顿时放弃了下楼的想法。酒过3巡，几人就听见楼下的街道上传来了一群人的尖叫声。这声音一出，几人立马下楼去查看情况。外面发生了什么？怎么听见有人说出大事了？听说是酒馆那边有个疯子，见人就砍，在那里喝酒的人都被砍了。听到这话，孟太和他的助手文振兴顿时愣住了。刚才他们想去喝酒的地方，不正好就是这个酒馆吗？孟菊，还好咱们运气好，没去。不是我们运气好，是因为有小飞，小飞救了我们。小飞，多亏了有你，是你救了我们。孟菊，你们不用这么客气，我就是想着大家都投缘，所以一起喝酒。是啊，我们的确很投缘，救命之恩涌泉相报。小飞，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孟菊来这里肯定也是有事要造福龙华公社的人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谢礼了。我果然没看错你这小子，是个人物，但是我孟太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恩情不可能就只有这点。感激的同时，算是默认了叶小飞的话，龙华公社肯定会发展。转眼到了第2天，叶小飞继续去铺子上卖卤味，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等到中午结束，他又去买了一些东西，带着贺静家回去接个媳妇。小伙却需站起来使劲的蹬。小飞，你慢点，路太颠了。好嘞，老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
半个小时后，叶小飞带着媳妇刚进村，立马就引起村里人的羡慕，尤其一群大小伙更是满脸嫉妒。要知道叶小飞之前可是出了名的穷小子，这才几天不见就赚了大钱，还带了一个漂亮的城里姑娘回来。小飞，你可算回来了，等会儿你去看看，现在房子修得可漂亮了。哎呦，这是你对象吧？长得可真俊。是啊，这是我媳妇。嫂子，辛苦你和勇哥了呀。小飞，这是城里姑娘吧？小飞就是有本事，又修了咱们春树庄的第1个砖房，现在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对象。是啊，要是你妈知道了得高兴死。昨我还跟你妈说要给你寻摸了个对象呢，没想到你自己这么有本事，先带回来了一个城里姑娘。这话一出，叶小飞顿时感觉腰间传来一阵剧痛。大娘，你可不要开我玩笑了，我已经有媳妇了，我妈她是知道的。是，你妈要是看见你带回来这么个漂亮媳妇，肯定高兴。大娘，我就先回去了，这么久没回来，还有事。说完，叶小飞立马就加快了速度，再待一会，生怕这些大娘又蹦出一句什么话来。小飞，这是妈，这是小静，也是我对象。小静，这是我妈。阿姨好。好，你也好。刘月香连声叫好，目光喜爱的在贺静家身上打量，这闺女长得真俊啊，当下就满意的很，让她坐在院子里好好休息，就准备去厨房大展身手。阿姨，我去帮你忙。小静，你第一次来，好好坐着歇歇，我忙得过来。小飞，快去把瓜子、花生端出来。说完，刘月香便进厨房忙去了。这几天秦美丽夫妻俩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桌上的人不多。老三回来了，现在是城里的大老板了，就是不一样。这次是带你对象回来了。是啊，今天是小静第一次回来，也是见一见爸妈。老三，你对象是城里人，你该不会要和隔壁大东子一样去城里做倒插门吧？老三，你哥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王凤两眼放光，要是叶小飞真去倒插门了，那村里的房子可就不能归他了。当然是假的，是我嫁给小飞，不是他入赘。小静，你慢点说，别着急。你怎么会突然就有了这个对象？要不是入赘，人家看得上你。小飞非常优秀，就是龙华公社都没几个人能比上他，我怎么不可能看上他？行了，收起你自己的心思，你心里看不惯也要憋着，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老三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叶兆丽一句话，瞬间让他哑口无言，匆匆扒了2口饭，就转身进了屋子。叶老大也不高兴地放下碗筷，跟着一起进去了。吃完饭后，叶小飞便去村长家把工人的工资结清，随后就带着贺静家回公社了。第2天收摊之后，眼看时间还早，叶小飞就去接贺静家下班了。还隔得老远，徐瑞江就看见了叶小飞，他正想绕道走开，就见有几个公安停到了叶小飞身边。该不会是这个乡巴佬的卤货有问题，有人吃出什么问题了吧？那是叶小飞吧？他身边怎么有公安？还能是什么原因？肯定是违法乱纪了。还是徐大哥做事情干净磊落，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不像有些人不知道做了什么亏心事，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带走了。要是贺静家知道了，肯定肠子都悔青了。哼，就算贺静家后悔了要来找我，我现在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他了。另外一边，此时叶小飞也处于蒙圈状态，他才刚刚来这里站着，突然就来了几个公安同志。请问你是不是叫叶小飞？我是。同志，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肯定没错了，刚才我们不是问清楚了吗？他店里的人说是骑着自行车来石平厂等着接人，这里就他一个骑着自行车在外面等的，肯定错不了。叶小飞，你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我们所长有事情要问你。我今天是来接人的，能不能接了人再走？你自己犯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所长还在派出所等着你问话，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耗费？来之前，他们所长一脸凝重，让他们快点把这个叫叶小飞的年轻人带到派出所，说是有了不得的大人物问起了他，也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大事，甚至惊动了省里的人。你们只是让我去问话，有查出来我有罪吗？我只是不想让家人担心。满口谎言，你家里人都是农民，什么时候有在厂里上班的正式工人了？是我对象。行了，就算真的是你对象吧，但是你也必须跟着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这里这么多人，叶小飞也不想太吸引别人的注意，于是只能选择同意。他吃准肯定没什么事，一定是哪里有什么误会，等到时候去说清就行了。厂门口目睹了一切的徐瑞江神情非常兴奋，也是巧了，这时候贺静家和李梅正好相伴从厂里走了出来。贺静家，真是太可惜了，你今天没有早点出来，你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罗芳，你好不容易安分几天，今天又抽什么风？贺静家，你还不知道吧？你对象犯法了，刚刚才被公安抓走，可惜你没看见。不过话说回来，你看上他可真是眼瞎啊。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们老是这样造谣，有没有意思？你要是不信，可以问其他人。
刚才那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又不是我胡编乱造的。小贺，刚才那个真是你对象吗？刚才好几个公安来把人带走了，还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才会这样。肯定是害人了啊！要是叶小飞没做违法的事情，怎么可能被抓走？贺静佳，我劝你早点和这样的坏分子分手，不要带累了我们食品厂的名声。罗芳，我问你，公安同志告诉了你，说我对象犯事了吗？罗芳下意识摇摇头。那不就对了？那你说这话是何居心？你平白无故污蔑我对象是坏分子，拿得出证据吗？不要以为你有嘴就能胡乱说。贺静佳，那你倒是说说，公安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带走叶小飞？我凭啥要告诉你？就不能是小飞做了什么好事，要表彰他吗？你就嘴硬吧，等叶小飞真出了什么事，我看有你哭的时候。贺静佳，我之前说的话还是作数，要是你后面愿意跟我结婚，梅花手表还是可以送给你。不可能，你做梦去吧。徐瑞江嗤笑一声，转身走了。他满是笃定，贺静佳肯定有后悔来找他下班，就被警察带到警局。谁知进了警局，局长却满脸愧意地向小伙道歉。原来之前小伙意外救了领导，为了表达感谢，领导就派人去打听小伙的信息，谁知他们却会错了意，直接把小伙带来了警局。我不是专门交代了吗？任何人都不能怠慢了人家，结果你们倒好，搞了这么荒唐的一件事。孟局，这件事确实是我这边没有说清楚，让叶同志受委屈了，等会儿我们一定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必须严肃道歉，小飞同志救了我们几个人，结果我们还给人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进了办公室，孟太上下打量叶小飞一番，看起来精神十足，担忧放下一半。孟局，我们又见面了。好小子，还是这么精神。孟局也是一样的精神。哈哈，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今天的事情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职，你明明救了我们一命，结果还连累你被带到这里来。小飞同志是有家暴社想采访我们孟局这次的经历，谁知道打电话让人询问了之后，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没事的，反正误会说开了就好了。我还真以为自己莫名其妙做啥错事了。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工作中能出这样的纰漏，也是我们的错，差点冤枉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同志。这次的误会必须要好好为叶小飞同志澄清，必要时候还要专门去叶小飞家里进行表彰。这样的好同志必须要鼓励发扬，而不是让好同志寒心。孟局说的是。行了，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小飞，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饭。孟局，今天情况特殊，几位公安同志是在我对象的厂门口将我带走，此时食品厂恐怕都传遍了，我怕我对象担心。这事情好办，正好我打算这几天去视察一下这些厂里的工作，明天我们一定去食品厂解释清楚。那就谢谢孟局了。你别跟我见外，要说感谢，该是我感谢你才对。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和振兴怕是都要出事。所长，外面来了个姑娘，说要来找叶小飞同志。孟局，失陪一下，肯定是我对象来了。叶小飞说完，急匆匆走出办公室。小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突然来这里了？同志，都是误会，误会。小飞立了功，我们特意接他过来表扬。小静就是这样的。叶小飞，你立了功，这可太好了，你都不知道小静一路过来有多急。小飞，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好了，我这不是没事吗？对不起，不该让你担心的。孟局，吃饭的时候咱们改天再约，我就先走了。好，你们路上慢点。到了第二天，叶小飞去店里交代了几句话，便骑着自行车赶去了食品厂。贺静佳，昨天我和你说的事情你考虑好没有？贺静佳，你可要想清楚了，你找的那个对象那么差，现在徐大哥对你旧情难忘，这个机会你可不要错过。谁告诉你叶小飞差的？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叶小飞没有犯错，公安同志将他叫走，是要表扬他。是，你们都误会小飞了，他救了人，人家是为了感谢他。是吗？原来是救了人，那肯定是好事啊。我们就说嘛，怎么可能突然犯那么大的错？他说的话你们居然还真的相信，真是笑死人了。没听说过谁表扬人是要被带走的，而且还好几位同志一起来的，肯定是你们撒谎。就是撒谎有意思吗？犯了错就是犯了错，说这些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你们爱信不信，我也没必要和你们多说。说不过就急眼，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都亲眼看见了，还想骗我们？对，要想让我相信也可以，要是叶小飞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相信他肯定救了人。就是有些人就是自欺欺人，有本事把人叫来啊！这是生产的地方，你在这里跟个八婆一样嘴巴不停，是想做什么？爸，你怎么来了？等会儿有个大领导要来厂里视察，你给我安静点。大领导来我们这里视察什么？人家是要来当众表扬见义勇为的同志，
顺便视察我们的工作。你给我注意点，要是还跟你刚才那样，看我怎么收拾你。好，我不说了。见义勇为，还要被领导带来咱们石平昌表扬，可真厉害。是啊，不想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男人做了好事，根本拿不出证据，看看人家才是真正做了好事。贺静佳，你怎么不说话了？看来是被我说中了，真不知道你是不是眼瞎。满嘴喷粪，口气这么臭，怎么不知道闭嘴？小飞，你怎么来了？叶小飞，看来你还有点本事，被抓走了还能出来，你是偷偷翻墙进了食品厂吧？肯定是，他又不是食品厂的正式员工，门卫怎么可能放他进来？谁告诉你我是偷偷摸摸进来的？哼，还需要谁告诉吗？我们食品厂那可是正式单位，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来的。正好这时候他们发生的争执引起了他爸徐大红的注意。爸，你看看这个坏分子，才被抓走不久，就莫名其妙进了我们食品厂，肯定是想干坏事，必须给这个人一个教训。撒野还敢撒到食品厂来了？你这个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这是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跟着领导一起来演讲的，当然不需要门卫同意就能进门，快跟人家道歉。怎么可能？是不是搞错了？他昨天才在食品厂门口被抓走，怎么可能直接就成了英雄了？人家叶小飞同志亲自跟着领导一起来我们食品厂，我怎么可能认错？你赶快道歉！叶小飞这个乡巴佬配吗？我怎么能给他道歉？这时，一直在前面等着的厂长走了过来。这是怎么了？厂长，没什么，都是小事。小事嘛，我倒不知道随便污蔑别人犯法是一件小事。现在一个人的名声有多重要？徐瑞江随意说我是坏分子，并且伙同别人攻击我对象，难道不该赔礼道歉吗？徐瑞江是这样吗？逆子，居然背着我做这样的事，还不快给叶小飞同志道歉？对不起，叶小飞同志。没吃饭吗？声音这么小。对不起，叶小飞同志。记住，我是看在厂长的面子上才选择原谅你，要是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轻饶你。叶小飞同志，你放心，这个逆子我以后肯定加倍管教，平常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希望如此，以后在厂里不要再对我对象进行任何言语上的攻击。对不起，叶小飞同志，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以后我们保证不会再对贺静佳说什么了。小静，你说要不要原谅他？啊，可以吧？既然小静选择原谅你们，那我也原谅你们，但是绝对不可能有下一次。你放心，肯定不会有下次。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表彰大会结束之后，叶小飞便直奔展销会而去。飞哥，你今天这么早就来了，我们也刚刚卖完。看来今天生意还不错。大恒，这2天有没有遇见其他地方来的客人？有啊，包括今天都是。我在接待有些客人的时候，他们的口音一听就不是咱们这的。而且今天有好几个客人都说自己是县城里的，马上就要回去了，舍不得咱们十里香卤味的味道，特意要了时间。飞哥，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几天的营业额你也看见了，我在想十里香卤味店是不是该在县城里也开一家？可以是可以，但是飞哥，咱们这里离县城可不近，就是赶车都要赶1个小时，安车1天只有2趟。是啊，所以要是有摩托车就好了。现在的摩托车可不便宜，最低都要大几千，我这辈子都不敢想。你小子真没出息，好好干，以后小汽车都能随便买，1辆摩托车算什么？摊位收拾好之后，叶小飞便去了妹妹的学校，谁知半路上就遇到了匆匆而来的林老师。叶林哥哥，快跟我去学校，你妹妹出头都会哭个不停。老师问其原因，他却啥也不说，最终无奈老师只能把他哥哥请到学校。灵儿，哥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哥。叶灵哽咽开口，像是委屈的小孩终于找到了能依靠的大人，眼泪瞬间夺眶而出。灵儿，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你跟哥说，不要憋着。可不管叶小飞怎么问，叶灵都咬着唇不说。同学，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同学名叫苏萱娇，是叶灵的室友兼好朋友。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叶灵就朝他摇头。叶灵同学，你要勇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们才能帮助你，不然你一直这么难受，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到你。灵儿，你认真看着哥哥，我现在有能力帮你，我永远不可能让你受到伤害。苏同学是吧？我知道你是真心把灵儿当成你的朋友，这种事情他钻牛角尖，你就应该帮他走出来。你能告诉我真相吗？苏萱娇面露纠结，脑海里天人交战，最终他还是决定相信叶小飞。是比我们高1个年级的黄昊天，他喜欢叶灵，想让叶灵和他在一起，叶灵不同意，他就一直让人欺负他，甚至还串通了我们寝室的另外2个女同学破坏叶灵的东西。叶灵同学，这件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林老师，这种事情林老师能帮你处理。林老师，没用的，黄昊天家里有钱有势，在整个龙华公社都很有面子，他说了除非我答应他，不然没有第2条解决办法，就连校长都要给他爸面子。
了解清楚事情的经过，叶小飞就直接冲去了男生宿舍。黄昊天，你还好吧？你眼瞎啊？老子都快被打死了，你看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你莫名其妙跑到学校里惹这么大麻烦，我们是必须报警的。我是学校学生叶灵的哥哥，你们最好快点报警。等派出所的人来了之后，我还要举报这个黄昊天干了什么事。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乡巴佬，穷逼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爸是公社的领导，你这辈子都要仰望的存在。敢这样打我，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位家长，有什么问题我们去楼下解决。我们校长到楼下了。到了楼下，不仅校长，就连黄昊天的班主任都来了。你为什么要殴打我们班上的学生？肖老师、校长，这都是误会，是黄昊天有错在先。有什么误会？林老师，你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为人师表最好安分点，不能随便和学生家长勾搭在一起。你学生的哥哥莫名其妙把我班学生黄昊天打成这样，我已经通知了他的家长，你到现在还要维护他吗？肖老师，你不要这么血口喷人好不好？我们说的是你班学生黄昊天的错，你刚为什么要移开话题？我哪里血口喷人了？你们莫名其妙打我的学生，结果你们还有理了。校长你也看见了，我们班学生被打成什么样了？这件事仅凭借一句误会就能揭开吗？林老师，这个事情你的问题很大，家长冲动，你也跟着冲动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和林老师没什么关系。你的事，你去派出所自己和黄秘书说，林老师归我管，我怎么走，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听到黄秘书这个名字，叶小飞依稀还有点印象。当时表彰大会的时候，孟菊介绍给他那些人，其中就有个黄秘书。是啊，你踢到铁板了。我爸是公社秘书，你敢打我，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是谁打了我儿子？说曹操道。刚说到黄秘书，叶小飞甚至来不及说一句话，几人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道暴怒的声音：昊天，是谁把你打得这么惨？胡校长，你们学校的治安是怎么回事？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宿舍随便打人吗？你们老师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几个去把打我儿子的抓出来。两人跟着黄昊天一起走过去，看清楚要抓那人是叶小飞，顿时都愣住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就是这个傻逼打了我，快把他抓回去好好审问，这样的人就该好好收拾。霍哥，王所长还在不在派出所？黄昊天欺负我妹妹的事情，我要亲自跟王所长说。王所长，哈哈，你居然知道派出所的所长姓王，恐怕是你之前听谁说过吧？你见过王所长吗？你这种渣仔，居然还妄想王所长能接待你，就连我想见王所长都不容易，你算什么东西？你见王所长不容易，不代表我叶小飞见王所长不容易。行了，我懒得跟你说，既然你这么想见王所长，那我就成全你，把你抓到派出所去，到时候你自然就能见到王所长了。你们几个怎么回事？抓个人都磨磨唧唧的。说话见黄秘书也走了过来，看到叶小飞这熟悉的脸，他顿时瞪大了双眼。叶小飞，是你？黄秘书，没想到这要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爸，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乡巴佬了？你是不是下乡考察的时候看见的？那也正常。正常个屁！不孝子，成天在学校里正事不做，就知道给老子闯祸，次次都想让我来给你擦屁股。这次的事情全是你的不对，还不快给小飞道歉？爸，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我可是你亲儿子。这黄秘书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先动手的人是叶灵的家长啊！肖老师，黄昊天这么不服管教，就是你不严厉批评导致的。我看你以后也不用当这班主任了，兔崽子，赶快赔礼道歉，不然别怪老子抽你。他把我打成这样，我居然还要给他道歉？你倒不道歉？对不起。你还应该对我妹妹道歉。叶灵，对不起。小飞，你看昊天也给你们道歉了，另外给你们造成的所有损失我们都负责，这事就算了吧。行，就这样吧。虽然心有不甘，但叶小飞现在也没有彻底扳倒黄秘书的能力，为了妹妹能好好的读书，也只能这样了。灵儿，这些钱是生活费，你好好拿着，缺什么东西都去买，千万不要委屈自己。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有很多疑问，但是现在已经不早了，你明天还有课，先上去休息，等这个周末我接你出来，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都跟你说。好，哥你不要忘记来接我啊。放心吧，不会忘记的。转眼到了第二天，一早文振兴就来找他了。振兴哥，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还不是你拜托孟菊帮你办的事，你要的摩托车已经送来了，孟菊特意让我来通知你。昨天才说的，这么快就到了？孟菊昨天晚上特意打了电话给一个朋友说这件事，那个老板人也让人送来的，别说你了，就连我都惊讶。真是太感谢孟菊了，振兴哥，你等我把店里的事交代一下就。买回你一篮心莫的托，心中的高兴我无法说，高高兴兴我回家去，不凑媳妇我说不着。
我做你生意赚到你钱，打算你以后就不种田，城里去租间好房子，日子过得还如蜜甜。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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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过得还如蜜甜。怎么样，小飞，这车你还满意吧？太满意了，孟局，感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哈哈哈，我们两人说这些干什么？要谢就谢我这老朋友吧，这车是他帮忙弄来的。看清孟局的那位老朋友，叶小飞一愣。自从和孟太有了接触之后，上报纸的人物居然又有幸见到了一个顾军，电业局的主任。因为电工师傅检修不作为，导致电业局出现了重大火灾。在电业局失火时，他为了关闭总电闸，抢救公家财产，逆流而上冲入开关控制室，并因此牺牲。看着他和孟太站在一起，叶小飞的心情有些复杂。事故发生应该是在下个月。顾哥，真是太谢谢你了，给我弄来这么好的一辆车。小飞，这汽油票不好弄，我这里只有一张20公升的，如果以后没有了，你可以到电业局来找我。多谢顾哥。叶小飞听到他说电业局，心里就更笃定了，自己果然没有认错。孟局，顾哥，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今晚上要不然一起去吃个饭？行，没问题。和两人告别之后，叶小飞便去接贺静家了。最近一直忙，都没带他去医院，今天下午可不能再耽误了。检查完之后，发现贺静家有些贫血缺钙。医生可不可以给我们开些补剂？我们医院只有钙片，贫血的这些药县城医院才有。钙片的价格不便宜，1块钱1瓶。要3瓶，等吃完了再来开。行，那我就给你开了啦。你对你媳妇真好，缺钙这些药是抽起筋来，可折磨人了。小姑娘，还是你爱人心疼你。出了医院后，叶小飞就将贺静家送回家，自己则是去锦绣三江饭店赴约。饭桌上酒过3巡，叶小飞问起了电业局的事情。小飞，看来你对电业上面的事情也很懂啊，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也就是懂些皮毛，就知道电路上的检修一定要严格，不然容易出事。我们电业局也有专门的检修师傅，经常都要去检查。那你们有没有去看看他的检修成果呢？顾军一瞬间愣住，显然他从来没想过这方面。不瞒顾哥，我自己也开店，有些事情让人做了，我一般都要去检查一下，不然都不知道他们做的好不好。而且电业这件事也重要，检修师傅本身也辛苦，这种事有人看着好一些。确实，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我确实从来没去看过检修师傅那边。那看来小飞问到了一个关键问题，顾老弟，现在有些厂的开工都要用到电，电业安全也很重要。你这边回去后加强检查，最近大家都很抓生产啊，千万不能在这上面拖了后腿。小飞，这件事还多亏你提醒我，咱们哥俩喝一杯。顾哥，不用这么客气。酒足饭饱，几人高兴分开。回去的时候，叶小飞心情非常轻快。从这短短的一天相处中，叶小飞能看出顾军是个办事很较真靠谱、目的性非常明确的人。只要这种人惦记的事情，就会一直记着。经过他的提醒，这件事顾军显然已经上心了。孟局啊，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对一个小伙子青睐有加了。这个小伙子实在是不简单，说话办事比一些老家伙还全面，实在是难得。哈哈哈，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小飞的脑子非常灵活，有很多别人想不到的主意，想不到的点。你看，就比如说这次，你我都是当了这么久领导的人，我们的思维早就固化了，就需要这样敢说敢做敢建议的年轻人在身边当新鲜血液。是啊，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转眼到了第2天，顾军才回了县城，就直奔电业局设备室。到了设备室，这才发现都快到中午下班的时间了，维修师傅还没有来上班。接下来顾军便查看起了设备电线，越查看越是心惊，不仅是设备上的维修有问题，还有一些很明显的电路问题。主任，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电线和设备这些的使用情况。梁师傅，你这是才上班？顾主任，今天我是家里临时有点事。梁师傅，你也知道电业局的安全关系着多少人，咱们县城的大部分供电安全都要依靠咱们，你这样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咱们吃着公家饭，就要把自己该做的分内之事做好。如果这次我没有发现，还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主任，我知道了。行了，多的我也不说了，这里面有很多设备和电线问题，还要你来修理。另一边，叶小飞也骑着摩托车来了县城。记得前世他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宝安县，他知道要在这里卖卤货，最好的出处在哪里。而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宝安县郊区的那个管理不善、濒临关停的罐头厂。同志，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主任你好，不瞒你说，我也是做生意的，我这次来是想咨询一下，你们这个罐头厂能不能私人包下？小伙子，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先不说现在压根没有这个说法，就算是有，这笔价钱也不是你能承受的。对此，叶小飞早就猜到了，罐头厂如今只是濒临关停，距离真正关停还有一段时间。但叶小飞此时来这边说这个，只是为了能先发制人。假如过段时间，罐头厂的领导班子最后真的讨论起这件事，第一个想起的肯定是他叶小飞。
主任，我姓叶，叫叶小飞。这次来我也是诚心想问这件事的。如果你们这边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随时去电业局找顾军主任。郑主任本来还觉得这个小伙子异想天开，但听见他提起电业局主任顾军，神情就有所变化了。一般这种领导都有内部消息，难不成真有这样的风声？我姓郑，如果到时候有，我再通知你。好，那就谢谢郑主任了。道别后，叶小飞离开了罐头厂，直接去了县医院，准备给贺静家开些补血的补剂。刚取了药准备离开，就看见一个男孩面色煞白，双眼直瞪，明显是被眼身就跑，只为不被讹上。可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自己掉落的物品居然被男孩奶奶捡到，并从其中得知了自己的信息。原来叶小飞刚刚来医院抓药，意外发现一个小男孩被噎住了，关键时候他挺身而出救了小男孩。小伙子，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走去我家吃个饭，我一定要让我儿子好好感谢你，要不是你，我孙子就没命了。大娘，不用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了。说完，叶小飞便直接转身离开了。现在还是好人多啊。出了医院，叶小飞就直奔电业局，打算去找顾军。等到快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刚才光顾着救人，给小静买的补剂放在地上忘拿了。算了算了，等我来这边看看电业局的危险解除了没有，等会儿又重新去买一次吧。小飞，你怎么来了？顾哥，我来县城这边办点事，顺便过来看看，没打扰到你吧？开什么玩笑，你随时过来我都欢迎，谈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还没感谢你提醒我的事，电线的问题还真让你说准了。那检查好了吗？我只是暂时看了下电线，让师傅把老旧的电线处理好了，至于设备这些问题，还要等上面委派的专业人员来检修。顾哥，那你们那边能联系到的技术人员大概要多久能来？应该是下个月。顾哥，这件事拖不了，电线都出了问题，连接的设备肯定也很麻烦，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恐怕整个电业局的人都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些事情上你不能太重规矩了，为了百姓的安全和公家财产安全，你看看能不能找人帮你缩短一下时间。顾军面色凝重，不得不承认叶小飞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之前如果不是小飞提醒，他还想不到检查这些设备。行，那就听你的，我找孟局帮我一下。小飞，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今天必须跟着我回去吃个饭。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此时县委大院里，一个大娘带着小男孩进了门。那你和磊磊回来了，身体没哪里不对吧？今天磊磊差点命都没了，你这个只管生不管养的，我才是命苦。那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磊磊差点命都没了？说起这个，林大娘就是一肚子的气，把医院里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幸好有这个年轻人，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要是错过那几分钟，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回来。就是啊，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你亲儿子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你都要把人给找出来，咱们要好好感谢人家。那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名没有？我不知道，小伙子品德好，救了人飞快就跑了，但是落了东西在地上，这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你平常忙别的事情，把我的文文气走，这些我就先不说你了，但是这次磊磊的救命恩人，你就算举第三尺也要找出来。林主任一口答应，林大娘这才满意。末尾还抱怨道：我老了，你们又把你妹妹气走了，现在就让我一个老太婆带孙子，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怎么办？那现在厂里的效益各种都不行，过段时间我就让麻他妈来带磊磊，到时候咱们再把文文找回来。这可是你说的。而另一边，叶小飞在顾军家吃了饭后，就赶往龙华中学去接妹妹去了。才到学校就看见了林静文。林老师，这么热的天气，你在外面等谁啊？等你啊，你今天不是要来找叶玲吗？叶小飞一愣，他怎么记得自己没把这话告诉林静文？真是麻烦你了。没事，我都是听叶玲说的。原来是这样。自从上次的事情你来了之后，叶玲这几天的状态好多了。那就好，我就怕这件事影响她。叶玲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科任老师都很喜欢她，她的成绩也很好。哥，你来了。我来你接回家休息2天。林老师，那我们就先走了，真是太感谢你了。没事，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林静文和叶小飞两人在校门口分开后，直接回了自己在校外的铺子。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那里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林静文，你现在还想躲呀？你这是老爷子和妈都不打算管了，是不是？此时的叶小飞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载着叶玲兄妹两人回了春树庄。你是叶小飞，才多久不见，你居然这么出息了？你怎么来了？王凤这个娘家弟弟王静，历来就是个混混，从小就爱干偷鸡摸狗的事，历来就对自己从来都没什么好脸色。我姐才生了一个小侄子，今天满月，我这个当舅舅的当然要来看一下。小飞啊，你这是发达了，你这车我都还没见过。那是当然了，这可是摩托车，10辆自行车都比不过。小飞，看来你是真的发达了，现在我该叫你叶老板了。都说谁都没有一家人亲，
现在我在家里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干，要不然你带我。我现在也不缺人，以后有机会再说吧。灵儿，你怎么回来了？刘月香看见女儿的那一刹那，还以为是自己的眼神出了问题，刚走到几人身旁，目光就被身边的大家伙吸引，顿时瞪大了眼睛。小飞，这车是你买的？妈，是我买的。哎呦，你个败家子，这东西怕是得上几千了吧？这么贵的东西，你说买就买？你坎上的房子修好了，还要简单装修一下，你把钱花了，那上面怎么办？行了，刘姨，小飞这么厉害，肯定有的是钱。他现在是老板了，要不然让小飞带一带我。刘月香看了儿子一眼，他虽然不聪明，但是也不糊涂，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帮儿子做主。妈，我先去看下坎上的老房子便回去了，等周天我来接小妹。小飞，吃了饭再走啊。不了，我店里还有事，就先走了。说完，叶小飞就骑着摩托车走了。见叶小飞自始至终都没有理会自己，王静便气冲冲的去找自己姐。突然好酒好菜招待我，就连他一直以来瞧不起我的弟弟也对我满脸笑容。正当我疑惑之际，嫂子就提出让我把店给他弟弟。小飞，你现在有大出息了，你得多帮衬帮衬我们啊！你看小静都这么大了还没个对象，要不你就把你那个卤味店让给小静吧，这样用不了多久，小静就能娶个媳妇了。反正你头脑灵活，随便去做什么生意都能赚到钱，你说是吧？听到这话，叶小飞瞬间愣住了，怪不得嫂子一家今天对他这么好，原来是打着这主意。这话你们也说得出来，开口就想抢走我的店，我又不是王进他爹，凭什么要我把店给他？撂下这话，叶小飞便直接离去。如今和他们多一句话都是浪费口水。姐，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他这么有钱，肯定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直接去村长那里举报他。你以为你姐我没有想过，但是这个白眼狼聪明得很，特意把他的房子拿给村长家修，还请了村里不少年轻人跟着一起。那些人拿了钱，怎么可能举报成功？不能在村长这里举报他，我们可以去公社，去派出所。那我们马上还可以举报村长包庇他，他这个行为就是只利用时机钻空子，投机倒把，不仅能没收财产，还要劳改，村长说不定都要下台。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你姐没什么文化，你可不要骗我。我骗你干啥？姐，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叶小飞这么目中无人，又不愿意带我们，既然他不把我们当成一家人，那我们也没必要替他隐瞒。那你打算怎么做？我要到公社去举报他，他少说也卖了几千块了，足够他在里面去蹲几年了。王凤一愣，他刚才说那些话就是单纯的抱怨，虽然他盼着叶小飞出事，但是也没想过自己主动去举报。算了，别去趟浑水。大姐，你关键时候怎么犯糊涂了？你知不知道举报的人不会被抓出来，而且还可以得到奖金？再说这都是叶小飞自己做出来的事，我又不是陷害他。王凤还是继续劝说，可王静压根就听不进去，直接不耐烦道：他都不把你当嫂子，你还维护他干什么？这件事不用你出面，我自己去就行了。但是先说好了，听说给的奖金是从罚金中抽，叶小飞那么有钱，到时候钱就是我一个人的，几千块的摩托车都随便买，说不定他身上还有1、2千。一字字一句句敲在王凤的心上，这些数字更是王凤在梦里都不敢梦见的数字。谁说我不去？这件事我跟你一起去，我是他嫂子，更能证明，到时候给的奖金我也要分，不能你一个人全部私吞了。好，那我们先商量一下。随后王晶立马和王凤说起了自己想好的计划，而此时电业局内，顾军听从了叶小飞的建议，连夜打电话给孟泰请求支援。第二天，经过技术人员一番检查下来，发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检查，居然是机电保护出了问题。又刚好今天又碰到县委书记来视察工作，刚得知了情况，可把牛书记惊住了。最近县里刚修好了一家摩托车厂，下个月初就要开工，到时候所需要的电力可不是小数目。要是电业局此时都在超负荷状态，等下个月摩托车厂开工，绝对会彻底承受不住。陈师傅，还多亏了你来帮我们检查出这么多问题，这保护器还能修好吗？没问题，这也是运气好啊，这么久都没出问题，而且也不是特别大的设备出了问题，关键是也及时。要是不管，等用电超负荷了，机电保护不到，很容易短路燃火，绝对是大麻烦。顾主任，这次的事情你做得非常好，挽回了咱们人民和县上的损失，我代表县委向你提出表扬。多谢牛书记表扬，我拿着人民的工资，吃着人民的粮食，自然要为人民办事。很好，这里的事情有你我就放心了，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好，牛书记你慢走。自始至终，牛书记都没有对本该负责这件事的何副主任说过一句话。原本何副主任离顾军的位置一步之遥，顾军随时有可能被取代，但经过这一件事，顾军的主任位置算是稳住了。
这次幸好有小飞啊，有空一定要再请他上门认真感谢才是。同时，保安县县委大院，林静文回到家，便看到桌子上有张纸，居然写着叶小飞的名字。哥，这纸上怎么会写着叶小飞？坐了这么一路的车，你终于舍得和我说一句话了。林静文垂下眼，从他被逼着相亲介绍对象开始，他就主动申请了去龙华公社支教，想暂时和家里断了联系，来表达自己态度的坚决。这次他哥亲自找了过来，想着这么久都没有见父母，林静文还是跟着回来了。这是救了雷雷的恩人，我怕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便写了下来。哥，你说小飞救了磊磊的命，是怎么回事？是磊磊去医院吃水果糖卡住了，多亏了这个叫叶小飞的年轻人帮忙，不然磊磊肯定就出事了。突然，林主任想到了刚才林静文的话，难道他们认识？不然自己妹妹怎么会那样称呼别人？你认识他吗？怎么叫他小飞？他妹妹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我还想叫人打听，没想到这么巧，我得好好感谢他一下。嫂子一家就心生嫉妒，直接去公社把我给举报了。你就是叶小飞吧？我们是龙华公社监督小队的，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投机倒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这是正常开店，没有投机倒把。实话告诉你吧，举报你的人和你有关系，人家来大义灭亲，你根本没办法狡辩。你现在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有什么话你去跟公安说。叶小飞不想在店门口闹得太难看，这周围还有不少人，万一被人看见就不太好了。好，我跟着你们去。几人来到公安局，恰好今天值班的是和叶小飞有过几次接触的霍英。同志，我们是龙华公社督察小组的，有人向我们举报这个同志投机倒把，我们把人带来，你们这边负责审问一下。霍哥，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叶小飞同志，你们这是？公安同志，你们还互相认识？是啊，同志，这位小飞同志是我们龙华公社的先进个人，最近才在告示栏上贴了他的奖状和个人先进事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公安同志，有这个叶小飞的亲戚专门来公社举报他投机倒把，而且还说涉及的数额巨大，所以我们才去抓人的，这里面应该不会有什么误会。中年男人也懵了，先进个人还有荣誉奖状，但是又想到是叶小飞自己的亲人来举报的，难道这还能有错吗？就在这时，王所长刚好来了，看见一堆人站在这里，先是一愣，最后看到叶小飞还笑着打起了招呼。小飞同志，今天你怎么突然来了？王所长，有人举报我投机倒把，说我非法所得的资金数额大，在公社举报了我，要来你们这里审问。简直胡闹！投机倒把是说以欺诈的手段谋取暴利，你堂堂正正做买卖，赚的都是自己该赚的钱，怎么就和投机倒把扯上关系了？行了，看来这中间误会不小。几位同志，你们接到举报重视是好事，但是叶小飞同志并不是投机倒把，你们就放心好了。叶小飞同志，既然这件事是误会，那就不好意思了。如果不是你亲戚来举报，我们也不会贸然上门。没事，理解的。既然说开了就好了，这种事情只要没有下一次就好。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两边人说开之后，中年男人就带着人离开了。叶小飞则是和王所长一起进了办公室。小飞，你生意做得大，但也要注意下身边的人。这次的事情只是单纯举报，要是以后还有什么事情，谁说得准？多谢王所长提醒，这次的事情我心里有数，以后肯定知道提防。你心里知不知道是谁做的？我大概能猜到是谁做的，身边知道我所有情况的人不多。这种事你心里要有数。现在投机倒把的打击力度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要是闹大了，其他地方还是要管。好，这次的事情谢谢王所长。这么客气做什么？上次你可立了一件大功，我们龙华公社要是以后发展起来，这里面的功劳就有你一件。王所长说笑了，真要说功劳，还是你们这些保卫我们民众安全的人更有功劳。此时的春树庄已经彻底炸开了锅。王进，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呀？小飞被抓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飞哥不是在公司做生意吗？为什么会被抓了？你又是咋知道的？我还能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亲眼看见的。当时也是巧了，我本来就是从那里路过，看见一群身手矫健的公安追着人跑，拿着棍子把叶小飞的店都砸了，还说要没收他的摩托车。王进，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骗你们干什么？叶小飞这房子修得那么气派，工钱肯定没给你们结完吧？你们简直是白忙活了。他被抓了，甚至摩托车都要被没收，哪里还能拿出钱来给你们结算工钱？王进，你真的没在胡说八道？这还能有假的？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让村长去公社打听打听，说不定还能看见叶小飞被压在那里。勇哥，你能问问村长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吗？我们这么多人的工资还没看见。你们慌什么？小飞不是那样的人。勇哥，你这话就说错了。
我那可是亲眼看见了。要是叶小飞没做什么事，公社的人好好的去抓他干什么？我可是亲耳听见人家说要把他的摩托车收了。你们累死累活把房子给他修这么大，工钱都结不完。要我说，这叶小飞真不是个东西。听我姐说，对家里人也不好。王进，你平常都不去公社，怎么今天刚好就去了公社，还让你碰见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小飞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一去就能碰见，是不是你搞的鬼？勇哥，你这话就说笑了。有句话说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先不说我本身没做什么，就算做了什么，要是叶小飞没做什么，怎么会被抓起来？话音落下，众人就听见远处的路上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响声。叶小飞，你怎么会？前不断求饶，就连一旁的姐姐也在苦苦哀求。看着如今的嫂子和她弟弟，我心中却生不起一丝同情。就在几天前，我意外回到了80年代，为了不饿肚子，便依靠前世的手艺做起了卤味生意。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谁知心生嫉妒的嫂子便带着他弟弟去公社以投机倒把的罪名给我举报了。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我做的生意合情合法，不但一点事没有，还得知了是他们举报的我。小飞，王静也就是一时糊涂，大家好歹都是亲戚，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王凤，你别在这里装傻，你和王进就是一伙的。乌鸦不要笑猪黑，你们两个商量好了要举报我。王静、王凤，真是你们嫉妒叶小飞，所以去公社举报了人。村长，王静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他已经知道不对了，简直糊涂。今年公社给每个村子都下达了夸父目标，我们春树庄除了小飞，还有谁能达标？得亏了小飞没有出事，要真的出事，咱们整个村子里都找不到第二个符合要求的。到时候开会，那是在这么多村长面前丢脸。以后我们春树庄的人，在其他村的面前还能抬起头来吗？这么说，咱们村子里的人差点被这小子给害了。他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么一个儿子，宠得踢不是个样子。这样的人就不该让他再来咱们村里。王姐，这件事你的过错很大，你平白无故污蔑一个好同志，还去公社举报他。现在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你必须好好给叶小飞同志道歉。还有王凤，你也要道歉。老三，这次是大嫂对不住你，我也是一时糊涂。王凤，你就这么干巴巴的道歉就结束了？是啊，把人家害得差点坐牢，而且心都是黑的，把我们整个春树庄的名声都给害了。不能轻轻拿起，轻轻放下。要是这次不给处罚，以后别人全去模仿，谁都能去举报别人，就彻底乱套了。王混，你作为春树庄的社员，却做出这样的事，你这样的同志是不服管教，不团结友爱，思想觉悟也不高。2个月不允许你去上工，也没有工分。村长，凭啥我不能上工？还是2个月？你说凭啥？你自己干了什么糊涂事儿，心里没数吗？要不是看着你们都在一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就让你直接赔钱，哪里是让你不上工就能解决的？谢飞，你看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接受？可以处理好王凤，接下来就是王静，但他毕竟是另一个村子里的人，村长要求他赔钱。我哪有什么钱？要钱没有？拿不出钱来就去公社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我们春树庄的名声都被你毁了，你们村子里也该出下名。王静在村里名声本来就不好，要这是真传回去了，他肯定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村长，我愿意赔，但是这得让我回家去问我爸妈要。可以，谢飞，你觉得这件事处理的怎么样？我觉得都可以，谢谢村长。呵，那就这么决定了。处理好结果之后，村长便带着众人离去了。灵儿，我店里还有点事，你假期要结束了，我今天就送你去中学。小飞，这会儿已经不早了，要不然吃了饭再走。不吃了，店里还忙，妈，我们就先走了。到了龙华中学，叶小飞两兄妹刚好碰见了叶灵的好朋友苏萱娇。叶灵，你回来了啊？你还不知道吧？林老师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我们现在换了个新老师。你知道林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吗？不知道，只知道林老师突然就走了，不在这教书了。听到这话，叶小飞也很震惊，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吗？叶小飞觉得还是去看一下才放心。到了林静文之前住的房子那里，正好看见有个老大娘在屋子里打扫卫生。同志，你是要租房子吗？不是，大娘，这房子里以前住的人呢？你说的是林老师吧？他退租了，人家是县城的，他哥哥来找他就走了。确认林静文没事，叶小飞也就放心了。好，谢谢大娘。小伙子，之前林老师住在这里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但是那天他哥哥来的时候，人家家里可殷实了，县城里的姑娘可看不上咱们这儿的人，你还是看看其他人吧。不是，大娘你误会了，林老师是我妹妹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朋友，我听他突然辞职了，所以过来问一声。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就放心，他是回县城享福啦。好，那我就走了，大娘。想着卤味店有方恒看着，叶小飞就准备去罐头厂再看看。而此时罐头厂那边，罐头厂的高层正在开会。现在我们罐头厂的效益越来越低，再这样拖下去，就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起了。郑主任，你说一下最近的想法。厂长，现在罐头厂关停已经没办法避免了，我们现在还拖欠着工人的工资。前不久有个年轻人找来我们厂里，说想接手这个厂。这个年轻人是谁？叫叶小飞，他好像和电业局的顾主任认识，说如果咱们这边同意，就去告诉顾主任。这个小伙子应该有点门路，咱们罐头厂现在确实也是没办法了，他应该有能力，看起来有魄力，还骑着摩托车。我也知道现在罐头厂不行了，但是这毕竟是公家的厂，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肯定还要打报告申请。厂长，就算打报告申请，我们也要申请一下，这么拖着不是个办法。行，那我跟上面的领导申请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罐头厂就要关停了。一场会议让领导们都心情低落，从罐头厂出来的时候，一个个脸上的神情都不怎么好看。郑主任，叶小飞，你怎么突然来了？郑主任，这就是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你提到的那个年轻人。对，厂长，这就是那天来问的小伙子，叫做叶小飞。小飞，这是我们罐头厂的罗厂长。罗厂长，你好。小飞，上次你说想接手我们罐头厂，这件事不是我们说了算，还要向上面打报告申请。这些厂都是政府那边在管，现在可没有地方能公私合营啊。罗厂长，我明白你现在的顾虑。首先是工人的工资和官场的一系列问题。我有一点能说明的就是，我这边接手这个厂之后，也需要工人。如果这个厂最后真能转给我，那我肯定能留下一部分工人。看着罗厂长眼神一亮，叶小飞就知道自己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小飞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我们罐头厂现在有50多个员工，你接手罐头厂后，到底打算怎么做，才能给得起50多个员工的工资？50多个工人，我这边接受没问题。我这边只有向上面的人申请，如果这边有消息了，再和你联系。好，麻烦罗厂长了。说完，叶小飞便心情愉悦地骑着，经过我一顿操作，就能以10倍的高价卖出。靠着这门手艺，我不仅买了车，还盖了房。根据前世的记忆，最近有个罐头厂濒临倒闭，我当即决定收购过来，把我的卤味店以加盟的形式做大做强。林大哥，你觉得卖卤味怎么样？比起你卖杂货来说，那简直好太多了。大家喜欢吃这个味道，都说下酒，每天都要卖好几百斤的货，一天赚的钱比我以前卖杂货半年都多。林大哥，你对你现在赚的钱很满意，是因为你没想过还能赚更多钱？我这里现在有个赚更多钱的机会，就是不知道林大哥你有没有想法再尝试一下？小飞，你说是什么机会？只要你说出来，哥当然跟着你干。飞哥，我还是那句话，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好，既然你们都愿意，那我就说了，我打算去包一个厂做卤味，但现在厂还在起步时候，仅仅靠着龙华公社的这一个店肯定是不够的。你们也知道卤味的口味有多好，要是能去其他地方开店，绝对也能把生意跟上。我现在身边没有什么能信得过的人，要是你们2个信得过我，不如加盟进来，去其他地方开店，厂里给你们供货。思索了片刻，林大哥一咬牙，直接应了下来。行，小飞，我就跟着你干。我这边开店没什么问题，但是具体要开多少，我还要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林嫂子就在门口等着一起拿货，林大哥把她拉到一边，和她说起了准备开店的事。老婆，这个卤味有多好卖，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小飞要开厂，咱们整天这么卖也累人，我想开几个店。什么？你还想开几个店？一个店就够了，还几个？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呀？咱们现在赚的也不少啊，就这样不也挺好的？现在每天赚的钱都差不多，多开几个店，我们就可以赚得更多了。老婆，之前咱们商量着做卤味生意，你看是不是效果特别好？是特别好不假，但是几个店投入也不少，而且你想好开在哪里了？说起开店，我觉得梨花公社和田家坝公社，甚至还有更下面的红庙子公社都可以。3个店，我们家里的人哪里够？我们2个管一个店，我爸妈还能管一个，还有一个给你弟，他不是最近还不知道做什么吗？夫妻俩争执的声音渐渐没了。很快，林大哥笑容满面走了进来。小飞，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开3家店，梨花公社、田家坝公社和红庙子公社。没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这几天就去看一看店开在哪里。这个不着急，厂那边的回话下来之后，我再跟你说。林大哥在这方面果然很有魄力，一下就要开3家店。如果这3家店每天的销量都能达到现在龙华公社这家店的量，那么吃下厂里的出货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等林振东走后，方恒则是有点纠结。林振东都把附近公社说了，他还真不知道再去哪里开。飞哥，那你看我要把店开在哪里比较合适？
你先不说去开店的事，你跟着我干就行。我打算在县城开2家店，龙华公社的店还需要你帮我管着。好，听你的，飞哥。如今有方恒看着店，叶小飞也不用过多操心，便直接去了贺家。如果没记错的话，贺劲峰这几天将要带着车队去红山县。前世另外一个司机和贺劲峰换了开车时间，当时那位司机意外撞到人却死不承认，而安排表成为了是贺劲峰开车撞到人的铁证。贺劲峰百口莫辩，犯了这么大的错，他不仅赔钱被开除，还锒铛入狱。叔叔，我这次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啥事？小飞你尽管说。叔叔，我现在打算将县城的一个罐头厂收了，然后做自己的卤味厂。现在已经有人和我一起合作了，他们要开3家店，从我这订货，我还要送到龙华公社，以后还有其他店之类的都需要送货，所以我想着想买一辆送货的车。那你说要我帮什么忙？叔叔，我是想着送货的车，这件事就没人比你更清楚，想问问你这几天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县城看一看。现在送货一般都用3轮车，拉东西装得多，就是买这东西不太容易。我有认识的人可能能帮到我们，就是我要去罐头厂和那些领导谈话，没空去看。这有啥难的呀？让你叔叔去给你看。这咋行？车队马上就要去红山县，我作为队长咋能不去？是你自己家里重要，还是车队重要？你们那里司机也不少，离了你他们都不会开车了。你纯粹是无理取闹，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主要是担心车队，还有我作为队长的责任。没事，叔叔你去吧，我明天去给领导赔个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老贺，你要是真去那边不顾小飞，你就开着车别回来了，看看给小飞为难成什么样了。好了好了，我不去成了吧？谢谢爸。叶小飞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这次岳父不跟着去，他的劫难基本就化解的差不多。我靠卖卤味日入斗金，如今赚了钱，又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提前去收购罐头厂。叶小飞同志，你来了。郑主任，你们现在停工了吗？对啊，上次你的事儿厂长写报告去问领导，恰好咱们这儿暂时也没有订单了，所以就让员工回去休息了。你来的可巧了，今天领导已经回复了。怎么样，领导同意了吗？同意了，但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的正当买卖。至于转让没什么其他的费用，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解决罐头厂员工的就业问题。好，这些都没问题。你照着这个地址去工商部找吴振东主任，他就是管这个的。谢谢郑主任。不用客气，路上慢点。工商部，叶小飞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吴振东主任的办公室。吴主任你好，我是叶小飞，也是想接手罐头厂的那个年轻小伙子。你接手这个厂是想做什么？卤味，以后就是卤料包，那些工人我都可以收下，这点肯定没什么问题。罐头厂这个我可以给你批，你也是符合上面申请规定的。但是你要是想马上做卤味生意，恐怕还要等等。按照我们县的规定，你想开个新厂，也要等上面的审批。你这种算是私营，现在这种都是摸石头过河，政策还没有很成熟，还要等一等，那岂不是要耽误更多时间？迟则生变，万一过几天不给批就麻烦了。思考片刻，叶小飞直接拿出了一沓钱放在桌上。叶小飞同志，你这是？吴主任，这段时间忙这些你也尽心尽力，这些流程太过繁琐了。我这个人喜欢简单点，你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合作当然要慢慢谈。小飞同志，我们再详细说说。我这个人喜欢喝茶，好多人都给我送茶叶，但是你也知道，处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些东西收不了，所以茶都是普通茶。小飞同志，你将就喝着。吴主任，咱们县贫困地区应该不少吧？对，现在每个地方都穷，吃不饱饭的大有人在。吴主任，我这人没有什么大志向，但是也是吃过苦的，这些钱算是我麻烦你照看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这件事要多麻烦你了。吴主任，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便直接离开了，留下吴振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恍然大悟，这个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如果按程序走，1个月是肯定要的，说不定还要到2个月，但是他这边只要愿意行个方便，也就是跑2趟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太阳大，就算是骑着摩托车都把人晒得满头大汗。恰好这时候叶小飞看见路边有家茶店，哥，给我倒杯茶。好嘞，兄弟，你不是县城里的人吧？对，哥你怎么知道？哈哈，当然是听口音啊，听起来你像是龙华公社那边的。大哥，你也是龙华公社那边的老乡吗？算是半个那边的人，我老婆是龙华公社的，听你们的口音相似。两人说话几个来回间，关系就拉近了不少。叶小飞也从交谈中知道，这位大哥姓李。对了，你这次咋跑县城来了？是要买什么东西吗？我是想在这里开店，来找铺面。那不是瞌睡遇到枕头了？我正准备退了这个门面回龙华了，你觉得这个位置咋样？一听这个，叶小飞的眼睛都亮了。这家茶店的位置确实不错，要是能把这个店盘下来，将来卖卤味也足够显眼。
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反正我都不做了，我还能骗你啊？这个店的位置可太好了，大哥，你知道房东住在哪里吗？知道啊，就在前面一点。随后大哥便主动带着叶小飞去找房东。房东是个大娘，平时在家里带孙子，人也耿直，直接按照李大哥之前的租金收10块钱1个月。这个铺子我还要3天才能腾出来，兄弟，你这边不急着搬进来吧？不着急，我这边还要招人，要不了那么快。招人还不简单，你就去河边上，那里不少人都等着找活干。行，多谢哥了。客气了。租下铺面后，叶小飞骑着车继续在城里转悠。不过接下来他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一路上都没再找到另一个门面的下落，于是便直接去了电业局。叔叔，你们回来了，顾主任呢？他有点事要处理，说等会过来。哦，叔叔，你们今天去看的怎么样？顾主任带我去见了老板，老板带我们去看了那些样车，虽然和货车没办法比，但是装的货也不少，而且骑起来也好上手，不像货车还要学。现在要买是不是要等很久？对，老板说了，就是顾主任开口，也只能等1周，就是价钱不太便宜，要1万多。那就等1周后我来提车，就是送货的司机现在还没找好。厂和店里的事情你找好没有？叶小飞就把自己找好铺面和厂里的经过说了一遍。送货的事，你先找着有没有司机，如果没人，我再帮你想办法。好的。叶小飞表面答应了，实际上他最熟悉的人选还是贺爸。小飞、汉哥，你们久等了吧？顾哥，没影响你工作吧？不影响，不影响，都是些小事。顾哥，你帮了我好多忙，等我那边的厂开好之后，咱们一起出去吃顿饭。好，哈哈哈，正好那时候你差不多结婚了吧？几人笑着说了几句话，约定好拿3轮的时间，叶小飞和贺爸便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叶小飞又去了贺家，一进门就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太对。叔叔阿姨，你们怎么这么憔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昨天晚上车队出了点事，确实一晚上没睡好。车队出了什么事？他们不是去红山县了吗？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但是出了点事。你叔叔的同事撞到人了。司机这个工作本身就危险得很，我之前就说过，要是不注意撞到人，那就是罪。你叔叔还好，平常虽然喜欢喝酒，但从来不会在出任务的时候喝。开车喝酒本来就容易出事，老宋喝了酒，这不就出事了？叶小飞眼神微微一变，出事的居然还是那个宋茂，而且他出事居然不是偶然，是他自己喝酒。阿姨，既然是那个老宋撞到人了，为什么你们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老宋喝了酒开车才出的事，要赔好大一笔钱，还要坐牢，一家人都来借钱了。那借了没？家里都是些散钱，就是想借也没办法借，今天得去银行把存折里的钱拿出来才可以借。你都说那个老宋和你的关系一直不对付，平时也不怎么听你的管，还真想把这钱全借出去。都是兄弟，现在他家里这么困难，都求到咱们家里来了。你还好意思说？这次要不是咱女婿，你就跟着一起去红山县了。你平常一般都和他一个车，不知道会被他害得有多惨。这几百块钱借出去，他们还能还回来吗？跟送了有什么区别？叔叔，老宋平时和你的关系怎么样？一般，他算是车队的副队长，和其他几个人的关系比较好。那这个钱是不是该那些司机借给他？他和那些人的关系好，那些人肯定是最想帮他的。要是他们舍近求远，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让其他司机不愿意借钱给他。就是他该找自己关系好的借钱才对，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找上你了？应该那些人都去找了。叔叔，钱都要用到刀刃上，现在他出了事，我们借出去这么多，以后我们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别人不一定有能力帮回来。有句话叫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人富裕了之后有精力帮助别人是好事，这种事我们帮不了。其实几百块对叶小飞目前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宁可扔了喂狗，也不给自己讨厌的人。老贺，小飞说的话你听见了没？别啥人都想着帮，你落难了人家会帮你吗？行吧行吧，我说不过你们。贺爸有些气闷，但是气归气，他还是觉得自己老婆说的有道理。几百块钱他们不知道挣多久才有，既然家里人都不乐意，还是丈夫便不许他去上班，甚至仗着自己有点钱，让岳父也辞去工作跟他混。老登，我跟小静商量了下，想让小静去继续学习，争取考大学。对了，这能行吗？你们都快结婚了。肯定行啊，以前小静的成绩就很好，现在个体户经济越来越好了，不一定需要她这个稳定的工作，让她开心快乐的去校园才是最好的，而且赚钱有我就行了，不需要小静这么辛苦。听到这话，贺爸贺妈对这个女婿更满意了几分，从这些事中就能看出他对自己闺女是真心的。食品厂的工作可以给家里的亲戚，我就这么辞掉实在太可惜了。确实，叔叔阿姨，你们家这边没有需要这个工作的吗？小飞，我们家这边都有正式工作，还是你看看有没有谁合适，不然工位不要太可惜了。
好，等有空我回去看下。小飞，你不是把罐头厂转过来了吗？那边进行到哪一步了？还在找送货司机，等司机找好了随时开工。厂里的工人都是现成的。老贺，要不你去帮小飞吧？你在那车队3天2头的不着家，以前年轻的时候养家也就算了，咱们现在岁数一大把了，还是求个安定，没必要这么去拼了。是啊，叔叔，开货车不仅晚上要摸黑开车，还得提防油耗子来偷油。货车司机太考验反应能力了，要是没睡好，真要出了什么事可咋办啊？我这就缺自己人，你要是能来帮我，我就放心了。沉默片刻，贺爸心里也想通了，媳妇和女儿女婿都是害怕自己在外不安全，正好女婿这里缺人，能帮一把小辈也是好事。姐，听你们的，明天我就给车队说一下辞职的事。从贺家离开之后，叶小飞便直接去了稻田村食品厂的工作岗位。他决定给表姐复秀，姑姑一家对他都不错。前世自己被嫂子赶出家后，这个表姐还偷偷给了自己20块钱。小飞，你怎么来了？姐，我这次来找你是有话要跟你说。什么话？食品厂的工作你觉得好不好？那肯定好啊，那是城里工作，吃商品粮，还有工资拿。那姐，你愿不愿意去那里上班？哪里是我想进就能进的？姐，是这样的，我媳妇之前在食品厂上班，但是她最近准备考大学，那里的工作没办法再做了。你愿不愿意去那里上班？小飞，工作这么难得，你给我干什么？你们和舅舅好好商量。姐，我和家里闹了矛盾，工作是不可能拿给他们的。你们这是怎么了？叶小飞没有瞒着他，把分家、做生意后被举报的事情都告诉了傅秀。所以姐，这件事我不可能和我爸他们商量，这个工作也是我媳妇的，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我想着这个工作辞了没人接班，很可惜，所以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这么好的工作我当然满意，可是……别可是了，姐你既然不嫌弃，就这么说定了。这工作你可以先去干，到时候你坐月子，厂里还能给你留名额。什么叫我就答应了？这件事这么重要，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你可别着急。那姐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决定？等你姐夫回来，我给你姐夫说。行，那你和姐夫商量，而且我也需要姐夫帮个忙。啥忙？我打算去县城开店，想让姐夫跟着我一起去帮忙。姐夫雷强其实是个能力非常好的人，体现在厨艺和细心程度上。就像他现在去公社找工作，也只是偶尔去搬货，其余基本上都是去饭店里工作。你姐夫能行吗？不知道他能不能干下来。不过这个事倒是没什么问题，你说一声就行了。工作的事你还是仔细想一想。姐，这件事我早就想好了。姐夫细心，厨艺也不错，不会的慢慢学就是了。工作的事你要是不嫌弃，就不要推辞。你有份正式的工作，以后才不会被婆家看不起。小飞，谢谢你。傅秀也明白叶小飞是真的把自己当亲姐来对待，要是自己一再推拒，那就是伤了弟弟的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应下。至于亏欠小飞的，就让自己男人去好好帮小飞。姐，我们之间就不用说这些虚的了，只要姐夫和我一起好好干，以后日子都差不了的。你姐夫肯定跟着你好好干。敲定工作的事后，叶小飞又赶回了公社，和岳父约定好明天一起去县城。他还是去看3轮车的事，自己则是去厂里。第二天一大早，叶小飞载着贺爸去找了顾主任，顾主任会带着他去看3轮车。顾哥，这事就麻烦你了，至于钱的事情，等我忙空了去取。说什么呢？这点小事还用说麻烦？我们两人什么时候这么生分？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随时有空了随时拿来。好，那我就不跟顾哥客气了。两人笑着又说了几句话。叶小飞骑着摩托车又朝小伙在厂里架起了大锅，还把所有人都叫来围观。大家好，想必大家对我也有所耳闻，我承包罐头厂后，厂就要改名成十里香卤味有限责任公司了。你们以前在罐头厂的过去，我不太在乎，不管表现好不好，我们在卤味厂里，我对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有印象。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工资问题，每月30的底薪，我们按每天最终的产量计算提成。提成是什么意思？提成就是一种工资形式，在发放正常工资的前提之下，还会将我们工厂的日产值分一些利润出来。见众人仍然面露不解，叶小飞换了一种方法解释，反正就是除了正常的工资以外，还会有额外的奖励，采取多劳多得，做的越多，工资越高。厂长，要是我们做的效益好，是不是有可能一个月超过40块钱的工资？不仅是超过40块钱，要是工作努力，70、80都可以展望。我的员工就是要干实事儿。听见这句话，工人们眼睛都忍不住亮了。要是好好干的话，岂不是一个月能赚到以前2个月甚至3个月工资？厂长，那这个卤味厂复不复杂？大家放心，很简单就能上手。随后叶小飞便将卤东西的步骤全部说了一遍。这些工人以前都在罐头厂干过，一听步骤，脸上的神情都是一松。确实跟做罐头的步骤差不多，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流程上还是很相似的。我们厂的东西是要供应给店铺的，换句话说，咱们厂里的卤味是直接由十里香卤味店进行售卖，等于厂和店里是连锁，
品质上要求必须好，不迟到早退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上班的时候认真服从管理，因为我现在对你们还不是很了解，咱们厂里帮忙管事的人没办法选。厂长，我是罐头厂以前的车间小组长，我可以胜任这个职务。说话的男人一脸谄媚，但是周围的工人明显很不喜欢他。他说话的时候，大家的眼神都非常鄙夷，很明显是当面一套，在领导面前又一套的人。罐头厂的事都是以前了，我们十里香卤味公司是要重新选择这些干部。你们每个人现在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我选择你们能不能当领导的前提是你们的工作能力。厂长，那我们要怎么评判自己的工作能力？问得好，我们现在要说的当然是收益，而收益怎么样，现在主要看你们对卤味的掌握程度。只要你们的掌握程度高，每次卤出来的都又快又好，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班的领导，随时把控这一锅卤味的出锅速度。大家毕竟还没接触这个，现在不懂是正常的。今天我特意将大家叫来，就是打算教你们。那就好，厂长，我在家里做饭都好吃，这个卤味肯定没问题。厂长，那咱们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我会给你们演示一遍，你们就好好看好好学。卤料我会按时带到厂里来，大家主要负责的就是卤食材。叶小飞从来都打算把配方捏在自己手里，哪怕是以后厂里的制作他不插手，他只是会将一次需要用到的香料汇合打成粉。别人炒料的时候根本分不出来具体的用量，随后便演示起卤水卤制的步骤与方法，本来就不难，工人们看一眼就会了。其中有个姓白的大娘学得最快，只看了叶小飞的操作一遍，就已经熟练掌握。白大娘，你暂时先管着厂里车间的事，所谓能者多劳，在工资上管事的人肯定要多些。哎，我吗？对，就是你。县里的店我这几天要守着开业，咱们厂里我会经常过来看。你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到时候辅助着另一个大姐帮忙。叶小飞口中的另一个大姐，就是龙华公社店里的2个大姐之一。那2个大姐在店里干了那么久，对卤菜的步骤炉火纯青。叶小飞之前也和他们商量过，来这边帮忙看几天，每天的工资双倍，来回的车费会报销，所以有个大姐愿意过来看。谢谢厂长。一瞬间，白大娘的心中一阵豪情。而之前主动说自己是罐头厂车间组长的男人，闻言明显有些不服气，但是就是心里在不爽，也只能把气咽下去。接着叶小飞又安排好接下来的事宜，才离开厂子，去了电业局。他到电业局的时候，刚好遇到贺劲峰骑着3轮车回来。小飞，你厂那边的事情都忙完了？差不多了。叔叔，你觉得这个3轮车怎么样？都是吃油的，动力很足，而且学起来简单，里面可以装不少东西，送货应该问题不大。现在送货肯定没什么问题了。没问题就好。对了，小飞，明天就要开各个公社的冒监护大会了，你有没有准备好？闻言，叶小飞有些震惊，半天没说话。就是夸父大会，难道你们公社没找你？找了我就是忘了，居然是明天。最近事情太多，一件接着一件，我居然把夸父大会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你忘记了也正常，毕竟你有这么多正事要忙，冒监护大会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不过这次的冒监护大会可不一般。有什么特殊情况？来的人不一样，好多有实权的人都要来，其中还有我们的县委书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多谢顾哥你提醒我，不然我还真忘记了。客气啥，回去的路上你们慢点，3轮车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没问题，顾哥，那我们就先走了。好，路上慢点。到了贺家，贺妈看着贺爸骑的车来回打量，这就是3轮车啊，看起来真不错。那肯定不错啊，这里可是上万块呢。什么1万多？小飞，你叔叔笨手笨脚的，你真放心把这车拿给他送货啊？阿姨，叔叔开车很好的。我开车的技术好得很，这么贵的车能放心交给别人了。小飞，明天你不是要去参加冒监护大会吗？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小飞，需不需要准备什么？不用，阿姨，叔叔你明天可以开着车熟悉一下，没什么事。行，正好我之前跟车队说一下离职的事，今天我就去把它办理好。我跟着你一块去。叔叔阿姨，我就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去了，我要去公社办公室那边找邱书记，问一下明天的事。我们就是过去说一声，你的事情最重要，不用操心这些。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路上慢点。说完，叶小飞便去公社大院找邱年代。出现一个现象，每个公社都要推冒监护，而作为春树中的首富，叶小飞变成了第一人选。邱书记，你好。小飞，你这么客气干什么？我这几天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不好意思了，邱书记，厂里的事刚好赶到这几天了。好，明白，当然是你的正事更重要。幸好你没忘记夸父大会的事情。这哪能忘呢？村长可是特意和我交代过的。对了，邱书记，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问，明天的大会我们怎么去？这次咱们要去的都是先进同志，有专门的车来接，你上午7点在公社大院门口来就行了。回来的时候也是车子把我们送回来吗？那是当然，包接包送嘛，而且中午还能大家共进午餐。好，那我明白了。
小飞啊，你这次可是大家的重点关注对象。我重点关注对象？怎么对你自己不太自信吗？你年产值这么高，又承包了厂，我昨天去县里开会，人家领导还专门提了你的名字呢。哪些领导？是县上的领导吗？是哦，县委主任林敬刚不止一次说过你的名字，看来非常欣赏你。林敬刚，林老师叫林敬文，这两人名字的前2个字怎么发音一模一样？有什么没听懂的吗？我就是好奇，林敬刚主任多大年纪了？30左右吧。那他家里应该有弟弟妹妹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就是开会的时候和林主任见过几次面。小飞，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我有个朋友，名字和林主任的名字有点像，我还以为他们是亲戚。那应该就是巧合吧。林主任是县里的2把手，据说他家里的老爷子也厉害，真要有名字相似的亲戚，就在县城发展了。应该就是巧合。好了，明天我们就在公社大院门口集合。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路上慢点。次日一早，叶小飞就和邱书记去了夸父大会的地点。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宝安县各个公社的积极分子、先父代表聚会的日子，很高兴见到大家。俗话说得好，先富带后富，最后我们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你们就是先富起来的榜样。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表示县上对大家的赞美和肯定。同时，我们也不会让大家白来，我们会给每个来参加了的积极分子奖励1台黑白电视。去年的奖励好像是1辆自行车，今年怎么这么大方？电视机可要值不少钱。就是1台自行车只要100多块钱，电视机可要400块，这次是大出血了啊！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希望各位继续好好努力，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能带动其他老百姓。我们现在开始颁发奖状。随后林静就刚开始念起了名字，直到最后才念到叶小飞的名字。第1名，龙华公社叶小飞，年产值36万元。妈呀，这个龙华公社的叶小飞太牛了，30多万的年产值，到底是做什么的？你没看外面贴出来的吗？人家是做卤味生意的，太能赚钱了，简直是牛人！在场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渣渣。叶小飞同志，我代表宝安县向你提出表扬，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再接再厉，期待在下一次夸父大会上，你的年产值能更加往上升一升。多谢林主任，我会继续加油的。等等，叶小飞同志，我还有样东西没有拿给你。叶小飞有些不解，他有什么东西要拿给自己？上次你掉在医院的东西。叶小飞定睛一看，这不是自己上次在医院救了那个小男孩后忘记拿的袋子吗？叶小飞同志，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父亲，要郑重地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我之前想感谢，一直都没找到机会。这次看公社提交上来的表彰名单里有你的名字，我就一直等着跟你道谢。林主任，你实在是客气了，那种状况被我遇到了，我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叶同志，你中午有时间吗？你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得好好请你吃个饭。有的。那好，正好你们公社的邱书记也在吧，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没多久，夸父大会就结束了，林敬刚就带着叶小飞和邱书记吃饭去了。小飞，这次我请你们来吃饭，除了要向你表达我正式的感激，其实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林主任不用这么客气，直说就是。我对你在县城的发展也有所耳闻，听说你承包了罐头厂，打算继续做卤味，货源上的稳定肯定很重要，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林主任，不瞒你说，货源肯定是我目前的重点，不过我有个固定的供货商，货源上的是不能随意更改。小飞，你误会了，货源这边的问题我不是让你换人，我只是想推荐你关注一下竹叶公社。竹叶公社？叶小飞对这个公社有点印象，上午这个公社有个叫方迎新的中年人领了奖。他们公社的那个积极分子是靠着养殖发家的，他们公社的菜和肉都多，你这边要是没问题，完全可以去收购，带动2个公社发展嘛。行，我回去跟我的供货人商量一下，卤味每天用到的原料都不少。按照熊哥的人脉，短时间内供货肯定没问题，但是厂里一旦开始正常运转，供货就不能停了，每天要找这么多货，难度确实有点大。林主任的话确实给他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你回去说一说，这附近有不少公社的经济都不行，咱们先富起来的积极分子，还是尽量帮扶一下贫困公社。这些公社的农作物都不错，价格也不贵，两边合作肯定是双方共赢的局面。叶小飞点头，确实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饭后，林敬刚直接让县里的司机把2人送回龙湖任哥嫂，反而去帮衬平时没什么交际的表姐一家。只因前世哥嫂为了霸占家产，设计把小伙赶出家门。没想到的是，自己生活都成问题的表姐却把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20块积蓄全都给了他。如今重生归来，挣了钱的小伙决定好好报答表姐一家。第2天，叶小飞便带着表姐夫雷强去县城租下他早已看好的一间店面，然后又去招了3位大姐，让他们先把铺面打扫好。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卖卤味，不过店要明后天才开业，今天大家辛苦一点，将店面简单打扫一下。工资我们是36块钱1个月。没问题。几个大姐挺高兴的答应了，不过是打扫个卫生、卖东西罢了，不是什么体力活，给的工资还这是他们以前的2倍。交代完事情，叶小飞便带着雷强吃饭去了。姐夫，县城里的2家店我打算交给你来管，有你在我放心。小飞，我不一定能把店管好。姐夫，什么事情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又不是生下来都会，你只需要负责每天照看着县里的2个店，熟悉了就什么都明白了。小飞，姐夫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要是我跟着你，可能才没问题，要让我一个人来，我真是没这个胆量。姐夫，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那我试一试。雷强向来都是被别人否定，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肯定他，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豪气，觉得自己不能辜负小飞的信任。吃完了饭，叶小飞2人便回了龙华公社，先去找到熊哥说了送货的事，顺便还把之前林主任提的建议也说了一遍。行，我明天肯定把货送过去。好，到时候熊哥你就和我姐夫联系，县里的事情暂时由我姐夫帮我看着。没问题。那小飞你这几天要忙啥事儿？忙着结婚的事儿。这是大好事儿啊，准备什么时候办酒席？具体日子还没定下来，估计就是最近这几日，不想再耽搁了。好，日子定下来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带着你嫂子来恭喜你。没问题。寒暄几句后，叶小飞便离开，直接去了贺家。雷强明天要跟着熊哥一起去县城，所以今晚就直接住在了熊家。叔叔阿姨，我这次来是想商量一下和小静结婚办酒席的事儿。你们2个的事儿是该早就定下来了。是啊，就是这日子还要找人看下。小飞呀，春树庄应该有喜婶儿吧？没喜婶儿，但是有个爷爷会看。行，那就让他去看一下。至于酒席，我看就算了，咱们一家子吃个饭就行了。叔叔阿姨，小静嫁给我是件大好事，别人都要办酒席，我们当然也要办，不仅要办，还要办的任何人都说不出错处，让小静风光大嫁，别人都津津乐道称赞。你有这个心就好了，这办酒席还要花不少钱，你挣钱也不容易。小飞如果要办，咱们就别拦着他，他想办就办吧。作为男人，贺爸能理解叶小飞的想法，一个男人都想给自己心爱的姑娘最好的。贺妈知道自己男人决定的事情，就很少改变主意，到嘴边的劝说全都憋了回去。对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办一桌酒席，成本大概在多少？一般18冷9热2甜点1个汤，一桌酒席光食菜的成本都要8块钱。这个价格倒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做酒席的。这个好办，我就有认识的。你想办几桌？春树庄里办20多桌，在龙华公社也办差不多的数量。酒席的事商量好，叶小飞便拿出了一张存折递给贺爸。小飞，你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娶小静的彩礼。小飞，现在娶媳妇都是1两100块钱的彩礼，你给这么多做什么？这钱你拿着，你好好对我女儿就行了。要是这数字传出去，别人要说我贺敬风卖女儿。叔叔阿姨，这是我对小静的诚意，不可能我白白就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了吧？你对小静的心意我们明白，但是这太过了，我可以1分钱的彩礼都不要，只要你一直对小静好。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早就已经认定了小静，此生只会娶她一个人，好好照顾她。这些钱是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拿着。贺爸见此，只能无奈将存折收了起来。反正他们只有一个闺女，以后这些钱肯定也会花在女儿女婿身上。不过女婿愿意这样表态，也是看中他们女儿，这样的女婿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次日一早，春树庄叶家，刘月香高兴地说道：“我们去看了日子，人家说最宜嫁娶就是这个月15号。行，我安排做酒席的人到时候来准备。好，是该做几桌酒席？对了，爸妈，下午就有师傅上门来安装电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电视了。看电视是不是要不少电费啊？要不了多少电费？再说了，你们二老都劳累大半辈子了，岁数上去了就该在家里多歇歇，不要心疼这点电费。电费的钱我每个月给你二老给了。你之前给了我们不少钱，电费我们自己给就是了。那钱也不是这么浪费的呀，我们成天在家里看电视，老大老二怕是要说闲话了。他们爱说就说，我一把老骨头了，还真能干到累死的那一天不成？刘月香顿时就不说什么了。仔细说来也是，他们老两口做了不少事，总不可能一直下地干活，而且现在手里还捏着钱，老三又拿了这么多，养老完全够了。爸，咱们村没有好的木匠，你帮我问着点，问到了让他直接打家具就行，价格都好商量，但是一定要功夫到家。行，明天我就去问问，隔壁村就有木匠，质量方面这个你就放心吧，有我看着呢。各种事宜处理好之后，叶小飞便轰了上班的机会，但他却不懂得感恩。要知道，老板每月给他的工资可是整整30元，而如今为了一己私利，他居然带头罢工。就在几天前，叶小飞刚承包了工厂，这个男人就主动提出他有能力胜任管事这个职位，遭到叶小飞的无情拒绝后，便一直怀恨在心，这才带着众人一起罢工。这天，叶小飞来了厂里，
发现最近产量变低，这才从管事的白大娘口中得知有人罢工这件事。白大娘，怎么这几天的产量才有5000斤左右啊？就算现在不熟悉，也要稳定在每天1万斤才合适。还好现在店少，这几天的产值才勉强跟得上。厂长，这2天厂里有13个人一直没上班，包括以前的曹组长，少了13个人，产量确实比预计低了一些。叶小飞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曹组长就是之前那个自荐的中年男人。白大娘，他们是有事请假不来上班，还是有人自己不想上班，顺便撺掇着其他人也不来了？之前都是曹磊当我们组长，他都习惯了当组长了，这次你不让他当组长，他就带着10多个人不上班。既然他们不来上，我们重新招工就是了。但是现在招工人又要浪费好多时间，总比留着有2心的人好。叶小飞大致能猜到曹磊的心法，无非是觉得他原先是罐头厂的车间组长，现在换了一个领导，自己就成了普通工人，所以故意带着人不上班，想以此胁迫叶小飞将他重新任命成组长。但他要是这么想，那就完全错了。现在多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工人，重新再找人也不难。这样吧，今天我有事儿，等明天我亲自来县城，到时候重新找工人。白大娘松了口气，她还真有点怕，要是厂长让她去招人，她还真没这个能力。而此时，以前的罐头厂宿舍里，以曹磊为首的10几个男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桌上还摆着几瓶酒和花生。磊哥，咱们这2天没去上班，我刚听说厂长没说让我们回去，反而说要重新找人，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去上班吧，1个月的工资也不少了，其他厂里可没有提成这个说法。你们是不是怂了？他们就是骗人的，短时间内怎么可能找10多个人？我们都是老员工了，而且我还听说这个新厂长答应过以前的厂长，必须要继续让我们这些工人工作。真的假的？磊哥，你从哪儿听来的？你们别管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反正肯定是真的。要不是因为这个厂长承诺要给我们工作，这个厂还落不到这个人手里面。这么说来，他不敢开除我们，除非他不想要这个厂了。那是肯定的，磊哥说的话还能有假？要我说，这个厂长真是不够意思。磊哥当了这么多年的组长，现在要一个大娘来管我们。行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要慌，这个厂长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抗争到底。那要是他真的不要我们继续干活咋办？那咱就去举报他占了公家的名额，靠着说要接收我们这些工人才接手这个厂，拿了名额之后就想过河拆桥，没门。好，那我们就听曹哥的，我们继续不上班，看他要跟我们犟到什么时候。少了那么多人，厂里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厂长之前要求的出货量？到时候着急的还是他自己。是啊，这样吧，我们再等2天。之前罐头厂咱哥几个过得多舒服，要是想接下来都这么舒服，一个个就都要撑住，不要被策反了。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之前跟着曹哥混那么舒服，这次我们肯定也知道该怎么做。对，曹哥你就放心吧。时间转眼到了第2天，一早叶小飞就招了10多个人带到了厂里。厂长，这就是你招的新员工啊？对，白大娘，新员工对卤菜的流程不太熟悉，你带着熟悉一下，那10多个不来的人，以后也不用来上班了。厂长，这曹磊可是个刺头，要是贸然把他辞退了，可能会闹事。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我们10里香卤味厂里。可罐头厂的员工宿舍就在院子里。大娘，你不用担心，要是他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绝对不会轻饶他。哼，那我带着这10几个新员工一起去看看怎么制作卤味。好，你们去吧。厂里来了10多个人的事情，自然瞒不过曹磊等人。曹哥，那个厂长居然真的找了10多个工人来这边上班，他胆子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要违背之前的承诺了？特么的，真是好样的！惹了我曹磊，我就肯定不会让他好过。兄弟们，以前罐头厂还在的时候，咱们上班还不是一直都玩着的，谁都不敢不听咱们的话。你看看现在，因为被这个新厂长针对，咱们都混成什么样了？这次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只是休息2天，他居然在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要把我们辞退了。曹哥，我们下午要不然还是去上班吧，要是工作真的被顶替了，咱们一时半会儿可赚不到钱。你们这群人还能不能有出息了？你们忘了罐头厂为什么能承包出去？这可是香饽饽，不知道多少人都等着承包。这个老板不重视我们，我们可以换下一个老板。老子的年龄都可以当这个毛头小子的爹了，他还对我吆五喝六的，故意当着我的面让白大娘当组长，故意针对我。但是他还是很会收买人心，你看另外那些人就被他哄得服服帖帖的。曹哥，你说下你想到了什么办法？我脑子里确实已经有了想法，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现在不想跟着一起干的趁早滚，不要到时候又不愿意了。曹哥，你就直说吧，我们在这里肯定都听你的。
这个老板卖的是卤味，味道确实不错，要想让他没生意还是难。但是进嘴的东西，如果吃出什么问题，你们觉得还会有人买吗？可是他们每天都送新鲜的食材来，东西生产也是严格按照流程，咋可能会吃出问题？说你笨，你还真是笨得有烟有味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没问题，难道就不能让它变得有问题吗？变得有问题？是啊，吃了拉肚子，可不仅仅只有食材变质这一种，还有好多其他的办法。反正到时候吃出什么问题来，都是这个老板的责任。这不好吧？我们对外就说请了3天假，明天我们回去要上班，又有哪里不行？就算这个叶厂长不要我们回去上班，我也有别的办法。话音落下，他就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全都说了一遍，其余人面面相觑，众人心里都打起了退堂鼓。实话告诉你们，有个老板已经看上了这里的厂，我那天出去喝酒认识的，老板都说了，要是能接手这里，我带着人上班，到时候大家都是骨干，还有老板给的奖励可以拿。一时间，众人都愣住了。要是他们跟着做这件事，等到时候老板接手了，他们就是立了功的人。可是咱也是害怕到时候真出什么事。你们想啊，咋可能真出啥事？我们一群人只要配合好，别人都觉得是那些食材出了事，谁管其他？反正你们要考虑清楚，一个厂里不可能只有一个管事的，谁要是跟着干了，以后组长什么的肯定有份儿。最后这句话，曹磊说的堪称掷地有声，几人心动无比。要是他们成了组长，那日子得过得有多舒服？你们到底想不想跟着一块儿干？就说一句明白话，一起干了！天天被一个脑马管着，老子早就受够了。我都听曹哥的，曹哥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多了容易冲动，这10几个兄弟最后都陆陆续续表了态。好，既然大家都有上进心，那我们就来商量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10几个人凑在一起，七嘴八舌的分。小伙在上任厂长第1天就把当了多年的组长给裁了，谁知却裁到了大动脉，引发众多员工集体罢工，因人员的减少导致产量下降，这可把小伙急得彻夜未眠。没想到的是，第2天来到工厂，小伙却发现离开的员工居然又回来了。白大娘，今天曹磊他们怎么来上班了？他之前不是说不来上班吗？不知道，可能是想通了。我说了不要他们上，他们还要上，找借口说是前几天太累了，休息了3天。没事，你去忙其他的吧，我过去看看。说完，叶小飞便朝着那10几个人扎堆的地方走去。厂长好，我们几个人前几天喝多了，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休息了几天。叶小飞没说什么，朝着他们身边的卤桶里看了一眼，这一看，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少。我们就是好久没做了，有些手生，所以效率没有其他人那么高。对了，厂长，有件事我想亲自给你说，我们打算不上了。可以，你们不想上，现在就可以回去。曹磊脸上的表情一沉，看了身边一群人一眼，随后怒道：“走就走！”说完，曹磊便带着众人直接离去了。看到这动静的白大娘便带着人过来，想将这里放着的卤味抬出去。今天所有的货先不要装，就放在这里。厂长，是有啥事吗？没啥事，你们把刚才做好的都放到这边来，正好我看一下现在卤味的品质达不达标。好的，厂长。白大娘等人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还以为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呢。只要不是错事就好。飞哥，是出什么事了吗？我怀疑今天的卤味有问题。为啥？你看里面的卤味上面是不是有些没有融化的颗粒？我的天，还真是！这是什么东西？卤水里面可没有这个。我怀疑是被下东西了。不会吧，飞哥，厂里来的货我们都卖了好多出去了，也没听说谁出过什么问题。那这个粉末怎么解释？但是这里的工人都领着工资，谁会莫名其妙下东西啊？人也难找。其他人可能没问题，但是曹磊那波人的问题非常大。那我们现在咋办？放心，这件事我当然有办法。说完，叶小飞便直接带着方恒一起走出了厂里。也是巧了，两人刚刚走到门口，就遇见了开着3轮车过来的贺劲峰。小飞，你怎么今天来的这么早？就是来看看，叔叔，县城里的卤味卖得很不错，那边要送货，先把货送到这里的店去。贺劲峰也不是傻子，他感觉到叶小飞的脸色不太对，猜测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不过看样子在这里不方便说，等几人把卤味拉出一段距离了，贺劲峰才问道：“小飞，到底发生啥事了？这车里的卤味，我怀疑都被人动过手脚。怎么回事？你亲眼看见了？”是啊，有些卤味上还有褐色的粉末，卤菜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年年，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要害你？我怀疑是之前那几个不上班的工人。小飞，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既然知道是谁做的，就必须给他个教训。那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直接就开车去县城公安局。耶，正好这车上的卤味都还在，这都是现成的证据。那个工人既然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不要脸的事，就让公安来处置他。就是，我们必须马上去报案。几人说着，贺劲峰就开着车去了公安局。叶小飞同志，你怎么来了？霍哥，
我这次来是要报案。什么？小飞同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是这样的，我开了个厂，这一次的卤味上却有不明颗粒，我怀疑是厂里的工人蓄意下东西。那你们把被下了东西的食品带来了没有？带来了，就在外面的3轮车上。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聚众蓄意投毒案件，霍英立马出去查看。这个粉末我认识，兄弟，这人是跟你结了大梁子，要是这些卤味被吃进去了，那你就彻底完了。公安同志，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没事，你们不要慌。小飞，今天你面临的事情是整个宝安县还没发生过的重大案件，请你仔细说一下今天发现这东西的全部过程。接下来叶小飞便把今天早上的事情经过又重新重复了一遍。这么说来，你觉得就是那个叫曹磊的人对你怀恨在心，所以带着一群以前的员工给你使坏？能接触到卤味的只有工厂里的工人，其他工人都没有什么异常，唯独他才有足够的理由和作案动机。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性质恶劣，我们肯定高度重视。现在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打草惊蛇。我知道，但是我的店每天都要货，我担心这几天的货到时候都有问题。这也是没办法，总比让坏人逍遥法外好。如果你想抓到最后的幕后黑手，这件事你就要听我的。这几天的货，你可以先让他们做少点，尽量不要表现出异常的地方。行，我都听你的。你相信我，既然有怀疑对象，现在要做的就是静等鱼儿上钩。等出了公安局，贺劲峰担忧地问道：小飞，接下来真的还会抓到人吗？他肯定会来的，他不是临时决定，而是有所谋划，不然也不会在我和大航去的时候，所有铁桶里都有这东西。我怀疑他们背后还有其他目的，不仅仅是和我的私人恩怨。不仅是和你的私人恩怨，难道是有别人还想搞你？有可能，我这次参加冒监户大会成了第1名，有不少人的眼神都放在我的身上。随后叶小飞又去了县城里的2个店铺，让他们把店关了。小飞，是不是出啥事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没有货了？姐夫，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反正都是自己人，叶小飞也不瞒着了，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我该多去厂里看看，不然也不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本身就是冲着我来的，也幸亏我发现了，现在有公安的介入，凶手迟早有落网的一天，我们安心等着就可以了。交代完事情之后，叶小飞又去了林大哥家里，说了暂时不供货的事，但是用的是另外的借口。这话给家里人说可以，但是给自己的加盟商说，这得多没有脑子。等到中午的时候，有几个乔装打扮过的工人去了卤味厂，装作是新招来的工人，潜入了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开了卤味厂。在我生意火爆之时，却遭到小人从中使坏。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早已被我洞悉。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警局便派2名人员潜伏进了我的卤味厂。同志，你们穿成这样不会被识破吗？放心吧，我们是专业的。行吧。这个曹磊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察觉到有陌生人进了厂里，非常警惕。从昨天到现在，一直都没出过门。其余10几个人也一直都没有下楼吗？全都没有下楼。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表现出异常，而且曹磊等人以前都没有案底，照理说对我们公安应该没有那么了解才对。会不会是曹磊他们已经识破你们了？叶小飞同志，我们是专业的，请你相信我们。好吧，今天我来厂里的时候，看见宿舍楼有道影子。那这么看来，他们应该没有怀疑。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再全力商量。既然他们有所动作，今天很有可能就能抓个正着。那就好。时间过得很快，等到中午下班的时候，一人留在车间里，另外一人则是绕路回了警局。局长，有重大发现。什么重大发现？这个曹磊可能有接头人。你们看见那个人了？我搬东西出去的时候，看见有个男的从宿舍楼出来，看起来是生面孔。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去向？曹磊说不定就在暗处看着，我哪敢跟着出去，那样岂不是暴露了？也是，你们接着去好好观察。卤味厂一般是下午出货，然后要浸泡1夜，第2天一大早来拉货。之前曹磊等人还在厂里上班，所以选择上午来下毒。他们现在明面上已经是离职的人了，所以最有可能在晚上动手。对了，小飞，你县里的店应该没关门吧？关了，不然卖什么？你现在就去把县城里的店开门。既然有人要在幕后下黑手，说明此人对你比较了解。现在厂里看着是正常出货，你却把店关了，不管怎么看都不对劲啊。这个不需要担心，我县城里的店招牌还没定制好，平时又都是我岳父在送货，厂里的工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就行，那我就先去厂里了。商量完事之后，叶小飞又去了电业局，打算把办酒席的日子给顾军说一下。真是稀客啊，小飞，这都好久没看见你了。实在是最近太忙了，顾哥，我这次来找你是告诉你个喜事儿。啥喜事？我这个月15号要结婚办酒，想着来通知你一声。这确实是个大好事儿，到时候我肯定来。就是我心里还有个纠结的事儿。啥事？
孟菊帮了我很多忙，本来我是打算着亲自告诉她结婚的事，但我去的时候孟菊不在，文员让我留了一封信，我也不知道孟菊看见没有。你是害怕孟菊没有看见那封信，觉得你没告诉她，是吧？我是怕礼数不到位。这个你放心，孟菊应该不会漏看，不过她事情太忙，酒席不一定能来。酒席来不来都行。那你不用担心。小飞，我也和孟菊认识了挺长的时间，她性格很不错的，说不定到时候有空，她还会来参加。对了，小飞，你说起联系不及时的事儿，那你要不要考虑装一台座机？叶小飞还真没想到这时候座机可不是有钱就能安的。我倒是想，这不是没有门路吗？这多大点事儿，只要小飞你想安，我就去帮你问一下。行，那就多谢顾哥了。两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叶小飞感觉快到卤味厂下班时间了，当即说道：“顾哥，这会儿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行，回去路上忙点。等叶小飞刚到警局，就看到一名公安走了出来。叶小飞同志，我正要去通知你呢，10多个人现在全都抓来了。太好了。叶小飞同志，你都不知道这次抓捕有多惊险，那个曹磊可不是什么善茬，差点捅伤了咱们兄弟。怎么回事？没有伤到吧？没事，兄弟们的身手很好，发现嫌疑人有意图之后，就迅速制服了他。那就好，这个曹磊的胆子真大。对啊，他们有10多个人，现在审讯室都不够用，几个同事都去审人了。接下来审讯了差不多1个小时，曹磊才交代完所有的事。小飞，事情的起因是有个姓黄的老板找到曹磊，想接手卤味厂，让曹磊想办法把卤味厂开不下去，最好是名声尽毁。但曹磊对此人的身份一知半解，不过给我们提供了接头的地点。前世可没听说有人觊觎荒废的罐头厂，看来是暗中观察的人看见了卤味厂的好生意，所以才会联系上曹磊。小飞，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们肯定会通知你的。这会儿已经不早了，你现在先回去。好，辛苦你们了，我就先回去了。出了警局，叶小飞先去了熊哥家里，让他恢复之后的送货，然后便回了龙华公社的卤味店。飞哥，那边的事情都办好了？差不多。这次我回来是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啥事儿啊？我想着我们店里都没搞过啥活动，想搞个活动。啥活动？飞哥，就说老板新婚大吉，搞促销活动，买2斤送半斤。这样真的能行吗？肯定可以，明天我把传单拿来，你们拿出去贴上，保证可以。接下来叶小飞去通知林大哥可以正常营业的时候，也顺便提了一下活动的事。小飞，搞这个结婚促销活动真的有用吗？肯定有用。林大哥，你想啊，要是打92两送1两，你会不会多买？那肯定会。这不就对了，都是同样的道理。搞这个活动其实是为了让那些顾客加大买的量，增加产品的售出量，说不定还能吸引到其他想尝试的客户。林大哥跟着做了这么久的生意，脑子当然很灵活。叶小飞一解释，他就想明白了。这么说来，搞这个活动，很多人最少都要买2斤。小飞，我们这边的店可以一起参加不？当然可以啊，我和你说这件事就是希望你们也能参加。好，那我们也搞活动。对此，叶小飞喜闻乐见，不管搞不搞活动，最后拿货都是从他的厂里拿，卖的越多，他在拿货上的利润。这样烂大街的营销手段被我搬到80年代，瞬间就让我的卤味火爆全城。只因这个年代的人们从没见过这种新奇卖法，再加上我的卤菜美味无比，导致店里还没开门，就有不少顾客在排队了。咋还没开门啊？就是啊，不是说买2斤送半斤吗？我特意起个大早，结果这时候门还没开。等方恒来到店门口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都吓了一大跳。大家让一让啊，让我进去把门打开。大家别急，今天店里货都备足了，保证大家全部都能买到。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十里香卤味的每一家分店，仅仅3天时间，叶小飞就净收入15万。这几天货卖得好，和大家的辛勤劳动脱不开关系。我在之前承包这个厂的时候就说过，我们除了基础工资，还有提成。这几天大家做了这么多货，想必大家都发现了，我全部记录在册。厂长，这不是还没满1个月吗？确实没满1个月，但是大家表现好，也累到了，是不是该发工资？一家人吃点好的了。是，厂长人真好啊。对呀，之前罐头厂效益不行，工资都是一拖再拖，我们卤味厂居然还能提前吧？在众人的感叹声中，叶小飞拿起了自己记账的本子。苏德清工资87元，白秀芬工资103元。叶小飞才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工人们的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厂长，你是不是念错了？白大娘有些磕巴地问，她刚才听见叶小飞说自己工资103，她才工作了半个月，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工资？这都和他们以前在罐头厂4个月的工资差不多了。大家不用疑惑，这就是你们的工资。我之前就说过，我们的工资不仅仅是基本工资，还有提成。这次大家这几天辛苦了，本来就是这么多工资。此话一出，工人们全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他们以为提成最多就是比之前的工资多10块钱，结果这可是多了60-70块钱。
卤味厂这些天要感谢大家的付出，这次的工资只是个开始，要是以后大家干活卖力，一心为了厂里，福利只会更多，工资只会更高。这几天生意这么好，恐怕还要辛苦大家一段时间。厂长，我们不觉得辛苦，没有谁的工资能有咱们厂里高了。就是工资这么高，辛苦点也是值得的。接下来几天，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大家只需要正常上班，不要偷奸耍滑就行了，不需要为工作献身。有件事我之前一直没跟大家伙说，但是借着这次也算是开个会。曹磊等人之前想给厂里的卤味下毒，但是被查出来了，现在还在公安局被拘留着等着判刑。曹磊他们居然这么大的胆子，敢下毒！我就说他不是啥好东西，连下毒都能做出来，简直丧心病狂。厂长，下毒的卤味没出啥事儿吧？当然没出啥事儿，要是真出事儿，这时候在公安局坐着的就是我了。我把这事告诉大家，是想告诉你们，卤味厂的发展很有前景，希望大家都能踏踏实实工作，福利待遇不会差。要是心里装着什么黑心事儿的，趁早离职滚蛋，不然被发现了，也只有像曹磊他们一样在公安局去。话我就说这么多，要是没啥事儿的话，散会。训了话之后，工人们上班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而且个个都暗自决定，在上班的时候还要顺带着监督身边的同事，看他们有没有做对厂里不好的事儿。散会之后，叶小飞又带着方恒去了办公室。大恒，这是给你的，这几天你辛苦了，不仅看着店里的事儿，还时常照顾着省里。飞哥，咋这么多？之前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做起来，把钱攒着，以后娶媳妇。飞哥，我以后一辈子都好好跟着你。去你的！说这么肉麻的话干啥？此时，贺静家放假回来的表妹冯梦秋正和家里人吐槽着叶小飞等人。外公，不是说小静姐姐和她对象马上要结婚了吗？怎么一直都没看着这两个人？是啊，爸，总不可能结婚了还不露面吧？这旧戏该不会也不办了吧？应该就是最近忙，最近静风也忙得很。大哥也真是的，放着好好的司机不当，被忽悠的把工作都辞掉了。个体户的前景本来就一般，还全家都跟着一起做。就是啊，妈，你都不知道，我有个室友家里就是做个体户的，没谁瞧得起他。爸妈，你们听见没有？现在大学里的人都看不起个体户。小飞不算个体户，他开了个厂，现在官可不比望明低。啥？自己开了个厂？外公外婆，怕是他在吹牛吧？可能就是个小作坊，为了充面子才这么说。现在的厂都是公家的，没听说过谁可以私人承包厂。你们不信就问我爸。真的呀？爸妈，梦梦可是我们家里学历最高的人，她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就是假的呀。人家在大学里懂得多，老师啥都讲。我之前就说他肯定是装的，我就在厂里当领导，我难道还能不清楚吗？要是机械厂让外人承包出去，那还不得全部乱套了。等下次劲风回来了，我们问问。他们连这个都骗人，说不定要办酒席也是骗人的。行了，就算是假的，小飞对我这个老人还算是尊敬。爸，他是个体户，心思多着呢，你可别被他骗了，说不定就是惦记着你的东西，这才和小静好了多久。他对你好，肯定就是另有所图。对呀，谁知道他那些钱是哪来的？说不定就是把我大哥和我大嫂的钱给骗了。现在骗了哥嫂的钱还不够，还想惦记你二老的。外公外婆，你们可千万不能中了他的圈套。你们就不要在那里胡乱揣测了。小飞和小静每次来看我就从来没说过钱的事，真要天天把钱挂在嘴边上的还是你们。网明，你一口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那你和我就有血缘关系了。至少小飞每次来看我都给我送礼用了心。至于你，你该不会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爸，瞧你这话说的，我给您老当了这么多年的女婿，我是啥样的人您还不清楚吗？爸，那个小子能和我家望明比吗？我家望明都是机械厂多少年的领导了。啊，你们不信就算了，上次隔壁的老吴还专门来给我说了，他看见我们邱书记亲自送小飞出门。那我倒是要看看，到时候他办酒席的时候声势有多么浩大，不要让我们看了笑话。另一边，叶小飞并不知道这边的插曲，他成天因为卤味店的事情忙得起飞，连睡午觉的功夫都没有。好在忙碌的日子过得很快，在这样高强度的忙了5天之后，终于迎来了喘息的时间。叶小飞直接宣布所有工人休假资，试问这样的老板谁不喜欢？连续5天忙碌下来，活动终于结束了。叶小飞当即决定所有员工休假5天，并且工资照常发。厂长，好端端的咋突然休息了？飞哥要回去结婚，也是给大家放假了。这段时间大家的表现很好，放假的这几天基本工资照常算。厂长大气，祝厂长新婚快乐。厂长年纪轻轻的，都娶媳妇又有这么好的事业，这下真是人生赢家了。这下好了，厂长结婚，我们也高兴。祝厂长天天进洞房，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
等到下午，叶小飞准备关门回去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之前贸监护大会认识的林主任林敬刚。林主任，你怎么到这来了？我当然是来找你的，是为了过来问你一件事。你这是要关门了？没事，林主任，你是要说啥事？说着话，叶小飞便把林主任带到了办公室。小飞，我听说了卤味厂里上次发生的事了。公安局的人告诉林主任你的？公安局的事我一般不过问，就是问起了卤味厂的发展。底下人跟我说的，指使别人下毒的人已经查出来了，就是身份上有点特殊。这人是宝安县最早的一批万元户，被省委领导表扬过的，在我们县很有面子，要是爆出来，对县里很有影响。不过小飞你放心，我既然过来找了你，肯定不会插手本该有的判决，只是宝安县以后的带头户，只有你才能胜任了。林主任，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你这次给我安的帽子也太大了点儿。怎么，你不愿意？是的，林主任，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认可。不过上次我参加贸监护大会后发生的事儿你也看见了，要不是那天我运气好，说不定现在就是我在公安局了。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我的卤味生意，至于这些名誉上的事情，我是真的没精力去参加。好吧，凡事都按照你的意愿来。多谢林主任了。别这么客气，严格意义上说来，这次还是我给你添了麻烦。林主任摆了摆手，语气不以为意。此时叶小飞的眼神却仅仅停留在了他的手掌上。小飞，你这是在看什么？没啥，林主任，就是你手掌有点不正常，我建议你去看一看。手掌有啥不正常？林主任，你是不是特别爱喝酒？是啊，你这是咋看出来的？没什么，只是喝酒伤肝，可能出现肝长的概率更大，你还是去看看最好。好，有空我就去看看。林主任点点头，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他知道叶小飞不会把这件事拿来开玩笑，而且之前在医院里，叶小飞救了他儿子的那个方法，他之前根本没听说过，足以证明叶小飞对这方面是很懂的。和林敬刚分开后，叶小飞便骑着摩托车去龙华中学接贺静佳了。小飞，你今天终于有空了。对，马上要结婚了，我都给他们放婚假了。这时贺静佳交到的好朋友吴佳怡在一旁打趣道：叶小飞，你最近真是大忙人啊。这几天生意好，几天后婚礼你记得来啊。你放心，我家小静的好日子，我当然会来，我也是她的娘家人之一。说到娘家人，贺静佳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对了，表妹从学校回来了，小姑今天上午还来家里说了，让今天晚上去他们家里吃饭。表妹，那个考上大学的？是她。小静，就是你那个说你考不起大学的表妹啊，她对你那么不尊敬，你还去她家吃饭做啥？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就今天。她表妹跟着她故意起来的，好神气，话里话外都怪小静辞了工作，还说你是骗子，而且还说辞掉工作考不上大学，我们教室里面的人都气得要命。我知道了，多谢你告诉我。没事，这次你们去她家吃饭，可不要再被她阴阳了。肯定不会。那就好。没事的话我们就走了。好，路上慢点。龙华公社本来就不大，很快两人就到了贺玉琴家。刚进门，表妹冯梦秋便有些不满地说道：表姐、姐夫，你们可真是姗姗来迟啊！我刚从县里回来，有事情忙的人哪能像你这么闲，整天待在家里。我读大学刚放假，谁说我没善干？小飞，虽然你现在挣了点钱，也不要眼睛长在头顶上。梦梦是大学生，平常在学校里也很忙的。要真说没事儿干，还是小静没事儿干。小静，不是小姑说你，女人还是不能啥都不做。那你咋啥都不做？贺玉琴一愣，根本没想到叶小飞会这么迅速问到自己脸上，偏偏他还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小飞，听说你在搞厂，是真的厂还是小作坊？收益怎么样？生意挺好的，肯定是真的厂，你就放心吧。骗人的吧？现在的厂都是公家的，难道就你一个人搞特殊，别人就给你大开方便之门？是啊，小飞，你可不要怪我说话难听。要是你真的有这些事，就趁早回头是岸，不然我还怕被牵连，可要大义灭亲了。望明，你不懂，小飞是正当生意，和领导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还有不少新政策吗？宝安县城就是在小飞这里试点，是这个道理。现在百废待兴，上面的政策多得很，听说还有各村土地都能分给家家户户了。啥？土地难道不是公社的吗？咋还能分给个人？就是一个村在进行试点，我听公社里的人说，好像上面反映下来的效果还不错，可能以后其他地方都要这么实行。所以小飞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以后他这个反响好，说不定也会有其他厂来模仿。这试点哪能到处都好？哥嫂，小飞，你们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尤其是你，小飞，你好好的让你岳父把工作都辞了，现在还让他天天风吹雨淋的送货。他岁数大了，要是你生意垮了，他可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皇帝不急太监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我的生意不可能会失败。再说了，风吹雨淋是暂时的，等过段时间我就买一辆拉货的小皮卡给叔叔开，能有啥问题？小皮卡，这是啥车？就是结合了轿车的舒适性和货车的载货能力，前面是轿车的驾驶室，后面是无车顶的货箱，能实现舒适和拉货两用。你买得起吗？这东西一听就要不少钱。话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实际上根本买不起。年轻人口气不要这么旺，到时候打的是自己的脸。小飞最近每天都卖上万斤的货，肯定买得起。那很不错呀，上万斤货，那平均每天都上万的赚。玉琴，你不是说请我们来吃饭吗？咋还不开饭？人都饿到了。妈，我们一天才赚多少啊？既然小飞赚得到这么多，还在家里吃什么？等小飞带我们出去吃大餐。是你让我们来你这里吃饭，现在又突然变卦，以后我怕是都不敢来你这里了。贺玉琴不敢得罪自己亲爸，听了这话，只能不情不愿去。我靠开卤味厂，短短几天就赚了几十万，眼看我越做越大，女友爷爷便想掺和进来，可女友姑姑一家却不愿意了，只因他们一家惦记老两口的积蓄已久，而如今老爷子却想把钱都拿出来投资给我。小飞，你这卤味厂的效益这么好，还能不能投点钱继续扩大规模？爷爷，其实我最近还有个想法，卤味卖得好，其实还可以卖卤料，专门做一个调料厂。调料厂？对，就是卖出去，然后消费者就能拿着料，自己在家里做卤味，不管是味道还是产品，都可以作为盈利的东西。那要是可以的话，我就投点钱进来，到时候帮着一起搞。哇，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现在都退休了，还整这些东西干什么？也不怕把你一辈子的积蓄都赔进去？冯望明立马开口道，他们一家人成天这么殷勤，就是惦记贺新丽老两口的积蓄，眼看就要被叶小飞三言两语就哄走，他顿时急了。外公，你好不容易退下来了，乱去折腾这些做什么？要是真的把钱赔了，我怕你气出病来。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我又不是老年痴呆，我还能看不清楚形势吗？小飞是个能干的，我愿意相信他。再说了，这是我的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可是，别在那里可是不可是了，我决定的事情，还不是别人3言2语就能劝回来的。贺新丽直接打断冯望明的话，然后又向叶小飞问起了卤料厂的想法。别说，叶小飞也挺意外的，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不假，但是因为自己目前管着卤味厂都自顾不暇，迟迟找不到时间去谋划卤料厂。这会儿贺新丽提出了这个想法，看起来还很心动。叶小飞顿时觉得这个能胜任卤料厂管理事务的人找到了。老爷子以前就是龙华公社的领导，脑子灵活，又有管理人员的经验，而且身体还很不错，这把年纪是该出去闯一闯。其实这个卤料厂并不复杂，人员上的要求也不多，真要说到问题，那就是包装和熬制上需要监管。包装上有什么问题？就是生产包装的设备，卤料刚炒制出来的时候是很烫的，要是用普通的包装方法根本不行，而且还要密封起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安全卫生。这个简单，食品厂就有这样包装的机器，我和他们的厂长有交情，这件事我到时候去找他们厂长说。那就太好了，只要包装的设备能有，那么我有信心能把卤料厂也做好。哈哈，我也相信你，小飞，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去食品厂。这时刚刚从女儿嘴里得知了这些事的贺玉琴连忙从厨房开个玩笑的了，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去挣钱，别人该指着鼻子骂我们这些儿女没本事了。小飞，刚才我在做饭没听见，但是这事儿我不同意。先不说你们能不能成功，就算成功了，你让我爸这么大岁数的人天天去厂里守着，出事了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望明一整天没上进心，带着你们这家人都没上进心了，有这闲工夫管我，还不如自己多琢磨琢磨。就是你们爸要做什么，是你这个后辈能说3道4的吗？有这功夫还不如管一管望明，成天在机械厂混吃等死，成什么样了？话音落下，贺玉琴一家3口不可置信看向老两口。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们那是关心你，而且再说了，望明是机械厂的主任，手底下管着那么多人，啥就叫混吃等死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哇，我在机械厂每天都在管事，
可不是没有上进心。唐，你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0多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这不叫混吃等死，叫什么？没事多跟小飞学一学，学一学年轻人身上的拼劲儿，才开了一个生意那么好的厂，人家又想着开下一个，你却缩着不愿意出来。贺新丽现在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女婿了，好大喜功，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最了不起，成天还在家里指点这个指点那个，说话做事一点都没有大人物的风范，和叶小飞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你这话说的真没意思啊！我们望明在龙华公社，谁不说句有出息？行了，你爸就是说笑的，你们都好。外公，就算你再喜欢姐夫，也不能这么说我爸爸。这是爷爷的错吗？如果不是姑父一直试图操控爷爷的想法，谁会那么说？小飞，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长辈说话，什么时候你又插进来了？既然这次小姑家不是诚心实意请我们吃饭，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孝敬，你现在是家里有钱了，翅膀硬了。可我告诉你，现在是你们还没结婚，这结婚之后什么事儿都不好说。既然你这么讨厌我女儿女婿，以后你家里的门槛我们再也不会跨了。说完，贺劲峰便带着几人直接出了门。大，你看他们。我还有事，和你妈就先走了。随后，贺新丽老两口子就追了出去。小飞，你今天下午有没有事儿？没事儿。那正好，今天下午我们去问一下我那个食品厂的老朋友，谈一下我们刚才商量的事。今下午这么快？今天下午就去问，合适的话早点开始做。看贺新丽这么积极，叶小飞只能同意。随后，几人简单在外面吃了点东西，贺新丽和叶小飞便去了食卤味赚钱。为了做大做强，我决定开个卤料厂，可密封包装却成了问题。正当我苦恼之际，女友爷爷却提出他有办法解决。我这才得知女友爷爷的身份不简单，就连食品厂厂长都要给他几分面子。贺主任，什么风居然把您给吹来了？哈哈，这不是找你商量个事儿吗？叶小飞同志，你和贺主任这是我孙女婿，怎么你认识小飞啊？那肯定认识啊，这可是上次被领导表扬的英雄。贺主任家真是人才多，孙女婿都这么有出息。什么时候的事儿？见此，叶小飞便主动开口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贺主任，小飞同志，你们这次来是准备商量什么？是这样的，小飞打算搞一个厂，但是没有包装的机器。我想着食品厂前段时间不是才进了一批新机器吗？之前淘汰下来的那些老机器应该能出售吧？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贺主任，这个确实没问题。这些机器本来说运送到其他地方的，但是现在各个厂的收益都不行了，用不到这些多出来的机器了。只是，王厂长是有哪里不对吗？还是说需要审批？不是审批的问题，我们食品厂主要做的产品是零食类，其中有饼干、薯片和方便面。前面2种卖的都很好，后面方便面卖的一般，就没有让方便面参与到大规模生产中来，而是想单独把这条线承包出去。有几台半自动塑封机都在做方便面，引进设备对整个食品厂来说都不容易，线上给的压力不小，意思就是一定要做出些成绩来。方便面这边要求1年必须有5000块钱的业绩。那有人承包吗？谁会来承包啊？价格贵，老百姓都愿意去吃馒头、包子、油条，谁会来买方便面？那现在方便面销售数据咋样？别提了，依然卖得很不好，都单独分出去快1年了，销售额只有2000，距离5000块钱还差一大半，眼看着就要到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线上的领导交差。现在厂里生产出来的方便面都积压了一个仓库了。那如果我能将这些积压的方便面都卖出去，这条线是不是就能拿给我承包了？这是当然，只要你能帮厂里把这些堆积的方便面都卖出去，机器可以直接送你1台。当然了，要是你能接手方便面，这些机器就随便你敞开了用。我确实有办法把这些堆积如山的方便面全部卖出去，还可以把方便面这条线路打通，超额完成任务。小飞同志，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能把方便面的事情给解决了？这方法说来话长，主要还是从方便面的一些营销策略上入手。这样，贺主任，小飞，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说完话，王厂长便带着叶小飞2人去了。你说的营销策略我没听过，是不是类似于叫卖？要是专门找人帮忙叫卖，估计效果也一般。当然不是叫卖，但是最原始的营销策略确实是从叫卖开始的。营销策略是厂里以客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一些销售经验，获得顾客是否需要购买的信息，有计划的组织各项经营活动。小飞，你能说直白点不？
但小飞，王叔还没听过这些，确实不太懂。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在价格、需求和销售方式上想出一些新奇的点子，让客人忍不住心动买单，而且是一次性买不少。可是方便面一包都卖不出去，老百姓嫌弃太贵了，咋可能让他们突然买不少？爷爷，王叔，你们可能暂时还不理解，我这段时间的卤味卖得好，也是采用了营销策略，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也有足够的信心。现在我没办法和你们说的太详细，但要是你们愿意相信，并且愿意放手去做，不仅仅能达到销售目标，还能赚钱盈利。这东西如果做好了，肯定不会比食品厂另外2样差。行，小飞，这事儿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办。食品厂里的方便面售价是2毛8一袋，实际上的成本价格是在1毛4左右，你可以降价来卖。王叔，这方便面我不打算降价来卖，就按照原价来。不过我有个要求。有啥要求？小飞你直接说，我这边能办到的，我都会尽全力配合你。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督促员工快点生产，尽量把方便面生产的效率提到最高。贺新丽与王厂长听了这话，两人满脸问号，都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小飞，这方便面是真的不好卖，你可不要想当然的，我只造出来1包，那就多了1毛4的成本。爷爷，不是多了1毛4的成本，而是多了1毛4的利润。这东西的利润和成本一样，一旦能卖出去，回本是很快的。行，小飞，我可以答应你这个要求，不过不是马上就答应，而是要等你第1天效果出来之后。没问题，那报酬上怎么算？把5000块钱赚够之后，每1包给你抽成6分钱，你看行不行？王叔，这个抽成也太少了吧？方便面现在根本就没有市场，我这边出点子，这价格还得往上升一升。方便面这边给出的设备和场地也要不少成本。小飞，就你这边来说，你只需要出个点子，员工都是厂里发工资，全靠着那几分钱的利润。目前库房里堆积的方便面，初步估计有几10万袋了。这些方便面只要按照你的法子卖出去1袋，就给你6分钱的提成，算下来也不少了。可是食品厂的方便面要是卖不出去，堆积在那里，等保质期过了之后就是一堆废品，处理这堆废品还需要不少钱，本来就不多的销售额会更少。食品厂里目前没有领导能胜任这个职务，既然打算把这条生产线承包出去，厂里肯定要多给点分成。这个我还要和厂里的领导说一声，方便面生产线的这件事，平时厂里开会的时候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主要是要保证县里交代的任务顺利完成。你看，王叔你都说了，只要县里的任务完成就行了。从维持龙华公社面子的角度上来说，我的要求不算过分吧？是啊，我咋突然在乎起这个来了？哈哈，还是年轻人的脑子好用。小王，方便面这条线本来就没什么利润可赚，年度能有5000的利润交差就行了，其他的利润再提高一点，只要卖得好，工人的工资怎么可能省不出来？利润抽成给9分钱，怎么样？不行，1毛2，不能少。1毛2，厂里每包就赚2分钱，工人的工资真的能凑够吗？肯定没问题，积少成多，只要王叔你相信我，方便面绝对会畅销，别说工人们的工资了，给厂里的营收也绝对不会少。那好，既然小飞你的信心这么足，那叔也相信你一次，这次的生产线就交给你。但是有句话还是要先说，虽然食品厂现在都是归我管，但是厂里其他主任也都看着这边，要是一直不行的话，估计也有些麻烦。多谢王叔的信任。贺主任，你这女婿可不是简单人物，怪不得你愿意亲自出来陪他谈这个。我可不是为了给后辈铺路，我是自己也准备干这个。贺主任，你说你也要跟着一起干，这不是想着在家里闲得无聊，跟着年轻人一起出来试一试吗？小飞，要是你这边有时间的话，随时都可以去生产线那边监督，我等会儿回去就跟人家打个招呼，让这边的人全力配合你。王叔，我这边都觉得没什么问题，这2天我确实有点忙，有个地方我要先跟你说一下。什么地方？这个方便面要想卖得好，我的办法肯定有效果，就是要麻烦一点，把方便面的袋子重新再套一遍。为啥要这么干？是啊，小飞，先不说包装袋肯定有成本，主要是重新让人家一层包装，肯定要费不少的时间。王叔、爷爷，你们放心就好了，我家这一层包装袋并不是多此一举，我之前做卤味生意的时候就很有经验，很多顾客都对抽奖非常感兴趣，这次我的思路也是放在抽奖上。这次方便面里面的，我打算用集齐收藏的类型来让人抽奖。集齐收藏，这事儿够新鲜的，还有人愿意收集包装袋，能有人愿意买单吗？王叔，并不是让别人来集齐我们的包装袋，而是在里面放上一张卡片，设置一个大家无法拒绝的奖项，然后集齐我们要求的卡片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环节中来，多的是人愿意买单。你别说，
这个方法听起来还有点新鲜。方便面的包装袋没办法撕开再弄，确实只能加上一层。就是这个卡片还需要让人生产一批。卡片上可以写清楚，比如1分2分，按照分数集齐卡片，凑够10分才能抽奖一次。要是按照后世的卡片，需要设计出精美的图案，卡片的设计成本很高，这会儿也没那个能力完全复原，反而是这种返璞归真的方法最好，直接以分数来计算，分数够了才能抽奖。小飞这个法子不错，顾客拿着卡片回来抽奖，我们还能把卡片重新回收，再重新包装一下就行。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那我们要抽什么东西？很简单啊，可以抽现金，1毛钱、1块钱、5块钱、10块钱都可以，奖品金额可以多，只要名额降低。这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很多人应该不会一次性就能抽到奖。按照我们的计分方式，最少要买5包才有一次抽奖机会。5包中我们的利润已经有7毛钱了，就算他抽走了1毛，我们也净赚6毛。真正抽到奖的幸运儿占少数，无数个没抽到奖和抽到小奖的人，就可以带动消费的发展，真正将方便面这条生产线盘活。我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就这么干，肯定会有人买单的。我也觉得可以。方便面卡片很好，就是卡片还需要花些功夫。这个事情好办，我正好认识人，我来处理就行了。那就太好了。从饭店出来后，叶小飞又跟着贺新丽回了家。承包方便面生产线的事还有很多事，和王厂长那边的事商量完了，但两人还有些细节需要敲定。小飞，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着手这件事儿？结完婚吧，我就要结婚了。这个时候太忙的话，不太好。结婚确实比较重要，卡片这边的事我会找人问清楚。如果这次方便面能全部卖出去，卤料包还在计划中吗？这个想法肯定有，但是现在最快赚钱的只有方便面。那就先卖方便面，卡片上的事情我这边去整。等你和小静的婚事办好，估计就差不多了。目前还没有人想出这样的点子，这个点子其实很好模仿，优势仅仅是抢占先机，必须要保密。小飞你放心，这事儿我保证谁也不说。等商量好方便面的事，叶小飞便直接回春树庄去了。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得提前回去把事情安排。嫂子却脸疼得厉害。原来之前叶小飞一直被嫂子一家看不起，可如今他不仅盖了房，还娶到了个城里媳妇，就连来参加酒席的人都是一些有脸有面的大人物。王凤，你这弟弟真的出息了，你就不要犟了，趁着这次大好的日子，给小飞赔个不是。哼，这次要不是公婆逼着来，我根本就不来，还要我去道歉，根本不可能。再说了，谁知道他的钱来路正不正当，居然这么大的酒席都办得起。看到那边的人了没？那可是领导，领导都来参加小飞的喜事了，咋可能有问题？咋不可能？他说是领导就是领导啊，除非来的是公安。话音刚落，就见不远处王所长正骑着车过来。王所长，你怎么来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看你小子说的，你结婚这样的大事儿，我当然要来。你这办的可真不错。哈哈，王所长，你快往里面坐。王凤，这下你没有话说了吧？人家和派出所的所长都认识，挣的钱怎么可能有问题？哼，可能就是碰巧认识。就算是碰巧认识了，人家关系能这么好，也证明肯定没问题。村里人觉得王凤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明明都是一家人，非盼着自己家里人不好，也怪不得叶小飞不把她当嫂子看。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叶小飞便带着接亲车队出发了。等叶小飞刚把贺静家接回来，就看到文振兴和孟泰居然来了。孟局，真的是你？小飞应该没来晚吧？哈哈哈，您能来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说着话，叶小飞便主动引着孟泰进去坐下，随后又和孟泰说了说自己这段时间的成果。小飞，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一开始就觉得你肯定不是池中之物。哪里，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叶小飞一看孟泰这样子，就知道他很满意自己的汇报，于是又顺带着将自己准备接手方便面生产线的事情说了。食品厂的厂长和我爷爷是老朋友，这事儿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小飞，你真的对方便面生产线这件事情有把握？是，目前还是打算从营销策略上入手。等有空的时候，你来办公室，我们好好说一说。要是真的可行的话，
剩下的话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叶小飞已经猜到了。公社上的食品厂不好售卖方便面，县上和省上应该也有同样的苦恼。如果叶小飞能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帮孟太解决了难题。好，有空我就去。话音刚落，叶小飞就见王所长急匆匆地找了过来。小飞，本来我说下午走，但是派出所那边临时出了点事儿，我先走了，过来跟你说一声。王哥，是出了社有人报案，说是厂里现金失窃了，数额巨大，我们这边要联合几个派出所立马去勘查。叶小飞神色凝重，一瞬间，他对这个报道隐约有点印象。不过今天是他的洞房花烛夜，就是在知道真相，也不可能抛下新婚媳妇跟去。事关正事，我先过去协助办案，以后有空你来我家吃饭。行，王哥，我有空来找你。好，那我就先走了呀，真是不好意思。没事儿，王哥，你路上慢点儿。几个小时后，等到酒席结束，孟太在走的时候又特意叮嘱了叶小飞一遍。小飞，要是你这边的方便面卖得好，一定记着来省城说一声。好，我一定记得。很快到了第二天，在龙华公社举办的酒席也结束后，叶小飞便抽空去了派出所。小飞，你今天不是在公社里办酒席吗？怎么有空过来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酒席刚结束，现在没什么事，就想着过来看看。昨天的案子解决了吗？目前没有什么有用的发现，我们怀疑是内部人员。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现场。王哥，你们再仔细去检查一下门窗锁孔，肯定会有所收获。说这话时，叶小飞语气笃定。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这案子历经好几个月才得以侦破。刚开始派出所的公安们都怀疑是自行车厂的那些领导，没有人想到凶手会是场外人员，还是自行车厂财务的对象。小飞，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确实有个别的想法，我觉得你们的方向对了，但是有个最重要的点还没对上。啥点？首先，自行车厂的管理不差，盗窃的人肯定对厂里有很大的了解。除了自行车厂的员工对自行车厂非常了解，还有哪些人？那当然是他们的家属。这句下意识的话说出口后，王所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色顿时严肃。这就是我的想法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要是王所长你觉得有勘察价值，可以多一个方向。小飞，你就是太谦虚了，这岂只是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角度。小飞，我现在马上要去一趟红庙子公社，有什么事等我回来找你。说完不等叶小飞回复，直接急匆匆朝着外面跑去。而叶小飞也离开派出所去找贺新丽商量方便面准备开卖的事了。爷爷，卡片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已经送到食品厂去了，我这留了样凭你看下。爷爷，你这卡片确实不错，定制花了不少钱吧？贺新丽并没有否认，这在市场上并没有的卡片，想也知道价格不会便宜。不过他和孙女婿合伙做这个生意，出点本钱和利益本来就是应该的。这个都是次要的，只要是方便面卖得好就行。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抽卡攒积分的游戏，只要有产品，这把火就算是升起来了，差的就是那阵风。随后叶小飞特意去定制了不少传单，又找来了几个临时工，让他们将传单贴到有人经过的买包方便面，可路人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只因在这个年代，2毛多可以买好几个包子和馒头了。为了卖掉食品厂积压已久的方便面，叶小飞利用前世记忆想出一招集卡抽奖的好办法，瞬间就让方便面火爆全城。这方便面啥时候都有卡片了，还能凑分抽奖，奖品还这么丰盛。2毛8一包的方便面，奖品居然有1万块钱的空调，食品厂这也太阔绰了。这张纸上说今天就开卖，走，咱们都去看看。我也要去看，那传单下面都写了，奖品有限，先到先得，可不能让别人抢先了。就是传单上说地址在食品厂门口，咱们还是快点去吧。大家一边说，一边火速朝着食品厂而去。另一边，柯玉琴夫妻俩出门买菜的时候也看见了这张传单。望明，你看这食品厂的奖品还有点意思，3转1响的大奖应有尽有，甚至还有金项链、电视机和空调，这可都是好东西。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空调价值1万多，这可是大手笔。哼，这也是人家正经的厂才有这么大的魄力。像咱们家里那个厂长，那就是伪劣假冒的厂长。做这个传单的人一看就非常有头脑，抓住了老百姓的需求，而且这个奖品也非常丰盛。是啊，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和空调呢，要不然我们也去试试。
行，正好我们去看看这些正规的厂里人家是怎么管理的，免得有些人天天说我就惦记着机械厂。抽奖的事情我们2个人去太少了，现在梦梦又没事，把她也喊去。也行。两口子说完，不但叫上了女儿，还回了一趟老宅，没有看见贺新丽，但是看见了于桂芬。妈，今天我们去外面买菜的时候，看见贴的有传单，人家食品厂在搞大活动，买方便面可以抽奖，奖品非常丰盛，咱们一起去吧。有啥奖品呢？值得你们兴师动众的？凤凰牌自行车价值180块钱，崭新的梅花牌手表价值450块钱，十足克重的金项链价值600块钱，黑白电视机，还有价格1万元的空调。走走走，可不能被别人抢了先。几个人匆匆忙忙地出门，朝着食品厂走去。也是巧了，路上还遇见了贺静家母女。小妹，你们和妈这是要去哪里？嫂子，我们是要去食品厂门口买方便面抽奖呢。你们对这些消息不清楚吧？要我说，这抽奖的点子不常见，人家正牌的厂奖品都不一样，3转1响全部都凑齐了不说，还有1台空调。是啊，这就是正牌厂，就是不一样，不是一般的小厂可以比的。这么大的手笔，我们机械厂都没。现在才知道。嫂子，反正你和小静也没什么事，都跟着一起去看下吧。就是小静，你要学会做小飞的贤内助，你去看一下人家的经营理念，学习一下人家的抽奖底气，下次让小飞多学一下这样先进的思想。小妹，你们去吧，我现在没空。中午我家小飞要回来吃饭，我要带着小静去买菜。嫂子，说你没见识，你还真是没见识，一顿饭才值几个钱，小飞还缺这点出去吃的钱吗？是不是怕看见正规的厂一切规范，所以你们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尝尝见识？这样不上进可不行。再说了，空调可不是便宜货，食品厂能拿出这个奖品，那就是有本事有人买。叶小飞他行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妈，大家都可以去买方便面抽奖，就让嫂子和小静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多个人就多一个机会，说不定真能抽中那个1万块钱的空调大奖呢。于桂芬听见贺玉琴这么一说，顿时心中一动。行了，既然碰着了，大家就跟着一块儿去吧。好吧，婆婆都开口了，贺妈也只能答应下来，跟着一起去了食品厂。此时的食品厂门口，众人全都叽叽喳喳问着方便面的价格。方便面还和以前一样吗？只要2毛8一包。卖这个方便面是不是真的能抽奖？我看你们贴在墙上的这都写了。奖品真有你们写的那些？1万多的空调真的假的？不要拿来欺骗我们啊！大家稍安勿躁，食品厂的活动肯定是真实有效的，大家先安静，听我说。环视一圈，等大家安静了，叶小飞才接着说道：方便面的价格大家放心，还是和以前一样，2毛8。抽奖的活动我刚才也说了，真实有效。不过我们抽奖的规则也一并写在墙上贴着的传单上了，集够10个积分的卡片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那一包方便面的卡片一般多少分？1分到3分不等，都有可能。那岂不是我们要买好几包？多买几包方便面也不亏，这些方便面都是可以吃的粮食，而且诸位也知道，这次的好东西也不少呢。布料、梅花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还有压轴大奖，价值1万的空调，只要运气好，通通可以带回家。听了这话，众人瞬间沸腾了起来，纷纷上前购买方便面。我要买5包，给我来5包。我要6包，先给我。我要5包。大家稍安勿躁，方便面备货很充足，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买。突然遭到众人哄抢，只因每包方便面内有1张积分卡片，只需集齐足够积分便有机会抽走1万元大奖。利用多次高超的营销手段，我瞬间就解决了食品厂方便面滞销的一大难题。老板，我是不是可以抽奖了？你这有11分了，可以抽奖。大妈在心里给自己暗暗加了个油，然后伸手拿出了纸条。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是不是中了？恭喜，1台收音机。话音落下，人群中瞬间沸腾，这可是价值大几十块钱的收音机啊！这不到2块钱的东西，能抽出几十块钱的收音机，是千值万值，赚大发了。可不是嘛，又不要那么多钱，又不要票，血赚。这么亏本的生意，这老板说不定要赖账。不至于吧？这台收音机虽然不便宜，但是和空调比算啥？老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收音机是真送还是？大娘，恭喜你，当然是真的。哎呦喂，可真是太好了！这老板的抽奖活动是真实的，他真的把收音机给了。
食品厂可是正规的厂，咱们大家放心大胆买就是了。此时的贺玉琴夫妻也在人群中，他们两个隐约听见了前面的声音，顿时面露得瑟。嫂子，你看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人家食品厂就是大手笔，这么好的机会，我得赶紧通知吧，让他也过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机会。对，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000吧，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妈，你有没有听见小飞的声音？好像是听见了，不过小飞今天不是出去忙了吗？可能是听错了。不可能听错，就是小飞的声音。小飞刚刚在说话，哈哈哈！小静姐姐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欢胡说八道了，吹牛也要有个限度啊！刚才说话的人是最前面的员工，你不会想说这食品厂也是你老公开的吧？有个卤味厂就不得了了，你还觉得我那个姐夫这么能耐，还能把食品厂也给承包了？小静，我承认小飞确实算得上有点本事，但是你也不能什么头衔都往他头上戴。食品厂可是国营厂，他是有多大的能耐才能当这里的厂长？来这里打工还差不多，而且不一定能有名额。姑父，我从头到尾没有嘲讽过你们这一家人，怎么每次你们对小飞都这么大的恶意？小静，你这话简直是没良心！我们好心好意给你分析，你还觉得我们充满恶意？别人能给你说这样的实话吗？是啊，你的耳朵真好，我们这么多人都没听清楚，倒是你听见了。你们刚才忙着泼脏水，哪可能听见？是，我们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既然你这么肯定是我们没听见，那我们就等会儿排到我们就知道是谁爱面子撒。好像听见了小飞的声音，又没说一定是小飞。我们还要去买菜，又不吃方便面，你们爱排就排，我们走了。贺玉琴刚要开口，人群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声。妈呀，这运气也太好了，电视机要1000块钱呢，就花了2块钱就抽到了，简直不可思议。是啊，等会儿我要多买几包。听着传来的话，贺玉琴等人站不住了，也顾不上挤兑贺静家了，直接朝着人群里挤。好不容易买到方便面，冯望明却愣愣地看着前面，而贺玉琴看见叶小飞也惊了一下，然后就迅速反应过来。叶小飞，你还真的在这里？你是来这里打工的吧？怪不得刚才小静说听见你的声音了。你不是卤味厂的厂长吗？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帮忙？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小静来这里了。是呀，我们看见这里有活动，恰好碰见就一起喊来了。小静刚才说听见你的声音了，我还以为她在吹牛，没想到你真的在里面打工。谁告诉你我是来打工的？你在这里负责收卡片，不是来打零工，难道是来当老板啊？食品厂的厂长确实不是我，不过这方便面的生产线被我承包了，这次的活动都是我组织的，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可能？你能买这么多好东西，空调你有门路买。叶小飞懒得和他们争论，还是去找媳妇最重要。随后对旁边的工人说道：你们看着这边，我去找人。没问题，老板。老板，他真是你们老板？对呀，你们还抽不抽奖？不抽就走开，别妨碍其他人。另外一边，叶小飞找了半天，总算看见了自家媳妇和丈母娘。小飞，你怎么来了？我就在里面做生意。媳妇，这里这么多人，你和妈怎么来了？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叶小飞突然意识到岳母不知道媳妇怀孕的事情，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看来要找个机会跟岳父岳母说清楚了，希望岳父大人看在我这么久的表现上，不要动手。小飞，你还真在里面做生意呀？对呀，今天这个抽奖活动就是我举办的。随后叶小飞向两人仔细解释了这个生意和这几天的筹备，贺静家母女俩听得一愣一愣的。小飞，你真厉害，不过听说你这空调1万多，这方便面1包才2毛多，要赚回来是不是不容易？是啊，小飞，这礼品都投入了1万多块，里面还有赚头吗？不要把自己累坏了。媳妇儿，妈，你们就放心吧，这生意稳赚不赔，很快就能把那台空调的钱赚回来。那就行，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不像我和你爸都老了，根本想不到这些好点子。好了，我们去买菜了，中午回来吃饭啊。好的妈，你们路上。我利用集卡抽奖营销手段让方便面大卖特卖，没想到身为亲戚的姑父一家只因没抽到奖便要和我翻脸。小姑和姑父是没抽到吗？正常的，好运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以后多来买几次就行了。小飞，你这就不对了，
我们来这里都是你奶奶说的，你是后辈，孝顺老人是不是应该的？不如孝敬你奶奶一个空调，一家人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论关系，姑父才是正儿八经的女婿，比我这个孙女婿亲近多了。真要说孝敬奶奶，姑父孝敬才是最合适，我这个小辈就不掺和了。小飞，你又说笑了，姑父哪有你的本事这么大？姑父知道就好。听了这话，冯望明脸上一阵青紫，带着一家人气冲冲走了。转眼快到中午，叶小飞就拉着好几袋钱回了贺家。小飞，你提的这是什么？都是钱。妈，咱家还有没有口袋？要大点能装东西的。啥？小飞，你说这些都是钱？对，现在摊子上没有装钱的袋子了，我就只能先运回来腾袋子。妈，你们辛苦下，等会帮忙把这些钱数一下，除开2万块的成本，到时候我再和爷爷平分。瞧我女婿这话说的，数钱哪里有辛苦的？哈哈，妈，这么忙中午你就不用做饭了，饭点我过来接你们出去吃。爷，小飞，你居然买新车了，这车看起来可以呀，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呀？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这么便宜？是啊，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这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剩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媳妇儿，妈，我就先过去帮忙了。去吧，路上慢点。随后叶小飞就拿上几个口袋朝食品厂赶去。还是我女婿有本事，这么多钱我根本就没见过。我女儿哪里都好，嫁人尤其嫁得好。我就是担心小飞累，卤味厂那边的生意那么好，食品厂这边又离不开人，他始终就是一个人，我也帮不到他的忙。是啊，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小飞挣这么多钱早就够了，钱是挣不完的。要是身体累出个什么毛病，不行，改天我跟你爸再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多帮帮他啊，实在不行我也辞职帮忙去。说曹操就到，母女2人才收到贺劲峰，贺劲峰就骑着3轮回来了。孩子他妈，小静，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爸，你回来的正好，快点来帮着数。这钱是哪来的？当然是女婿拿回来的，除了他还有谁这么有本事？他和咱爸做的那个生意非常不错，大半个上午就卖了这么多钱。刚才他又拿了几个口袋走了，这里的钱让我和小静帮忙数一下，拿2万放在一边，剩下的和咱爸平分。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货都送完了。刚从红庙子公社回来，今天上货快。你之前不也去的挺早吗？今天一起帮着忙，就是快。行了，还是专心数钱吧，不然等会儿数字都记错了。丽呀，都怪你，我还真忘了数的是5400还是5500了。3个人数到中午，最终确认里面有2万4千多，谁知才刚数完，叶小飞又带着几个大口袋回来了。小飞，我们数好了，一共有2万4千多。媳妇，爸妈辛苦你们了，不过接下来又得继续数了。小飞，这些又装满了。对，我也没想到方便面会这么受欢迎。那下午我过去帮忙。此时另一边贺家老宅，冯望明一家又开始说起了叶小飞的坏话。哥，你之前是不是和小飞说要做生意？是啊，怎么了？哥，那叶小飞看来是没有把你当回事，存心要玩你。什么意思？大，他和你商量要做生意，结果今天不声不响自己跑去做生意了，这件事你知道吗？不知道啊。那不就对了，他把你骗了。今天我们去食品厂，发现他在食品厂门口卖方便面，还搞什么抽奖，去买的人非常多，生意好的不得了。哥，看来他把和你合作的事情直接忘了，人家直接自己干了。你说方便面生意很好？是啊，人密密麻麻排着队，为了几包方便面都能争得打起来。当时妈也在。说到这里我真是生气，妈好歹也是他的长辈，没抽到东西让他送点都不愿意。爸妈由小见大，你们别看他平时说话比唱歌还好听，但是心里比谁都鸡贼，根本不把你们当长辈尊重。哥，我看你还是不要和他合作了，我们一起合作，看一下其他地方的市场。谁告诉你们小飞没和我合作？贺新丽看着冯望明问道，语气老神在在，一句话把一家人都问懵了。他都一个人在食品厂门口卖方便面了，难道还和你合作？当时你也是看见了的，你说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叶小飞在食品厂门口的生意超级好，收钱都来不及。是啊，我也看见了，我们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方便面。说到这里，嫂子和小静也是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听见了小飞的声音，现在想想，他们早就知道小飞在做方便面生意了，就专门瞒着咱们这边呢。大，这样不尊重你的后辈，你还跟着受这个气干什么？外公，这些都是真的，你可不要跟着他们一起做生意了。
你们怎么知道那不是我和小飞做的生意？大，你这是什么意思？爸，你可不要开玩笑了，这方便面生意怎么可能是你和叶小飞做的？你都待在家里没有出去，你怎么可能和叶小飞一起做生意？我没有开玩笑，我和小飞商量的就是方便面的生意。王厂长这条路子也是我介绍的。至于我没去，那是因为我听小飞说这几天卖，忘记问具体哪天了。老头子，你真是瞒得严实啊！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一声，悄无声息就干了。你现在知道又不晚。哈哈哈，也是。爸妈，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妈，你难道忘了叶小飞买了多少钱？有能力的男人，父母就对大哥一家百般讨好，眼看在老人心中的地位不保，女儿女婿便在背后挑拨离间，说起了侄女一家的坏话。爸妈，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别以为生意好就能挣钱。妈，你难道忘了为了吸引顾客，叶小飞买了多少奖品？他生意确实好，但是方便面才多少钱？那些奖品又有多少钱？尤其是那个空调。对呀，爸，这空调可是个高级货，要买的话至少要1万多，方便面才多少钱？他要卖多少才能赚回来？自行车都是一排排摆着的，那么多值钱的东西摆出来，生意怎么可能不好？说的是啊，当时我们就是看着奖品丰厚，才一起去抽奖的。那些员工收钱都来不及，有些人就花了1、2块钱，就抽了一个收音机走。绝对是叶小飞故意要让外公出钱，然后他把这些钱全部吞了，到时候直接说亏了就行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哎呦，小飞应该不是那种人吧？他也不缺钱吧？哈哈，谁会嫌弃钱多呢？我看叶小飞肯定存了这个心思，不然不可能连开业的事情都不主动告诉爸。今天爸也没去，这些钱多半要被他吞了。外婆，你放心，我们再怎么也不能让一个外人把外公的钱私吞了，说什么也要让他吐出来。爸，这次方便面生意你投了多少钱进去？老头子，你快说呀，到底给了多少钱？这么着急干什么？亏你一大把岁数了，他们不懂说2句你就被吓到了。难道他们说的不对？爸，啥叫我们不懂？叶小飞那些奖品的成本，我可以这么说，再怎么也有1万5的成本。一包方便面卖2毛4，要卖多少才能挣回奖品的钱？说不定还没有挣回奖品的钱，奖品就全部被抽完了。到时候对顾客的吸引力下降，谁还会去买方便面？要想吸引客人，又只能采购奖品，这不就像血团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彻底止不住，直接雪崩吗？这种时候就是要及时止损，不然就只会越亏越多。核桃，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存在。老婆子，今天你去买方便面，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抽到奖品？咋可能每个人都抽到奖品呢？听到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抽到，那些奖品服务的客户远比你看到的更多，绝对不会亏本的。小飞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上面还有讲究，不能很久都没有人抽到，但是也不能一直都有人抽到，这里面必须进行计算，里面的抽奖券还有我们定下的购买积分卡都有的道理。当时好多人都没有买到，我们几个人也没有买到，现在想想确实是这样，赚的就是我们这些没有抽到的人的钱。冯望明一家人哑口无言，但又不愿承认叶小飞比他厉害，最后只能不甘心地说道：爸，难道你敢保证他会老实把钱给你吗？爸，不是我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既然那么多钱都能挣回来，叶小飞不一定舍得把这个钱拿给你。为什么不拿给我？我们一起合作的生意。呵呵，那当然是因为他是个不忠不孝的人，你看他平时根本不把我们一家人放在眼里的样子，我们好歹也是他长辈。你说哪个是不忠不孝的人？几人抬头一看，只见叶小飞提着一大包东西进了门，贺劲峰满脸怒气地跟在身后，显然也听见了冯望明刚才的话。难道不是吗？我们是你姑父和小姑，你平时对我们哪有一点尊敬的样子？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你这个样子，有哪里值得我尊重的地方？爸妈，你们看他居然对长辈这么说话，到底还像不像话？小妹，不是妹夫自己嘴贱吗？怎么还怪起小飞来了？哥，你给我记着。一琴，你哥说的没错，难道不是他自己嘴巴贱吗？就他这样还想让小飞尊敬他，可能吗？好了，老头子，你也别生气了。对了，小飞，你们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和小飞过来是为了说生意的事情。
小飞，我听你奶奶说了，你们今天的方便面卖得很好。对呀，爸，一个上午小飞就把本钱都卖回来了。小飞，这次的成本应该差不多2万块钱吧？仅仅一个上午就全部卖回来了。是的，爷爷，全都卖回来了。好，这么好的生意，王厂长怕是要乐的晚上睡不着了。爷爷真是猜得准。中午我回来的时候遇见了王厂长，王厂长的确非常开心，让今天晚上一定去锦绣三江饭店吃饭。哈哈哈，老王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太客气了。停，咱们爷俩今晚也去。金峰，你也带着小静他们一起来。大，我们也要去。人家王厂长请的是我和小飞，你们又没有合作，去干什么？爸，我们不是也打算去做生意吗？正好跟着一起去听听经验。不用了，你不是看不起做生意的个体户吗？你有班上，就不要忙这些了。不去就不去，哥现在是发财了，一点都不把妹妹放在眼里了。贺劲峰直接懒得回他早就发现了自己这个妹妹越是和他争，他越是来劲，反而不搭理他，耳根子还能轻。你这包里拿的是什么？还能是什么？肯定是拿过来的几包方便面呗。小飞，你们现在好歹有钱了，要给长辈带东西，也要考虑一下经济价值，不能什么礼物都往这里送。真以为自己靠着抽奖的噱头吸引了那么多顾客，就觉得方便面是个好东西了。井底之蛙，你骂谁是井底之蛙？谁最没有见识就说的是谁，因为没有见识，所以就连猜测的角度都比别人低级。你说谁低级？你倒是把包打开啊，让我们尝尝见识。那你们就好好看看这里面是啥。几人低头看去，只见包里满满的都是钱，惊得呼吸都屏住了。这小飞，你带这么多钱来干什么？爸妈，这就是除开小飞的本钱后该给爸的钱。啥？除开那么多本钱，还有这么多？哥，真有这么多？你们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有什么打肿脸充胖子的？当时你们又不是没去，不知道生意好吗？哎呦喂，这生意真是太值得了！看看我们小飞就是出息，年纪轻轻，不但自己开了厂，现在还能卖这么多钱。老头子，这是1天就全部回本了。是啊，算下来已经把我投入的钱赚回来了。老两口的话落入冯望明耳中，让他连刚才的丢脸都忘了。爸妈，这个生意还能不能投入？我们也想投钱。不行，我们都把前期的事情做完了，哪有你直接进来分利润的？而且你能投多少钱，买个奖品都够呛。大，你说这么见外的话干什么？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了？我们虽然投入的钱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少分一点，还可以帮着一起卖方便面。你们2个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就是看钱赚得多，所以忍不住想来分杯羹。不过这是没门，你们有这功夫，还是自己去琢磨琢磨吧。贺新丽如今是对小女儿一家越来越不满了，也不知道以前究竟是怎么觉得他们有出息的。就是望明，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忍心跟小辈抢啊？你要是自己想做生意，就自己去找。你看之前的卤味生意，还有这次的方便面生意，都是小飞他自己找的。你不是说自己在机械厂很有脸面吗？你就自己去找。有时候不是我说你，望明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要多向小飞学习。对了，小飞，你忙不忙？饿了没有？要不要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不用了，奶奶，我还有点事，就先不在这里待了。今天晚上我们在锦绣三江见面。好，你路上慢。叶小飞仅用1天就帮食品厂解决了方便面滞销的问题。为表达谢意，王厂长便邀请叶小飞一家吃饭。王厂长，今天的生意你也看到了，现在我觉得食品厂方便面的生产线可以恢复了。小飞，今天的生意确实挺好，但并不能保证每天都这么好。王厂长，生意确实不能每天都这么好，但是至少半个月都能这么好，难道就因为觉得不值当，就放弃这半个月的高收益吗？小飞，话是这么说，恢复方便面生产线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这件事还有线上的手笔。之前全县的方便面指标都很差，统一关停的。这个好办，如果把我们今天的营业额告诉他们，上面肯定大力支持。问题是该怎么说？直接请领导下来视察。之前虚报亩产那些事已经把这些领导整怕了，什么都没有亲眼看见来的真实。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县里的领导事情多，现在听说又出了什么政策，忙得焦头烂额，谁会下来视察？王厂长，爷爷，我试着看一下能不能行。小飞，你认识县里的领导？之前去参加贸监护大会的时候，和县里的林主任有一面之缘，还有电业局的顾主任，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门路。那就太好了，小飞你放心，只要你能把线上的人说通，这事儿绝对没问题。食品厂的领导就是想不同意都没办法。好，我明天就去试试看。吃完饭，叶小飞直接带着媳妇儿回了贺家，准备和岳父岳母坦白媳妇怀孕的事。爸妈，我有件事想和你们说。小飞，你是有什么事儿要和我们俩说啊？怎么搞得这么严肃？爸妈，是这样的，我和小静前些日子去了医院一趟。是啊，你们两个哪里不舒服？怎么好端端的要去医院？不是我们身体出了问题，没有问题就好。那你们去医院干什么？是你们要当外公外婆了。原来是。贺劲峰夫妇俩话还没说完，就愣在了原地，两口子对视一眼，几乎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女儿女婿不是才刚结婚吗？小飞，你这话什么意思？对呀，小飞，怀孕是大好事，但是你和小静才结婚，就算怀孕了，这么快就能检查出来了吗？之前就有了。什么叫之前就有了？难道……贺爸贺妈都是过来人，此时一看女儿的反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真是糊涂，这也得亏是遇到小飞负责，要是遇到什么不负责的，我看你去哪儿哭都找不到。妈，都是我的错，不关小静的事，你要骂就骂我好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小静，你跟妈上去一趟。母女两人上楼后，看着一脸严肃的老丈人，叶小飞明白，属于自己的盘问这会儿要问的都问吧，这件事确实是我做错了。小飞，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已经和小静结婚了，所以从心里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爸，我不是这样想的，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自己做错了，所以才努力奋斗做生意，就是希望你们能把小静嫁给我。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合适，但是今天看见她去食品厂门口，觉得这样太危险了，所以这件事必须让爸妈知道。贺劲峰识人无数，能看出这些都是叶小飞内心真实的想法。郁闷归郁闷，但父母永远是妥协的一方。以后你好好对小静，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这些事儿就算了。谢谢爸。很快，贺妈和贺静家也从楼上下来了。小飞，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的事以后不能再瞒着我和你爸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妈，绝对不会了。都这么大晚上了，就别回去折腾了。小飞，你明天不是要去县里吗？从这儿走更早一些。好，听妈你的。转眼到了第2天，一早叶小飞就去了电业局找顾主任。你小子可真是会赶时间。怎么了？顾哥好像有什么好事要跟我说一样。能不是好事吗？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想安一部座机电话，让我帮你留意一下。今天我这边刚得到消息，正想着怎么给你传回去呢，你人就来了。座机的事情有眉目了，顾哥，这可都多亏了你，太感谢你了。咱们兄弟两个还说这么多客套话干什么？而且要说着安装座机，你该感谢的人还真不是我。不是你，那是谁呢？现在安装座机可不容易，我也是帮你问的时候才知道，家里能装固定电话，那必须达到一定职务级别的人才行。这事还多亏了林主任帮忙说了一嘴，就说你在公社的作用突出很大，这座机的名额审批才下来的。这会儿想要座机的人多，毕竟想要联系上太不容易了。确实，林主任帮了我这么大的忙，真是太感谢他了。哈哈哈，我也惊讶，果然有本事的人到哪里都吃香。林主任说起你来，那也是赞不绝口。县里已经和电话站沟通好了，这2天电话站的人把东西给你拿过去，以后有什么事就可以打电话了。那简直太好了，我这次来正好想找林主任帮忙，没想到他还在这上面帮了我。你想找林主任帮你什么忙？接下来叶小飞便把最近在做方便面的生意全部和顾军说了。小飞啊，你好像天生就会做生意，专门为了这碗饭而生的一样。顾哥，你又在开玩笑了。哈哈哈，我可没有开玩笑。既然你要去找林主任忙，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功夫了。好，那我就先走了。从电业局出来，叶小飞便直奔县委去了林主任办。为了能恢复方便面的生产线，赚到更多钱，叶小飞便去县委找到林书记。小飞同志，你怎么突然来了？林主任，我这次过来是想让您帮忙说通一下食品厂的领导，恢复方便面生产线。
小飞，当时方便面亏损那么严重，关闭生产线是众望所归，怎么好端端的你又想申请把这条生产线给打通？不瞒林主任，我最近和食品厂有合作，帮他们处理堆积在仓库中的方便面，生意非常不错。仅1天的功夫就卖完了仓库中堆积1半的库存。生意这么好是好事儿，但如果没有及时的库存补上，这事儿就成悲剧了。小飞同志，我承认你在冒监护大会上表现非常亮眼，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夸大事实。林主任，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我怎么可能拿出来骗你？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龙华公社看上一眼，孰真孰假，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小飞同志，你能卖出去这么多方便面，确定没有骗我？林主任，我确定没有骗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可以一起跟我回龙华公社，亲眼看见了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骗你了。好，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跟你走一趟。不过现在已经不早了，要不然你跟着我一起去家里吃个饭。那就叨扰林主任了。见叶小飞答应，林主任便直接带着叶小飞回去了。哎呦，小飞你终于来了，我早就想感谢你了。之前要不是你，我孙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林大娘，不用客气，林主任也帮了我很多的忙。几人寒暄完，很快林大娘就得知了林静刚下午要去龙华公社的事。你去龙华公社干什么？你妹妹不是回来了吗？我是去办正事的，考察一下食品厂。随后林静刚便和自己妈解释为什么要去。林大娘一听叶小飞有厂，而且还把方便面都卖好了，眼睛锃亮。小飞，你处对象没？那你干什么呢？别人来家里你就要问人家有没有对象？我还不是觉得小飞优秀，要是没有对象，正好可以介绍。人家小飞同志已经结婚了。大娘，我前不久刚结婚。哎呦，太可惜了。说了会话，林大娘便抱着一脸可惜的神情去厨房做饭的。小飞，真是不好意思，我妈就喜欢操心这些事。没事，我能理解。哎，这种事说也说不听。我妹妹最近到了年龄，她也是天天催，现在把我妹妹烦得都不想回来。对了，说到这里我们也算有缘，我妹妹之前也在龙华公社。林主任，你们全家都住在县城里，你妹妹怎么会去龙华公社？这丫头不喜欢人家管她，之前跑去一个学校当老师，最近才回来。林主任，你妹妹叫什么名字？林主任刚要说话，这时林静文便刚好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今天没事就回来了。话音刚落，林静文便注意到眼前那熟悉的身影，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静文，好久不见。小飞，你怎么来了这里？小飞，静文，你们居然认识啊？对，以前静文是我妹妹的班主任。林主任，不得不说，这还是真的有缘分啊。原来是这样啊。小飞，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突然来县城里了？我在县城里承包了一个厂做卤味生意，这次来找林主任，主要是为了方便面的事。卤味厂难道还不够你折腾的？居然又看上了方便面？不仅看上了方便面，小飞还卖得非常好呢。这次来找我，就是想恢复龙华公社食品厂方便面的生产线。对了，你反正也这么久没回去看看你那些学生了，今天下午要不要跟着一块儿去？好呀。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很快吃了午饭，3人便准备去龙华公社。很巧的是，来接他们的司机前几天刚和顾军去参加过叶小飞的婚礼。小飞同志，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是啊，张哥，你最近看起来更红光满面了。老张，你们之前还认识啊？是啊，林主任，之前叶小飞同志结婚的时候，顾主任特意交代我开车过去，这车当时还装饰成了婚车。小飞，你居然结婚了？对呀，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县城，不然的话一定会给你发请柬的。听了这话，林静文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低声呢喃道：这才多久，居然就结婚了？怎么没想着多等等？静文，你说什么？没什么。很快几人便到了龙华公社，才到食品厂，林静刚就惊呆了，只见人群把食品厂围得水泄不通。王厂长看到叶小飞和林主任，连忙走了过来。林主任，你怎么来了？我听小飞同志说，龙华公社的方便面卖得很好，想恢复食品厂方便面生产线，所以来看一下。昨天的生意也像这么好。但多亏了小飞的点子，今天甚至比昨天还要好一些。
估计今天库房就能清空了。小飞，我也实地看了，这么多人肯定也不是临时找来演戏的。不过也没必要这么快恢复生产线，其他食品厂还堆着不少货，你们先把这些存货卖完，如果那时候收益还是很好，生产线再恢复也不迟。至于人手，我让其他厂也出几个员工来帮忙，这样你们应该也忙得过来吧？这样也行，只要其他厂能派员工过来，我们这边绝对没问题。行，这件事我回去安排。小飞，我2个小时后还有会，就先走了。好，林主任，我依靠前世的手艺开启了卤味厂，眼看生意越来越好，谁知供货商那边却出了问题。小飞，你来的正好，我还确实有件事拿不定主意。你要是今天不来，我说不定明后天都要去找你了。什么事？咱们卤味不是分为素菜和荤菜吗？素菜最近的供应还算比较稳定，但是荤菜那边很多时候送货都不及时。还有这样的事儿？对，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巧合，可是最近3天送货都慢，最近几个店也很忙，我一直碰不上熊兄弟，不然我就自己问了。好，姐夫真是上心了，我今天就去问熊哥怎么回事。见叶小飞对这件事上心，雷强就放心了一大半，他就怕叶小飞对这事儿不以为意。看了卤味厂的管理总体来说没问题，叶小飞便直接去了熊哥家。小飞，你今天突然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熊哥，也不是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事儿，就是来问一件事。叶小飞把去卤味厂那边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才问：肉类现在送的晚，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小飞，说起这个，我确实有事儿要跟你说。啥事儿？本来我之前对这些肉的收购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我突然发现，最近能收购的肉品质越来越差。品质越来越差？就是那些人卖的价钱，好多都是病死的。熊哥，你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要是别的地方也就算了，我们的顾客很多都是改善生活和口味才来我们这里买卤味，要是被爆出我们这里卖温猪肉或者温鸡肉，那就彻底废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又想着，要是供货量跟不上，对卤味生意来说又不好。这几天愁的头发都掉了好多。没事，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多，就是少点也没事。要是宝安县城附近确实找不到货源，那就要辛苦熊哥去远点的地方联系一下，但要确保不是生病的牲畜。也只有这样了，我还要多走点地方去看看。我也实在是担心这病到处都在传播，害怕买到不好的东西，要是可以自己养就好了。听了这话，叶小飞的眼神却瞬间就亮了。熊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养殖场，然后专门供货？养殖场这是啥？养殖场顾名思义，就是将一定数量的牲畜集中到一起统一饲养、繁殖的场所，比如鸡鸭、猪、兔子什么的。养殖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好的管理和饲养，实现动物的繁殖和生长，最终获得肉、蛋、奶等产品。原来是这个意思。小飞，你懂得是真多。我也是去县里参加贸监户大会的时候，恰好听说其他公社有人在做养殖场。既然有人做这个做成了贸监户，说不定这个还真的能干出个名堂。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还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东西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我以前也想不到我会。你觉得我该不该去做这个？只要你能坚持去学养殖知识，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只要能坚持，没什么不能去做的。小飞，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而且还有个优点，这样一个养殖场也可以变成小的生态循环圈。生态循环圈，这是什么？生态循环，顾名思义，有循环，一种生物废弃的东西，对这个环境下的另一种生物来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你们能在养殖场里种上一些蔬菜或者其他农作物，这些庄稼成熟之后还可以作为牲畜的食物，而牲畜的粪便也可以作为肥土的肥料，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帮助的。原来是这样，那这样也可以节约成本。对，就是这个道理。那听起来确实很不错。这事熊哥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小飞，要是我们到时候想好了，再跟你说。好，熊哥，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路上慢点。很快到了第2天，熊哥就带着熊嫂回了娘家，准备商量养殖场的事儿。女婿，你们怎么回来了？妈，我们回来是有事情要找你们商量。妹夫，你这次来是商量啥事儿？我最近有想法开个养殖场。养殖场？这是什么东西？你最近不是在给卤味厂送货吗？怎么又想到做这个了？你做送货的生意赚钱，就不要看着这个想那个，能稳定的赚钱才是好营生。这个养殖场的主意正好是小飞提出来可以试一试的。我之前一直都想着稳定给小飞供货，但是最近全都是些病猪和温鸡，这些肉用来做卤味，不是砸了小飞的招牌吗？我昨天和小飞商量了一下，
小飞的意思是，要是我真的能自己养殖牲畜，他这边还是一样的收。叶小飞这个名字在郭家并不陌生，一听是叶小飞说的养殖场，郭老头和郭大哥立马认真了起来。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养殖场到底怎么做？小飞说，可以选择包下一块场所圈养牲畜，同时还可以种上农作物，农作物可以作为牲畜的粮食，牲畜的粪便又可以肥田。养殖场之前相互循环，节约成本。他还取了一个名字，说这个叫生态循环。爸，大哥，我昨天就跟他争，觉得这养殖场先不要办，虽然现在供货少了，但还是有收入。这养殖场的投入需要成本，而且多少也会耽误给卤味厂的供货。我刚开始听还觉得不错，后面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是女婿啊，你们现在过得也还可以，没必要去折腾，投入什么东西都要成本，万一赔了怎么办？我倒是觉得这个养殖场你可以跟着干。老头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是要给成本的东西，不能因为听着好就不想这些。正是因为有好多人都像你这么想，所以竞争才小。你们看那些做小生意的，街上随便一转就是好多，这种生意就不是很容易出头。相反，养殖场这个词儿我活了这么大半辈子都才是第一次听到，可见干这个的人根本不多，不挤人的路往往才是能赚大钱的。还有，我好像记得你那个朋友好像才毕业没有多久吧？人家可有本事了，还是我们龙华公社的贸监户代表，现在手底下有卤味厂，又和龙华食品厂有了合作。那不就对了，小芳，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了，跟着吃肉的人走，最差都能喝口肉汤。小飞同志给你们出的主意，你怎么还不同意？爸，我这不是担心亏本吗？反正你们有稳定的大客户在，就算亏本了，又能亏多少钱？只要稳定供货，钱不是又挣回来了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你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小芳，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就让妹夫去试一试吧。可是我们连养殖场的场地都不知道怎么找。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太多了，这种事你就要去问给你出主意的人。你的意思是去问小飞？对，我觉得小飞给你们说了这个主意后，说不定自己已经在脑子里考虑好哪里比较合适了。不会吧？怎么不会？你们2个要是不信就去问，一般干大事的人都是这样，不会错的。好，爸，我们听你的，既然你觉得可以，我们就去做这个养殖场。小飞这样的人就是贵人，你们听他的，他吃肉，你们跟着喝点汤肯定没问题的。而此时的叶小飞正在和贺新丽商量着更大力度的抽奖活动。传单已经全部好了，只要抽个时间找人贴出去，到时候大家自然而然能看到。好，货今天是不是拉了2车过来？之前库房里本来没货了，现在上午来1车全天卖，下午那1车就能全部存到库房里。等今晚上我回去给林主任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把一天的来货量提到3车。3车这么多货？其实不多，一天卖1货车，只是在如今的奖品机制上，等我们将奖励全部加码了之后，一天1货车绝对不够。还是小飞你年纪轻轻考虑的周到。对了，小飞，之前咱们商量做那个卤料包生意，后来又被方便面耽误了。现在方便面这个生意这么好，你还有没有想法想做卤料包？有啊，现在方便面生意这么好，其实也是群众们之前不想买，对这个不熟悉，吃了之后觉得还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奖品吊着。等方便面生产线恢复了之后，机器多了，我们也可以开始做卤料包了。那就好。两人又说了一会儿，叶小飞这才刚来到卤味厂，居然就看见了顾军。顾哥，你怎么来了？我来是和你说件事，之前设计想陷害卤味厂的那一拨人，你还记得吗？记得呀。顾哥，是不是曹磊那群人的处罚已经下来了？处罚已经下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曹磊那帮人以后都出不来了。我知道了，多谢顾哥过来告诉我。兄弟之间这么客气干什么？曹磊他们进去后，老罐头厂空出来的员工宿舍肯定要按照规定收回，但是老罐头厂已经倒闭了，也没有罐头厂的员工再来这个宿舍住，空出来的这些宿舍，你刚好可以分给之前新招的工人，这是大好事啊，多谢顾哥了。客气啥？对了，那里空出来的宿舍应该不少，你要不要考虑也搬到县城来？误了，卤味厂里需要分房子的人本就不少，房子说不定都不够，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小飞啊，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为工人考虑这么多。也不是我无私，我只是正常人想法罢了。曹磊他们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要想马儿跑，
必须给马吃草。要是卤味厂的工人觉得在这里上班很不错，那卤味厂以后的发展就差不了。哈哈哈，说的没错。那你打算怎么分房子？你最好下午去找一趟林主任，看看他能不能有些意见。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估计林主任已经下班了，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小飞，你换新手表了，最近咋那么有钱？这不是最近收拾家里，把落灰很久的 iPhone 14在转转上卖了3200多吗？有的是钱。这价格还可以啊。对呀，我还发现转转原来不止收手机，就连拍立得、显示器、相机和镜头都可以回收，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通通打包带走，特别方便。总之听我的，想快速回收换钱，放心去转转就对了。吃饭今天就算了，你还是先赶紧去找林主任吧，等会他该下班了。多谢顾哥提醒，不过我心里已经有办法了。什么办法？顾哥，你难道忘了没有矛盾的解决事情，除了绝对公平，还有一条路是绝对随机吗？我之前不管是卖卤味，还是后面进军方便面事业，都有一个共同点，我在搞活动或者促销的时候，最常用的营销手段，恰好可以用在这里面。对呀，可以抽奖，而且还没有矛盾，由那些人自己决定抽奖顺序去抽，抽到哪套就是哪一套，也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抽奖？下午5点吧。行。对了，小飞，我听说你会看病啊？顾哥，术业有专攻啊，你在哪里听说的？我可是听林主任说的呢。小飞，你真是一如既往的谦虚，林主任都亲自夸你了，你还要在这里否认。就在这时，刚好有个员工来找叶小飞。小飞，有事你先忙吧，我也要回去了。好，顾哥你路上慢点。随后叶小飞看向来找自己的那人，说来也巧，这人刚好是之前他亲自找来的那一波工人之一，也是工厂里平时干活非常卖力的人之一。叶小飞对他的印象非常不错。厂长，我这次来是想请个假。想请假可以，是有什么事吗？家里的老人生病了，要到县医院来治病，这边不太方便，要带他们去看看房子。听到这话，叶小飞忍不住笑了，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他刚才正在想要怎么组织语言把这话说出来，老唐这边就给了个现成的台阶。老唐，这事儿你不用担心，正好我有件事想宣布。厂长，什么事儿？你去把大家伙叫来一下，就说我有事要说。老唐带着满腹疑问进了厂房，一进去就有好几个人围住了他。老唐，怎么样？厂长有没有同意请假？同意了。对了，你们都先别忙，厂长说让你们出去一趟，他有话要说。话音落下，大家虽然疑惑，但也跟着一起走了出去。大家来卤味厂这么久了，觉得卤味厂怎么样？很自由。以前我们在罐头厂上班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听领导开会，在这里没有领导开会，自由多了。而且厂里的工资也高。厂长，我们对厂里都很满意。看着大家对卤味厂这么满意，我心里也很开心。我今天把你们叫到这里来，也不是为了开会，只是说一个好消息。厂长，什么好消息啊？今天老唐找到我说要请假带家里人去看病，没有住的地方不太方便，正好我想到了一件事儿，恰好趁着这个机会宣布了。卤味厂开办后招进来的那些工人都不是罐头厂原本的职工，自然也没有原本罐头厂宿舍之前曹磊等人做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很清楚，那边的判决都下来了，落在他们名头上的房子也成了无主的房子。厂长，你的意思是能把那些房子分给后面进来的工人？对，罐头厂的房子和工人数量差不多，这点来看，厂里原本就很公平，所以曹磊他们空出来的这些房子，全部都是给第二批工人的。不过每套房子的面积和朝向都不一样，要是直接分，并不公平。我就想了个办法，以抓阄的方式来抽。话音落下，众人久久都没有作声，纷纷将叶小飞看着。大家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厂长，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行了，多大点事儿，都是爷们儿，别娘们唧唧的，收拾好东西出来准备抓阄。或许老天爷都在帮忙，最后老唐抽了个有2个房间的房子，足够他家里人来这里住了。一个岁数不小的汉子拿着抽到的纸条，差点没和叶小飞跪下。看着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叶小飞招架不住，只能假借还有事需要办理为由，走出了厂里。从卤味厂出来后，叶小飞直接去了县委大院。林主任，我今天特意来跟你道个谢。啥事儿？还需要这么客气？顾哥来跟我说了，卤味厂那些房子的事情，还要多亏了您帮着催促进度，我厂里的那些工人才能及时分到房子。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和你帮我的相比，简直不足为提。林主任，我还真不知道哪里帮了忙。哈哈，小飞，你还真是忙人多忘事啊！之前你提醒我去医院检查的事情，难道你都忘了？没忘。不过林主任，我不是已经提醒你很久了吗？难道你是最近才去检查的？确实，当时你提醒我的时候，我本来应该多上心，不过那段时间事情多，不知不觉就把这事儿忽略了。我前几天想起这件事，就赶紧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一看见我的手掌，听见我的描述，就说确实是肝脏的代谢出了问题。医生说幸好是身边有懂行的人，
发现的早，就算我耽误了一些时间，病情也还在能用药物控制的阶段。小飞啊，这事情真是要好好感谢你，你救了磊磊不说，现在又救了我，现在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你。林主任，你真是太客气了，能帮到你们，我心里也高兴。不过您现在生病了，也不能像之前一样那么劳累。好，我心里都有数。对了，小飞，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什么事？你之前不是要很多食品厂方便面的货吗？我原本想把县城周围这些食品厂的货全部调过来的，不过最近出了点问题。这个消息其实也是我今天早上才听见的，不知道又有哪里冒出来一个老板也要收方便面。话音落下，叶小飞皱起了眉毛，自己才卖了多久的货，难道就被红眼病盯上了？而且报价在我们的原有基础上，每包多了2分钱。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你也知道，那些食品厂也要牟利，要是没有价格竞争，那些货供应过来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哄抬价格，食品厂肯定是想多赚钱挽回损失的，所以不能像之前说的量供货了。负责人那边今天早上给我通了电话，意思是按照最开始的供货量，他们能接受，就是每天1车。要是想再增加，那边的货现在已经不够了。小飞，你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和我不认识，他拿了这些方便面也是砸在手里。要是他跟我认识，营销策略肯定也比不上我的新想法。小飞，你脑海里有猜测的人选吗？这次我还真的没有。林主任，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事儿还需要你帮个忙。帮忙好说，正好我也想好了一个办法。你说开始恢复龙华公社方便面的生产线，这个办法怎么样？林主任，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之前说的条件是你处理好宝安县所有食品厂囤积的方便面，现在你每天的需求量都很稳定，是方便面的库存跟不上你的节奏了。这会儿恢复方便面的生产线，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意见。那设备是不是也要跟进了？哈哈哈，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你就放心吧，机器的安排上肯定会增加，到时候也会给食品厂安排工人名额。你这边有没有想安排的工人？林主任，你这边先给我留几个位置，我先回去问一问。行，这没问题。林主任，既然事儿都说完了，那我就先走了。行，你路上慢点。和林主任告别后，叶小飞便直接回了龙华公社食品厂。谁知才进食品厂，就看见徐瑞江从仓库走了出来。徐瑞江，你进我仓库？前世的集卡抽奖的方式让方便面大卖特卖，没想到被人眼红学我卖起了方便面。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这天中午，叶小飞来到食品厂，看到情敌徐瑞江从方便面仓库出来，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你进我的仓库干什么？叶小飞，你不要以为这个仓库就是你自己私有的，我们车间也有东西放在这里面。最好是这样，要是我的货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在场这几个人都是证人。你们仓库有人在，我能干什么？而且在场的这些都是你的人，你想让他们陷害我，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你就知道逞一时口舌之快，你就等着吧，很快就有你后悔的时候。扔下这句话，徐瑞江气冲冲走了。叶小飞身边的员工嘟囔道：真是有病，之前处处针对我们也就算了，我们生意好着呢，他还能不顾食品厂做出什么来咋地？你们一天都在这个仓库，有没有下其他的货？没有啊，就是今天来了2车方便面，这次食品厂的工人很好，甚至都不用我们自己下货。叶小飞唇角浮现出一丝冷笑，那些工人怎么可能突然来帮忙？肯定是食品厂的领导发话了。看来那位收购方便面的幕后主使已经浮出水面了。叶小飞思索完毕，就看到贺劲峰和贺新丽也从仓库出来了。小飞，你来了。爸，爷爷，你们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们先吃饭去。林，小飞，你居然买新车了，这车看起来可以呀。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呀？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这么便宜？是啊，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这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小飞，饭就先不吃了，我托人印的传单全部都好了，今天晚上就能贴出去。咱们正好现在点一点货，心里也有个数。爸，爷爷，我们这2天先不着急开始新活动。为什么？爸，爷爷，等会儿我们回去的时候再说，现在就先把货点了。几人很快点完了库房里的货，便直接去了贺家老房子。
小飞，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爷爷，不是我临时变卦，是我听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林主任跟我说，之前我们要求的供货暂时不能提供，因为有人也在联系宝安县周边的食品厂，要收购方便面。有人想模仿我们？小飞，你卖方便面这个方法有没有传到别的地方去？我没从领导的嘴里得知。那就麻烦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龙华公社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没办法给出应对的政策。我知道是谁。是谁？是徐瑞江，食品厂主任的儿子。之前因为一些私事，他和我有一些私人恩怨。虽然你们有仇，但是也不能保证就是他。我能断定是他，肯定是因为我发现了证据啊！我刚才来找你们的时候，发现他从仓库里出来，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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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叶小飞就将刚才遇到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林主任都说了，方便面没办法按照我们的要求给货，结果今天还来了2车，何况徐瑞江今天也不正常，所以我敢肯定，这个人肯定是徐瑞江。小飞，那你打算怎么办？这段时间生意明显没有之前好，越来越差了。要是我们按照之前的活动卖，生意肯定还会更差。现在的货不少，如果我们加大奖品筹码，这些货说不定都不够卖几天。但是我们按照现在来算，说不定卖很久都卖不完。是呀，小飞，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不然我们就试一试，说不定比现在卖得好。爸，爷爷，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从来没说要放弃这个想法，但是也没有打算和对方拼着来。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先不着急，看看对方的动作。爸，爷爷，你们这2天多去食品厂，随时观察他们的动作。我们观察他们的动作干什么？当然是引蛇出洞，然后关起门教训。明明在一个公社，一个食品厂，他们想搞我，那也要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既然他们想和我们对台唱戏，我也愿意陪他们玩玩。我们的营销活动可没有公布，就连顾客都不知道。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么大的魄力，拿出比我们新活动还厉害的奖品。等他们上钩，这出好戏就能开场了。对于这件事儿，叶小飞非常有自信，他准备了5台进口空调，自行车更是每天10辆，甚至还有彩蛋活动。徐瑞江一家人舍得拿出这么多钱买奖品吗？行，就听你的。贺劲峰见自己爸都点头了，也压下了心中的疑惑，带着叶小飞回家了。熊哥，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找你商量事儿。小飞，你不会把之前建议我开养殖场的事儿给忘了吧？熊哥，确实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太忙了，居然把这事儿忘了。好啊，我就是开玩笑问了问，反正我人现在在这了，你不是也想起来了吗？所以熊哥，你是考虑好了要做？对，小飞，那天你说的想法，我一直在脑子里想，觉得不能放弃这大好的机会，我们决定试一试。这次我过来找你，主要还是想问问你，你觉得我把养殖场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确实之前想过，不过就是担心你这边不方便。小飞，你直说就行了，不怕你笑话。我和你嫂子之前回了一趟她娘家，家里的岳父都说了，这件事最好听你的，因为你说的主意肯定能。你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肯定全都是为了你考虑。我之前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春树庄，我老家，这地方你也去过，地势比较平坦，你去那边，我能保证很快你就能发展起来。没问题。熊哥，你这么信任我？小飞，我是真的信任你的能力，就连我岳父都说了，让我们跟着你，准没错。熊哥，既然你们一家人这么信任我，我也不可能让你们吃亏，这要是做好了，肯定赚钱。好，不过小飞，春树庄那边应该没有空房子可以直接用来养殖吧？没有空房子，但是你要养殖的话，不需要空房子，你自己用砖搭建养殖场就可以啊。修房子这事儿，我家里还没有人修过。熊哥，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之前修过房子，知道哪里有砖厂。不过这事儿你先不要着急，这2天我有空了，我还要去老家和村长说一声。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行，都听你的。那现在我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忙的地方？熊哥，养殖场的硬件条件重要，同时牲畜苗子也很重要。你趁着这段时间到处看下，能不能收购鸡仔、鸭仔？如果能买点猪仔就更好了。小飞，还没修好养殖场我就开始收购，会不会砸在手里？不会的，我都是听林主任说的。再过1个月要下来一个很猛的政策，到时候我们担心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叶小飞说的消息是真的，但是从林主任处得知这句话是假的，这事儿是他有前世的记忆，才不是听谁说的。真的吗？当然，到时候
就会允许农民在集市上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这次的文件会说得很明白，到时候大家都能听懂。小飞，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回去和家里人说一下。好，熊哥，你路上慢点。熊哥走后，贺劲风这才问道：小飞，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想着去做养殖场？爸，之前厂里的供货不是一直不稳定吗？就是因为猪瘟、鸡瘟，这些肉拿来做卤味，就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仔细一想，如果我们的卤味能有专属的养殖场，不仅供货稳定，还不用担心被人用病猪肉来糊弄，合作双赢的事儿。到时候要是钱不够，我也可以参与进去。小飞，你居然还想看一下养殖场，忙得过来吗？爸，你误会了。先不说熊哥那边需不需要我帮忙，就算我真的帮忙，也不会插手养殖场的大小事宜，顶多是提供一下资金上的缺口，占一点份额。养殖场的起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我的主要重心肯定是放在卤味上。贺劲风想了想女婿的话，觉得自己挑不出他的缺点，而且熊哥自己都愿意去做，女婿只是帮忙出谋划策，应该不会影响卤。看别人卖方便面生意火爆，便打起了主意，想学人家做生意。爸，食品厂的货今天都全部运到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卖？当然要等时机合适。瑞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爸，现在食品厂门口的生意本身就不如之前好，我们要是再不摆出去，到时候客人都不来了。叶小飞他们也真是小气，空调被抽走之后就一直没补。是啊，这次我们咬牙买了一台空调，作为奖品已经够了，有这个大奖在，把那些顾客引过来还不是轻轻松松。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准备。爸，你可别忘了，之前叶小飞不仅害你在食品厂员工面前丢了脸，还害得我被王厂长训斥。我当然不会忘，瑞江，这事不需要你提醒，我都能记住。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爸，那你想好我们要怎么做没有？现在还不知道叶小飞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再等等。要是确实合适，我们就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徐家父子俩一直密谋到了半夜，叶小飞也没有坐以待毙。第二天一大早，他直接去了食品厂，找到王厂长说了这事儿。小飞，你真的能确认这事情是真的吗？王厂长，食品厂存放方便面的库房本身就很大，里面的地盘一直都没有启用。今天我发现里面的库房已经上锁了。现在食品厂的其他仓库都装着货，要是徐月江他们真的想跟你唱对台戏，能放下那么多货的地方，好像真的只有那里。这事儿，王厂长你知道吗？徐主任根本就没有上报，现在他居然利用我们食品厂的库房堆放自己的东西，我马上就去找他。王厂长，先等等。小飞，你不要拦着我，这事儿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要是生意一会高一会低，生产线就恢复不了。王厂长，我当然知道影响大，但是我有一个万全之策，这事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但是方法不能激进，我们还可以智取。智取？小飞，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将计就计。王厂长，你身在食品厂，对食品厂的掌握肯定比我强。这2天辛苦你多注意一下徐主任的动静，他那边的动静要是有问题，你就随时来通知我。他们怎样的动静算是不正常？王厂长，他们一个是车间主任，一个是生产线的小组长，如果想请假，应该不是直接走吧？行，如果他们俩请假，我就来跟你说。那就麻烦王厂长了。不必这么客气。从食品厂出来，叶小飞心情都轻松不少。这年头又没有手机可以随时发号施令，徐瑞江父子绝对会现场去看。当2人开始请假准备的时候，足以证明他们第2天就要开张的方便面生意不被抢走。叶小飞便让王厂长盯着徐瑞江父子。然而仅仅只过了2天，王厂长与贺新丽就一起来了贺家。小飞，之前你拜托我盯着的事儿，今天有消息了。真的？他们怎么了？小飞，还真让你说准了，他们果然是请假了，因为你之前让我多注意这上面的事儿。这几天我没少去部门办公室，然后就听说徐主任请了整整2天的假。王厂长，这几天麻烦你了。爷爷，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把传单贴出去了。好，没问题。小飞，为什么今天晚上去贴？徐主任请假并不容易，而开业前1天和开业当天是最忙的2天，所以我料定他们肯定明天开业。我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动，把龙华公社到处贴上传单，明天就是我们的主场。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小飞，
还是你头脑灵活，我们都没想到这一层。爸，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什么事儿？我在龙华公社经常搞活动，其实顾客的热情度现在不是最高的。反正田家坝公社离我们不远，你今天晚上开车去田家坝公社，拿着传单再去那边贴一下。没问题。我去梨花公社那边，爷爷你让员工贴传单的时间尽量晚点，这事儿就是要足够低调，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行，小飞你就放心吧。转眼到了第二天，一早叶小飞就去了食品厂安排工作。我今天特意请了人来搬货，补充货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操心，最重要的是收好钱和看好抽奖，还有每10分钟往人群丢一次奖券，奖券拿上来兑换之后，一定要记得回收，回收的时候还要盖章作废。老板，我们记住了。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人们开始从家里出来，而关于方便面的传单已经遍布整个龙华公社，不管是路边上还是房门上。才睡了一晚上起来，怎么到处都是这样的传单？这上面写的是啥东西？这个画的是自行车，这个是收音机，这个又是啥？这是食品厂贴出来的买方便面抽奖啊！你们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食品厂感恩大回馈，这次奖品5倍加码。那么多人去买，就抢一台空调，而且又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拿到奖品。肯定是奖品又加上了，但是肯定也就加了一台空调，我还懒得去挤。谁说只加了一台空调？你们看这传单上写的，足足加了5台价值1万元的进口空调。除此之外，每天还有10辆自行车，上面还说了，每10分钟扔一次卡片，只要能捡到这张卡片，就能到前面兑换一台收音机。说完，中年男人才发现根本没有人回应他的话，大家纷纷朝着食品厂的方向狂奔。你们跑那么快干什么？等等我啊！这俩的店铺外，徐主任看了看天色，说道：现在已经到那些人来买方便面的时候了，照理说应该人都来了，怎么现在还看不见人影？爸，你急什么？等人来了，我们难道还能看不见？要想去食品厂，必须从我们这里经过，都是一样的活动。我们这里的空调还没有被抽走，只要不是傻子，谁都知道去哪儿买方便面更划算。我只是想着投入了这么多成本，要是最后人不来，损失大。爸，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食品厂门口的方便面一天能卖8000多块钱，这可是好几千。我们仓库里的货这么多，够我们卖好几天了。奖品的投入是2万，到时候我们几天就能挣1-2万。不止，我在办公室里的时候，王厂长有一次高兴的时候，漏嘴说了一次数字，据说那天的营业额超过了2万。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什么？居然有2万？对，这个方便面的营业额高的我们很难想象，不然你爸我怎么可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还是爸你最厉害，这些事儿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要不是你，我怎么可能知道方便面的拿货渠道？说到底还是爸你最靠谱。那是当然。徐瑞江刚要开口，就看见一群人朝着这边过来，立马笑得见牙不见眼。爸，你看见没有？这么多人都过来了。看见了，怎么比之前食品厂门口的顾客还多？这不是很正常吗？之前食品厂奖品齐全的时候，这些顾客不也一样很多？肯定是这次知道我们也买了空调，所以大家伙热情满满，全部都来了。然而还不等徐瑞江父子俩高兴多久，那几个大爷大妈连多余的眼神都没给，直接走过了他们这里。你们是不是买方便面？我这里就是买方便面的，你们还朝着里面走干什么？你们是食品厂在搞活动吗？我们不是食品厂，但是也是在搞卖方便面的活动，和之前一样，都是买5包可以抽奖，然后有空调和自行车。不是食品厂，那街上的那些传单就不是他们贴的，应该是之前的旧版。你看他们的奖品都没变。那我们还是不要抽了。你没听刚才那些人说吗？这个中奖率低。说完，一群人又急匆匆地朝着食品厂赶去，留下一脸懵逼的徐瑞江父子在风中凌乱。而另一边，食品厂门口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老板，你们这里是不是抽5台空调？这次的奖品的确是5台空调，每天10辆自行车。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每10分钟朝着人群扔一次收音机兑换券，要是拿到的人可以直接拿着兑换券来最边上的柜台处兑换。叶小飞短短的几句话，直接让众人彻底疯狂，纷纷抢着。你还好意思说奖品一模一样？你知不知道别人的奖品是5台空调、10辆自行车？什么？居然是5台空调和10辆自行车？不仅如此，人家还每10分钟1台收音机，10分钟丢1次收音机奖券，只要能拿到就能去兑换收音机。可是之前我们怎么没有听见消息？我们是被叶小飞搞了，这么多奖品，我们事先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见。
之前我们还兴致勃勃，以为自己占了先机，其实我们早就落入了人家的圈套。他肯定是看着我们忙活，然后自己等着看笑话。妈的，叶小飞真特么不是个东西。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赶快到大街上去叫卖，卖出去一点算一点。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哦，好好好。说完，徐瑞江就立马离开去叫卖。结果出去后才发现，满大街都贴满了宣传传单。转眼到了工人下班，叶小飞刚打算回家，谁知半路就遇到了徐瑞江。叶小飞，你真是不干人事，你这个害人精！老子今天因为你直接损失了2万块钱。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不是你们截断方便面，甚至囤了那么多货，怎么可能落到这种地步？凭什么只能你赚钱？难道我们就不能用方便面赚钱吗？不是只能我赚钱，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你对营销活动了解吗？只会一样画葫芦，又学不到精髓，画虎不成反类犬，可笑至极。你说谁是狗？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商战就是兵不血刃。你技不如人，本来就应该出局，你还要感谢我才对。叶小飞，你是不是有病？你把我害得这么惨，你现在还要我感谢你？我说的是大实话，这种道理很多人摸爬滚打很多年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就知道了，少走20年弯路。徐瑞江被这句话气得浑身颤抖，直接说不出话来。算了，我也是个好人，我可以给你说个降低损失的办法。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正好现在我的生意特别好，仓库里的货不一定能卖到明天，你把你们的货低价转给我，我也能收。低价？你想要多低的价格？每一包1毛钱。你做梦，我们收成1毛6一包，你现在每包要我们亏6分钱，那么多包，你是要亏死我们，你简直就是个奸商。你要搞清楚，我收购你的方便面是在降低你的损失，现在有求于人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你做春秋大梦去吧，我的货才不会给你。那你就慢慢卖呗，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说完，叶小飞便骑着摩托车。小飞又给林主任打了电话，说了今天方便面新活动大获成功的消息。太好了，看来今天是双喜临门啊！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想重新恢复龙华食品厂的方便面生产线吗？那这个生产线开会已经批准了吗？对呀，我汇报了最近的销售额，上面的领导终于相信了真实度，他们现在已经批准龙华食品厂重新开始方便面生产线。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已经给王厂长说了，这里面的工作名额至少都有15个，可以让你安排。行，谢谢林主任。挂断电话之后，叶小飞便去了村长家。进屋后便和村长说了食品厂工人名额的事。小飞，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不过职位不多，要是真让我随口安排，怕是要得罪不少村里的人。这次也是来听听你的意思。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直接说就是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我有个朋友想在咱们春树庄包个场地做养殖场，如果有人愿意直接把田地承包出去，可以给出2个名额。这真的可以吗？村长，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现在早就不像以前了。就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能不能做生意？不能。那不就对了？你看现在可以做生意，甚至还鼓励做生意。而且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些风声。什么风声？现在的土地还是公家的，但是很快就会出台政策，把田地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到时候就是按人头分田。小飞，你这消息该不会是假的吧？怎么会这么好？村长，我既然敢拿到你面前来说，那就肯定是真的。还有不到1个月，文件就能下发了，快的话还要更早。小飞，这事儿实在是太突然了，你让我好好想想。爸，我们就跟着小飞干。你想好了？爸，天天种地，每天的收入实在是有限，必须要想些其他办法。爸，我知道你担心这事儿有风险，但是没有风险怎么能赚钱？呵，儿子比老子都看得清楚，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放手去干。勇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确定给谁的地，然后把围墙修好。修围墙这件事，还是你亲自带着工人盯着。工钱我回去和我兄弟商量一下，大概率和之前修房子的工钱一样。那你有没有确定好，到底需要多大的地？多少人愿意，就把他们都收了，然后调换地方，集中在一块儿。小飞，你真的全部都要收？勇哥，外面的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愿意冒险，里面最多有10个人愿意。
如果有10个人都是运气好。不会吧？呵呵，勇哥，你如果不相信，就直接把人叫来问问吧。听叶小飞说完，勇哥便带着一枪一货去叫人了。一群人来了村长家。村长，咱们现在的地可都是公家的，谁敢把地分出去？是啊，我可不敢。村长，这事儿要是被举报了，咱们整个春树庄都吃不了兜着走。大家担心的事儿我们都清楚，不过这一点你们不用太担心，上面的政策马上就下来了，到时候直接实行人头分地，你们自己的地想承包给谁都是你们自己的自由。勇娃子，小飞说什么你就相信啊？他又不是领导，就算做生意赚了点钱，也没办法左右上面的决定。就是，反正我们不愿意。要是你们真同意了，到时候被人举报了，我可不会说谎。勇哥和村长对视一眼，两人没想到这事儿会这么复杂，还真让小飞说准了。村长只要答应，是不是就能得到食品厂工人的职位？众人顺着说话的人看过去，只见说话的是村子里的李瘸子。李瘸子，你跟着凑什么热闹？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你有残疾，而且家里还有个老娘和妹子要养，要是真被抓进去了，我看你咋办？村长或勇娃子又没说残疾不能去工厂上班，而且村长的意思，只要有地愿意拿出来，就可以去食品厂上班。对，李大哥，只要愿意拿地出来给我们承包，食品厂的工作还是照常给。小飞，你不要硬着头皮为难自己，李瘸子怎么可能去厂里上班？是啊，别人搬东西4平8稳，他搬东西歪歪倒倒，谁见得惯？谁说食品厂不要？腿不好不代表人品不好，只要能靠双手养活自己，都是值得尊重的。有句话说得好，英雄不问出处，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准。之前我去参加冒监护大会的时候，也有个冒监护手有残疾。小飞，我愿意相信你，说啥我也要支持你。好，李大哥，等村长这边丈量好土地之后，通知你来签了合同，我就通知你上班。都听你的。接下来又忙活了几个小时，连同村长家在内，一共有8户人家同意。小飞，还真让你说准了。我之前还想着食品厂工人的位置难得，大家应该抢着干才对，没想到嘴皮子都说干了，才只有8户人家愿意。8户人家会不会太少了？村长，勇哥，你们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只要承包了地，发展顺利，春树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时候承包的地只会越来越多。养殖场的事情是我兄弟来管，但是对于承包地的村民们，到时候还是村长和勇哥你们多费点心思，我们合作愉快。小飞，都是兄弟，你这么见外干什么？我本来就是一村之长，这些事情我知道处理，你就放心。村长，勇哥，那我就先走了，等会还要赶回龙华公社去跟我兄弟说一声。好，路上慢点。嫂子一家就在村里给他泼脏水，只因小伙手里拥有10多个食品厂工人的名额，却不第一时间给自己，反而去照顾一些毫无关系的村民。这个老三有什么好处都想着别人家里，不知道还以为是村长家的儿子。老三难道给所有人都分了工作，就忘了我们？怎么可能？小飞只是有些门路，又不是食品厂的厂长，而且这事儿就算是食品厂的厂长都做不了主。工作不像你们2口子想的那么简单，这事儿是有要求的。啥要求？接下来众人七嘴八舌把刚才院子里发生的事儿都说了一遍。他们人多，这个补充一句，那个补充一句，王凤很快就听懂了。土地是公家的，老三是不是疯了？几句话就想让我们把土地给出去，这是要让我们都被抓进去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所以我们都不敢，也没有得到食品厂工作。只有8户人家同意了，其中还有李瘸子。不过小飞说，很快就要出台政策，土地会分到农民头上，到时候农民可以自己做主。我呸！他叶小飞听谁说的？你们别听他的瞎话，他懂个屁！这是想害我们这8个蠢货，有他们肠子都悔青的一天，等着看吧！叶小飞就是故意想害他们，到时候没他们好果子吃。此时不远处的叶小飞看着前面的大哥大嫂，心情非常复杂。本来自己给他们都留了2个职位，可他们背地里却如此诋毁自己。叹了口气，叶小飞便直接转身离去了。他们思想这么狭隘，到了生产线，发现自己的方便面生意很赚钱，接着又会不满足。没一会，叶小飞就回了公社，直接去了熊哥家。小飞，我整天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盼来了。哈哈哈，熊哥，你真是太夸张了！你要是有啥事，直接来家里找我就是。
我这不是想着你忙吗？你今天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啥事要跟我说？确实是有事，我今天抽空回了一趟老家，已经和村长把事谈好了。目前有8户人家愿意把地承包出来，等村长核实好了每户人家能分到的地，到时候你这边就可以行动了。小飞，我没想到你这么快都把这事儿说好了。哈哈，不然熊哥你以为我来找你说什么？我以为你是来找我问收鸡仔鸭仔的事。熊哥，你还真是提醒我了，你这边在收鸡仔鸭仔没有？要是顺利的话，恐怕进度会拉得很快。这个你放心，家里不大，东西都在我媳妇娘家，前后已经买了300只鸡仔了，数量还要继续提升，继续大力收购。一次喂这么多，万一不熟练怎么办？熊哥，你放心，春树庄那里家家户户都养着东西，他们知道这些注意事项。你想想每天卤味厂消耗的食材，你要是养的那么少，1天的供货都不够。行，那我听你的。随后叶小飞又和熊哥交谈了几句，才从他家里出来。叶小飞又马不停蹄的去找了方恒。飞哥，你怎么来了？这会儿店里还能忙得过来不？忙得过来。那你跟我去食品厂一趟，一起帮个忙，那边太忙了。行，没问题。说完话，两人便朝着食品厂赶去。不过刚出去一点，就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叶小飞，你真是个害人精，你居然连周围的公社都去贴了传单，一点活路也不给我们留。丛林法则没有听说过吗？什么意思？你不要在这说些没用的屁话。丛林法则是指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用简单的话来解释，那就是资源有限，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你们父子俩做事太绝，想断了我的生意，但到底我技高一筹。你们既然入了这个局，就要愿赌服输。不管你们心里服不服，你们已经输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还不是你使阴招？商场如战场，这是计谋。你谋略上比不过飞哥，气度上也比不过飞哥，失败也很正常。你之前告诉我，你们亏了差不多2万块钱，是不是？是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只是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你。我今天半天就卖了好几万，要说这事我还得感谢你。看徐瑞江被打击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叶小飞还在继续。如果不是得知你们想搞我，我也不会临时决定把传单贴到隔壁公社去。龙华公社的客流量有限，但是现在其他3个公社的人源源不断过来买，巷口排队排得密不透风，你就是现在去你们店里都挤不进去。叶小飞，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给我等着，迟早有你跌跟头的一天。放下一句狠话，徐瑞江愤恨转身离去。算叶小飞运气好，今天有人在他边上，不然他非得和他拼个鱼死网破。飞哥，这个徐瑞江是不是想害你，然后被自己套进去了？叶小飞没有瞒着方恒，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个徐瑞江明明是他们自己心术不正，居然还倒打一耙。还好飞哥你聪明，没有着了他的道。不过飞哥他会不会还准备使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真出什么损招，我也有应对方式。也是，飞哥你这么聪明，别人的阴谋诡计当然害不到你。你也聪明，这事儿我都没跟你说，你还是大概猜到了。哈哈哈，我的聪明都是跟在飞哥身边，慢慢被熏陶上的。看着方恒的脸，叶小飞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方恒的生日好像马上要到了，这次一定要送他一个大礼。飞便带着方恒到了食品厂。大恒，你主要帮我盯着收银区域，这里人太多太乱了，很容易被浑水摸鱼。我马上要去找王厂长，你帮我多盯着点。没问题，飞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把方恒安排好之后，叶小飞便直接去了王厂长的办公室。小飞今天生意这么好，你居然还有空过来？厂长，我这次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啥事？你直说就是了。主要还是徐瑞江父子俩的事情。我这次过来是因为又发现了一件事儿。今天我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也学我们，买了进口空调和自行车作为奖品。小飞，那些东西真的是他们买的，已经确定了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确定，我亲耳听见徐瑞江说，因为这次我临时贴传单的主意，他们父子俩损失了2万元以上。不瞒王厂长，刚开始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只是觉得他们活该，没想那么多。后来我自己细想一下，这么多本钱，他们父子俩到底是哪里来的？小飞，多谢你的提醒。王厂长很轻松就想明白了这些弯弯绕绕，一时间出了一后背的冷汗。王厂长，我只是担心，所以特意来给你提个建议，可能只是我想多了。
说不定情况没这么差。不，小飞，我要郑重的感谢你。如果这事儿是真的，这次你就救了我。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没有？线上的人定期要来查方便面的销售情况。我记得，难道最近他们就会来？不，最迟后天，线上的领导就要来了。今年我们的方便面做出了成绩，那些钱我们都留在账面上，准备给领导看。所以，王厂长，你是怀疑徐瑞江父子俩有可能挪用了这上面的钱？但小飞，这事儿我是真的要对你说一声谢谢。如果查出来是真的，改天一定请你吃饭。没事儿，王厂长，你也帮了我不少忙，我们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你应该还要留出时间来问话，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叶小飞就很识趣的出了办公室，而王厂长也当即去找了食品厂的另一个主任严主任。厂长，您找我是有什么事？老严，我这次找你是想问问，最近老徐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要说老徐最近反常的地方多了去，我早就想来给厂长反映了。身为食品厂的主任，大小都是个领导，再怎么也要给工人起到表率作用。结果最近频繁迟到早退，而且明明主管车间的事，还和财务部的人打成一片，本末倒置，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工作重心。你说老徐和财务部的人打成一片？对呀，财务部管账的那个女人和老徐走得很近，食品厂有些员工传得很难听。要我说，老徐到底是个有家室的人，应该爱惜一点自己的名声。这些话传出去，对我们食品厂也不好了。其实在你和徐主任之间，我一直都比较欣赏你。这次我有个事情要交给你办，你有没有办好的信心？厂长，你有什么事就直说，我保证办到。我现在怀疑徐主任有挪用食品厂公款的嫌疑，你现在去把财务部的那个女会计和账本全部带来我办公室，这事儿关系重大，不要走漏风声。后天就是线上领导要来查账的日子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不然食品厂的领导班子都要被追责。好，厂长，我明白了。对了，你顺便把今天所有在厂里的领导都叫来，这事儿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整个厂里的。好，我现在就去。此时另外一边，银行经理想着上面下达的任务，正看着门口叹气，突然就看见叶小飞来了。叶小飞同志，你今天怎么来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次来也是为了存钱，这些全部都是。对，都是。接下来，叶小飞便让贺劲峰办理着，自己则是和银行经理有事商量，便去了办公室。怪不得我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知道小飞同志你今天要来。哈哈，哥你真是幽默。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啥事儿？我听说最近好像出了个贷款的政策，而且还没有归还期限和利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小飞同志，你怎么知道？我也是听一些朋友说的。原来是这样，这个消息确实是真的。我们昨天刚开完这个会议，我们龙化公社的银行也分到了指标，上面还下达了任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这笔贷款全部放下去。我正为此事发愁呢。如果是手上暂时没生意的人想要贷这笔钱，符合政策吗？小飞同志，你要贷款？对，还有我一个朋友。这个没什么要求，主要是要签订一个条例，父债子偿，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父亲借的钱还不上，以后就让你的后代帮你还。至于目前做不做生意，没有要求，上面拨款就是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拿着这笔钱再去做生意也不迟。行，那麻烦经理把这个合同留着，我明天来签。好，小飞同志你真是客气了。存完钱之后，贺劲峰和叶小飞便去了卤味店。今天食品厂下班之后，方恒没把钱送过去，叶小飞担心方恒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小飞，我记得你卤味店的关门时间没这么早吧？确定没到卤味店关门的时间，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今天这么晚了，我们先去吃饭，等明天送货的时候我来看，兴许是方恒的家事。爸，你先回去吧，我去方恒家看看。便让兄弟来帮自己看着生意，谁知下班之后兄弟却带着钱跑路了。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叶小飞便去了好兄弟爷爷家。飞哥，你怎么来了？你说呢？你匆匆忙忙就走了，人也不在龙华公社，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没来得及把剩下的营业额送去。这都是小事，家里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我这次来找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我还能帮你。飞哥，我爷爷生了病，现在身边离不得人。赶紧把东西都收拾好，现在出发去县城，应该还有去省城的火车，钱的事不用担心，不够等到了县城我再去取。飞哥，真的太谢谢你了。咱俩什么交情？你这么客气干什么？你在家里把东西都收拾一下，我还要去交代一下其他事儿。飞哥，我带着我爷爷去就行，你现在这么忙。我跟着一块儿去，2个人肯定要方便很多。快点收拾东西，
我就先去交代事情。从方恒家里出来，叶小飞把贺静家接回了娘家。这几天让他住在娘家方便一点。随后又去了熊哥家。小飞，你来的正好，咱哥俩好久没在一起聚聚了，晚上有空一起吃个饭吗？熊哥可不能让你破费了，毕竟不能总麻烦你。没事，正好晚上我也要好好出去吃一顿，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9块，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都低至9.9块，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或点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变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实在不好意思啊，熊哥，今天真没空，等会要去省城一趟。这次过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儿？就是银行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不知道熊哥你知不知道？就是无期无息贷款。我还特意问了银行经理，他说龙华公社这边有300万的额度。小飞，贷款是什么意思？贷款用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银行给你借一笔钱，这笔钱随便你拿来做什么，和借款是一个意思。原来是这样，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小飞，你专门来跟我说这个，是有什么建议吗？这个贷款放下来，其实也是为了扶持经济，鼓励个体户去借钱，一次性可以借100-200万，只要有足够的魄力，就能拿着这笔钱发家。小飞，你是想建议我去试试吗？对，这次的情况特殊，无期无息，就意味着没有风险，几乎都是好处。熊哥，现在你办养殖场，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资金，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小飞，这事儿还要多谢你来告诉我，但是这件事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还要问问你嫂子。这是应该的，要是熊哥你考虑好了，随时来找我告诉我，我反正已经决定好了，到时候要去贷款。好，我知道了。不过今明2天我可能不在龙华公社，有事情要去省城一趟，要是熊哥你去看见我不在，直接给我爸妈或者我老丈人说就可以。有什么事儿？好兄弟家的老人生病，帮忙带着一起去省城医院看看。那小飞有事你就先去忙吧，要是我这边商量出什么来，肯定把消息带到。熊哥，那我就先。叶小飞一行人就去了县城，因为下一趟到省城的火车还有1个多小时，3人便先去吃饭了。吃完饭，叶小飞让方恒爷孙俩在这里稍微等一下，自己则是去电业局找顾主任。小飞，你怎么有空过来了？哈哈哈，这不是有事想问问顾哥你吗？想问问顾哥有没有听说过小皮卡。小飞，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消息也是我偶然一次机会知道的，想着我现在的车子送货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想来问问顾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门路。这个还真没有。小飞，实话跟你说，你能听到这个小皮卡的消息，应该也知道这东西有多难弄。如果你说摩托车的事儿，我现在还能帮忙走一下门路，但是你要说小皮卡这事儿，确实没办法。谁都知道这东西拉货有多好，省城里还是有不少效益很好的厂，现在不少人都看着呢，僧多粥少，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上面的领导都很为难，都不知道该把这些东西分给谁最好。最近剪视频太辛苦了，晚上我也要好好出去吃一顿，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9块，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都低至9.9块，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或点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变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顾哥，那你觉得我如果想要这个小皮卡，找谁最有希望？这个肯定是梦菊才有话语权，但是梦菊一个人松口还不够，还要拿出足够诱惑的条件，那些人才能愿意。行，我知道了，顾哥，谢谢你。我都没帮上你的忙，有什么好谢的？小飞，你不会真以为小皮卡的事情就要去省城一趟吧？不瞒你说，顾哥，我这次去省城，第一因为好兄弟家里人生病了，要去大医院检查才最好。至于去找梦菊说小皮卡的事儿，我倒是确实想去争取一下，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说得对，年轻人就是要这样有朝气才行。一说到困难，你们年轻人想的都是要去试一试，反而是我们这群人想的全部都是要放弃。你好好去试试，要是真的有什么好消息，记得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哈哈哈，顾哥，你就这么相信我？没办法，你的能力这么出众，就是想不信任都难。呵呵，行了，顾哥，真不能再继续跟你贫嘴了，我兄弟还在饭店等着，我就先走了。好，我就不送你了。说完话，叶小飞刚准备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顾哥，我突然想到还有事儿没和你说，我这边最近还想要一辆摩托车，不知道顾哥你这边方不方便？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你想要多久要？最迟6天后。6天的时间没问题，到时候我这边准备好了，给你打电话。那就麻烦顾哥了。这么客气干什么？我们2个现在的感情就没必要说这些了。那我以后就不和你客气了。这就对了嘛。说完话，叶小飞便离开了电业局，随后直接和方恒带着方老头一起登上了去省城的。检查下来，方老头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心脏。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现在不能保守治疗，拖得太久，程度已经很严重了。
如果真的想治疗，就要做心脏手术。做这个手术，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主要是手术费用的问题。手术费用不是一笔小数字，很多家庭都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要做，医生，你能不能说一下大致的费用？如果我们的钱没有带足，好出去取。这个费用确实不是小数目，大概要8000，就算是超出一些，应该就是几百块钱。行，那我们要做手术，病人这个情况要多久才能安排手术？病人的情况已经算很严重了，如果费用没问题的话，越早越好，消炎之后就可以。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好医生，我们现在就去交钱。转眼到了第2天，方恒爷爷的手术非常成功，只需再住院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了。大恒，你可以放心了，手术非常成功，爷爷没什么事了。飞哥，这次多谢了，要不是你，我哪里有这么多钱？我爷爷的命就是你救的，以后我也是你的。去你的！你这话说的恶不恶心？飞哥，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说，以后兄弟就踏踏实实跟着你干，什么都听你的。你不是一直都帮着我吗？我们俩这么好的关系，就不要生疏了。之前不是说了吗？咱们俩好好干，迟早什么都能有。和方恒又聊了一会，叶小飞便打算回去了。接下来也没什么事，有方恒照顾就足够了。在回去之前，叶小飞先去找了孟泰打听小皮卡的事。小飞，真是稀客呀！你今天居然有空过来了。现在方便面的生意走上正轨，我还想着重发展一下卤味厂，这不就来找孟局你了？哈哈哈，你可不要说好听话恭维我了。老实说，是不是挖着坑等我跳呢？孟局，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那你说来听听，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我打算在省城来开一家店，但是送货的方式上遇到了麻烦，想来让孟局帮我想想办法。目前是我岳父在帮我送货，我在公社还有几家店铺，他最多只能送那边的货，帮不了省城这边。可以重新找个司机，然后配备一辆送货车，就可以把货从县城运到省城来。可是车辆的问题不小。车辆有什么问题？我爸送货用的是3轮车，平常从县城送到龙华公社还能勉强胜任，但是宝安县城离省城的距离实在是有点远，车辆也是问题。多暗示的话，孟局就猜出来了。自从上面批下了3辆小皮卡之后，他这个办公室从此就热闹起来了。好你个小子，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突然来省城请教我了，原来也打着小皮卡的主意呢。哈哈，既然孟局你都说了，我就不跟您卖关子了。我就是想着卤味厂不在省城，要想把货运过来确实不容易，真要说起来，肯定比那些人更需要小皮卡。要是你把产业转移到这边，会不会在这边开一个卤味厂？会，送货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市场足够大的话，我后面是肯定会考虑的。你想要几辆？2辆。你小子别太过分，你这是要连吃带拿，甚至连锅都要端走啊！孟局，我想要把规模发展起来，2辆是必须的呀。孟局，我知道您信任我，才打算批给我1辆，我要2辆，确实有点超出你的预算了。但是我很有自信，要是这些基础条件跟上，我很快就能赶上那些厂的产出。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我算是发现了，你的胆量和野心是真的大。因为我有足够的自信，孟局，我给你的保证，不知道够不够换这2辆小皮卡。小飞，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完整的说法呀。孟局，您到底想听什么承诺？还是直接把话说明白吧。来这里开厂不一定能打动其他干部，如果要想让他们都没有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年产值。年产值可以承诺，就是我不是很清楚，要说多少比较合适？年产值200万，你有没有信心？孟局，您可真是看得起我。怎么，你难道没有信心？我当然有信心，就是好奇其他厂的年产值是多少。现在经济活力不足，不管是内驱力还是自身的缺陷，都是限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厂里的领导还有管理机制都大有问题，就算是省城最好的厂，去年的年产值都只有200多万。那我就以350万年产值为承诺，要求就是要2辆小皮卡。没问题，不过小飞，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小皮卡的价格可不便宜，1辆的价格要32万，你要是要2辆的话，就准备64万，你这边资金能不能够？孟局，这个你就放心吧，我既然能上门找您帮忙，钱这方面肯定没什么问题。那就好。孟局，车多久能拿到啊？
哈哈哈，你就这么着急？这个你放心，既然你承诺了年产值，我这边会尽量快点安排时间开会，最迟1周就能搞定。那就麻烦孟局了，到时候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你就放心吧。接下来又和孟局聊了一会，叶小飞便直接去坐车回龙华公社了。回到龙华公社，叶小飞便直接去了食品厂，打算看下库存。谁知才到仓库门口就遇见了王厂长。小飞，你回来了，你不知道，你真是我们食品厂的恩人。那天你前脚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后脚赶快开了会，最后确定徐月江父子俩就是挪用了公款，数额甚至已经到达了3万元。居然有3万？对呀，他们父子俩胆大包天，居然联合会计挪用了食品厂3万元的公款。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根据领导的批示，让他们父子俩必须在3天内把公账补上。按理说应该是马上报警，但是现在都是为了最大程度挽回食品厂的损失。那正好，王厂长，要是徐瑞江愿意将方便面低价出售的话，我这边愿意全部收购。低价是什么价格？1毛钱。1毛钱？他们怕是不会同意。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不试试怎么知道？龙华公社目前只有我可以吃得下这批货。那我这边留意一下。和王厂长分开后，叶小飞随后又去了熊哥家。小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才回来，这不是想着之前和商量的事吗？所以我就过来了。小飞，嫂子也不瞒着你，我们特意去问过了，父债子偿这个东西，我们也是真的怕。嫂子，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担心，不过我和熊哥的交情你也是知道的，现在也是想实现合作双赢的局面，我才提起了办养殖场这个想法。小飞，我们也打算开养殖场，主要是那个贷款，你熊哥很想去贷款，也说了是你给的建议，我就想问问，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这次的贷款就是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拉动经济，纯粹就是福利。嫂子你想想，要是熊哥有了这笔钱，能安心开办养殖场，难道那些钱还会还不上吗？是啊，媳妇，先不说无期无息，至少养殖场能赚钱。嫂子，不瞒你说，我这次都要借。小飞，那你觉得借钱多少比较合适？这个要看你们有多少魄力，我也不瞒着哥嫂，你们借的额度剩下的我就全部结了。小飞，你的胆子真是太大了。赚钱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有胆子大，足够有魄力，才能赚钱。好，那我们就借40万。嫂子有魄力。小飞，你真是说笑了，要是说魄力，恐怕整个龙华公社都没有谁比得上你。小飞，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可以去，现在去签了合同，后面款项可以发的稍微及时一点。好，那就现在去。决定好后，熊哥夫妇也没再犹豫，直接跟着叶小飞去银行签完合同，叶小飞便直接回了贺家。王厂长，你怎么突然来了？还不是想着你拜托我的事，我才来了这边一趟。徐瑞江父子俩这么快就松口了？当然了，上面的要求是3天归还所有的欠款，他们筹不齐。我简单盘点了一下，发现徐大红父子俩囤了大概有5000左右的货。居然这么多，那我全要了。行，这钱你也不用麻烦，到时候直接到厂里，我给徐月江他们说。好，那就麻烦王厂长了。不用这么客气。对了，王厂长，之前不是说要让我安排工人岗位吗？这事儿还要多久才能落实？这事儿还要看上面的机器，不过工人岗位的事情肯定是你这边负责，你就放心吧。林主任好久之前就跟我说了，机器很快就能审批下来，居然这么久还没来。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没有，这事儿还要你问问。但是机器的事情确实没有这么快，要不然再等等。行，我到时候打电话去问一下。此时的春树庄村长家，一堆人围在村长家的院子里面，叽叽喳喳说着话。村长，正式工人工作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啊？该不会就是说来哄我们的吧？根本就没有正式工作。当时你们不是抢着要去签字吗？那时候我就猜到了，肯定没什么好事。现在你们一个个的都被骗了，名字都已经签了，就是想躲都躲不掉。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们让村长把你们签了名字的单子拿出来，然后把你们的名字划掉。王混，你不要张嘴乱说。小飞就是最近太忙了，最近没空回来，而且单子又没拿去做什么。既然没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村长，你们和叶小飞的关系比我们家还要好，但是关系再好，你也是咱们村的村长，不能什么都不管我们啊。王凤，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们和小飞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场，小飞都说了，只要签了名字的人，最后都有食品厂名额。现在只不过是耽误了几天没来，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也是为了大家好。老三这个人我们知道，爱吹牛，说不定就是回来忽悠你们的。我看小飞兄弟不忽悠人，倒是你到处忽悠。之前你听说没赶上，在家里和自己男人打架，现在又马上出来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家伙要去食品厂当工人，关你什么事？哼，我说不过你，大家伙要是不相信，就等着吧，这事案绝对是假的。老三是我们家的弟弟，难道我还不了解他的本事？顶多就是有点小聪明，在龙华公社赚了点钱，哪有这么大的本事？而此时的叶小飞刚带着自己媳妇回到春树庄，为了弄清食品厂职位的问题，刚回到家，叶小飞便给林静刚打去了电话。小飞呀，你给我打电话可是稀奇。哈哈哈，这不是想问问方便面生产机器的事吗？真是巧了，我刚和领导把电话挂了，那边的机器已经生产好了，按照距离，最迟后天就能到。你们这边的工人安排好了没有？林主任的效率就是高，我已经把人选找好了，就等着您这边的机器呢。哈哈哈，你小子怕是以为我忘了，刻意打电话来提醒吧？这真不是。对了，林主任，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其他地方有个政策可以把土地分给农民吗？我就想问问林主任，咱们宝安县这边有没有得到消息？你从哪听说的？我岳父的同事说的。司机走南闯北，知道不少外地的事儿。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原来是这样，确实有这件事，已经有地方实行了，效果听说还不错。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加。那宝安县是不是也要实施？你小子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儿来了？这不是关心老百姓的民生大事吗？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到底是啥事儿？哈哈，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林主任。那我就直说了，我有个兄弟打算做养殖场，但是养殖场需要土地，牲畜养在乡下，什么都方便。我觉得可以，我这边加快进度，但是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人的程序，反正不会超过1周，你就放心吧。好，那就麻烦林主任了。有了准确的消息，叶小飞便朝着村长家而去。此时的村长家仍旧因为刚才的事争论不休。村长，人家愿不愿意是人家自己的事，现在大家都等着你把单子拿出来，你就直接拿出来吧。村长，我们现在反正都没有拿到好处，你直接把单子给我们。你们都要改主意。村长，我不改。叶瘸子，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你居然还相信叶小飞，觉得他会给你食品厂说正式工人的职位啊？小飞是咱们10里8村最有出息的人，怎么可能骗人？我相信小飞，这个签了名字的单子我不要。你知道什么啊？谁说有本事的人就不会害人了？老三说不定就是忽悠咱们，只要把单子一签，这些地就全部在他那里，到时候我们要是没有粮食吃，去找谁？小飞都说了，要是我们同意，就直接去食品厂上班，只要当上了正式工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定量和票据，你说的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怎么可能？要是叶小飞真有这样的本事，我用手掌心给你炒菜吃。怎么今天这么热闹？都在这里，你们都在说什么？我们回来了。刚才还没进来，就听见你在发表意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能不能再说来听听？我说的确实稍微过了一些，但是你真能解决这些人的职位问题？那可是食品厂的8个工作名额，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村长，我这次来就是来安排工作的。小飞兄弟，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刚才在家里已经打电话确认了，食品厂的机器这2天就能运到，已经有工人的岗位了。一听这话，王凤知道再待下去只能自取其辱，只好灰溜溜的快速离开了。大家都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了，赶紧回去吧，我们和小飞兄弟好好商量一下。大家伙先回去吧，是有什么消息，到时候再开会统一说。村长在大家心目中威望极高，既然都这么说了，众人也只能答应了。人群3-3两两从村长家离开了。村长，勇哥，食品厂那边没问题的话，明后天就能上班。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
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真的，这可太好了。小飞，我还有件事儿要问你，你之前不是说愿意参加的村民越多越好吗？刚才听不少人的意思，他们也想重新签字，你看我这边要怎么处理？村长可以再加5个人的名额，这5个人选由你和勇哥来选择，为人一定要老实，不要3天2头闹事，疑神疑鬼。小飞，你放心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们接下来找人就明白了。又说了几句，叶小飞这才离开了村长家。刚回到家，叶小飞又接到了孟菊的电话。小飞，皮卡车现在已经到了，下午就能开到省委，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开回去？孟菊，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这2天刚好有事，应该是后天来省城。这么客气干什么？你之前许诺了那么高的年产值，这次我在会议上一提，根本没有人反对。那也要感谢孟菊给我机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哈哈哈，小飞，好好加油干，我可跟你透个底，现在可有不少人都等着你栽跟头呢。孟菊，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不会被人看轻，也不会让你丢脸。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人挂断电话，叶小飞脸上还带着笑意，盼了这么久的皮卡车总算落实了，就像是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小飞，是谁打来的电话？是孟菊，说是小皮卡车随时都能去省城开回来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后天，这2天事情多，后天我和爸一起去。好，我怎么看你的表情，你好像还在担忧什么事儿呢？没啥，我就是在想，我和爸将小皮卡从省城开回来要很久。什么？你会开小皮卡吗？媳妇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开。